皇后娘娘，您要为臣女做主呀！求皇后为臣妹做主。做什么主啊？有谁能先来看看我吗？太疼了，也太难受了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突然，一段记忆闪现出来，那是一个女孩正扑向一个戴着面具、坐着轮椅的男人。那个女孩好巧不巧的正好摔在轮椅前，并且一只手扯下了男人的衣袍，而另外一只手则落在了男人的重要部位，还不小心捏了一把，然后就直接被愤怒的男人狠狠拍飞了。天，那女的不会是我吧？瑞丞相，相府嫡女在众目睽睽下非礼宣王世子，死不足惜。这女人声音柔柔的，说出的话却很不中听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年幼单纯，是被人陷害的，她是无辜的，望娘娘明察。对，就是被陷害的，快查呀！她单纯，青州谁不知道？相府嫡女是花痴，见了俊男就流口水啊！谁啊？是在说我吗？你也说了，我妹妹喜欢俊男，侧世子算美男吗？所以我妹妹是被人陷害的。众人沉默。侧世子常年戴着面具，据说面具下的脸异常丑陋，如此说来，好像还真不是故意的。皇后娘娘，小女无意冒犯世子，可世子却将小女打成重伤，请娘娘给臣女一个公道。那位好像是我爹的人，能不能先给我找个大夫换个地方，你再谈公道谈索赔啊？瑞相，你闺女非礼世子，众人共睹，就算是无心之为，可也是事实。更何况她还伤了世子，死罪可免，这惩罚……娘娘，臣妹妹无罪，不该受惩罚。世子没有大碍，可臣的妹妹却是危在旦夕啊！对，快找大夫来，给我挪个地儿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不知道先救人吗？现在也不是追究的时候啊！你们是真的关心我吗？娘娘，太医来了。王太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快给小女看看。哦，原来早宣太医了，是我错怪人了。伤得很重，倒是没有生命危险。庸医，心儿都换了，还没有生命危险。帅大叔的药挺好啊，是治疗内伤的，不仅对症，药效还好。王太医，我能挪动妹妹吗？地上凉。我错了，原来我是被关心的。还不行，需要医女帮忙查看骨头是否有断裂，不可随意挪动。奇怪，被世子盛怒之下打了一掌，居然没死，而且我的药效也没那么快吧？王太医，小女还好吗？瑞相，小姐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今后要好好调养，否则子嗣艰难。哎呀，我可怜的闺女呀！哦，原来是子嗣艰难啊！唉，那是挺可怜的。你去看看世子换好衣服了吗？这事儿他得在场。那个女人居然没死，事发突然，我也没看清那女人的样貌，没想到她竟然会是瑞相之女。瑞丞相莫难过，本宫有个想法，侧世子重伤丞相之女，应该负责。本宫这就传遗旨，让宣王世子莫云策娶瑞相之女瑞锦熙为妻，伤好后择日完婚。我不要了！我不娶。不能反驳。莫云策，别太放肆。请娘娘收回成命。本宫的遗旨已出，概不收回。为父没有幻听吧？没有，皇后将锦儿指给侧世子了。这女人有病啊！刚还义愤填膺的要惩罚，现在又赐婚。那个谁，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皇上驾到，宣王到。云策，朕已知晓事情始末，不管怎样，你重伤瑞相之女是事实，应该负责。皇上，就按皇后说的办吧，待她伤好，与云策择日完婚。再次醒来已是隔日。他本是现代医读双科博士，花样年华被鬼差2次抓错，最终导致肉身被毁，回不去了。投诉无门，就被强行送到了这里。原主与他同名同姓，爹是当朝丞相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宠女无下限，可以宠到是非不分。她是唯一嫡女，生母早逝，3个同母哥哥对她亦是宠爱无度，还有一个异母弟弟，是个饱受她欺负的小可怜。父兄的宠溺造就原主单纯蠢笨，还嚣张跋扈，好美色，常常追着美男跑，被很多人厌恶。便宜爹的认知里，闺女单纯，不会做错事，错的都是别人。3个哥哥也是妹妹说啥就是啥。小姐，你醒了吗？什么时候了？啊，快辰时钟了。小姐好些了吗？还疼吗？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
吓死奴婢了！别哭了，我还活着呢。昨儿个就该让奴婢跟着，就不会让小姐受伤了。都怪表小姐，她说会照顾小姐的，结果照样出了事。原主是被什么东西打到了腿上的麻筋，才会冷不防摔倒，正摔在莫云策身上。别让本姑娘查到是谁干的，否则一定让你麻痹全身。小姐，医女来了。怎么这么慢？去哪儿了？你还喘上了？啊，是我忘了东西，是让他帮我去拿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昨天是你帮我检查的。我叫什么不重要，昨天是我检查的。你的骨头没事？那太好了。你昨天弄得很疼，我都晕过去了，还以为骨头断了。什么？小姐被你弄疼了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还让小姐晕过去？她本来就是晕的。你撒谎！我梅小姐说是你弄晕的，就是你。香草，去找相爷和少爷们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皇上派来的。你是猴子派来的也不行，欺负我们小姐就不能放过。胡说什么？我可是胡太医之女胡月。哼，小姐刚才问你为何不说，一个医女竟然看不起我们小姐。锦儿别怕，有爹在呢。妹妹，三哥也在，大哥去接王太医了。你哪儿疼？哥给你呼呼。锦儿呀，你哪儿疼啊？我全身疼。相爷，就是这个女人，是她弄疼小姐的。你是皇上派来的，本相不为难你，自己向皇上解释吧。相爷不问青红皂白，就知道是我错了。我闺女说你不好，你就是不好。爹，她和我们家有仇吗？昨晚检查时疼的我都晕了。你故意弄疼锦儿，为什么？我没有，她昨晚本来就是晕的。我是睁不开眼，说不了话，但意识是清醒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莫要再次诬陷。爹，王太医何时来？我疼。快去外面看看，王太医到了吗？你还不走？要本相亲自送吗？爹，小心他去皇上面前说坏话。对，不能让他胡说，看住他，等王太医来，本相亲自送他回宫。我昨天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弄疼了瑞小姐，我道歉。欺负我妹妹，欠揍！老王呀，你倒是快看呀，发什么呆呢？慌什么？这不在看了吗？怎么样，锦儿很疼啊？很疼吗？我不能动，动就疼。那个医女昨晚故意弄疼我们小姐。相爷，让大公子拿我名帖，请岑医女过来再检查一遍。岑医女来得很快，相府的人紧张地等待着。胡月想趁机溜走，被瑞锦琛眼尖的扫到，一把扯回来，摔在地上。胡医女，为何如此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是不小心的。他将瑞小姐的肩胛弄错位了，还有胯骨。我没有，是柿子打的，我只是手重弄疼了他。哼，当本太医是白痴吗？柿子打的应该是骨裂或断骨，不会是错位，是你检查时动了手脚。冷静，皇上会给说法的。蛇蝎女人，竟下黑手！我妹妹并不认识你，你为何这么做？我是被昨天的气氛吓的，我小心造成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喂，装什么可怜？刚才不是还瞧不上我们小姐，很傲气吗？岑医女把瑞锦熙的骨头复位。瑞小姐至少要卧床半个月，到时候我再来复查。谢谢。妹妹，等二哥回来，我们给你报仇。三哥，你们打不过世子，算了吧。再说是我先碰到世子的，有错在先。那怎么行？他伤了妹妹，不能放过。三哥，害我的另有其人。妹妹，可看到害你的人？大哥，要问问表姐，她在我身后是否看到了什么？好，哥哥去问，一定把害你的人揪出来。对，敢害我妹妹，就盼着小爷伺候吧。三哥，别冲动，做事要稳重。我听妹妹的，不冲动。大哥，爹为啥会同意婚事？应该和时局有关，具体的要问爹。瑞丞相此时正在宫里和皇上控诉：陛下，臣女冒犯世子，实乃无心之举，被世子重伤，一时委屈，还要被此等小人欺辱，臣心里难受，不甘呐。瑞妍，你有证据证明他欺负你闺女？王太医可以证明。皇上，下官是无心的。哼，小女无心被重伤，你的无心害小女伤上加伤。作为医女就是故意的，医术不好，如何混进太医院的？来人，将此医女从太医院除名，重打20板，查查她如何进的太医院。皇上，胡月是臣的女儿。原来是靠裙带关系进太医院的。不，小女医术尚可，是通过审核的，够资格的。爹，救我，我是无心的。皇上，饶了臣女吧，臣给丞相赔礼，给瑞小姐赔偿。同朝为官，别把路走死。哼，本相怕他。
他说给赔偿。赔偿？我不稀罕。锦丫头的药很贵的。瑞丞相醒悟，丞相府穷啊。丞相，胡太医愿意赔偿，您看？下官愿赔3000两银子给瑞小姐补身子。哼，你当丞相府是要饭的？3000两，连我闺女的药钱都不够呢。这是真的，瑞相闺女服用的是大还丹和参血丸。什么？这么好的药吗？丞相竟然给他那个花痴女用这么好的药？作为太医，他深知这2种药的珍贵。胡太医，3000两赔偿的确太少了。1万两，我赔1万两。皇上，臣不要赔偿，只希望严惩胡月。爹，我不要挨打，爹，救我！ 5万两，再多下官也拿不出来了。哼，我信你个鬼！圣宣帝干咳一声，给瑞丞相递个眼神。见好就收吧。既然胡太医有如此诚意，臣也不会揪着不放。皇上，以胡太医的诚意，就免10板子吧。皇上，臣女委屈，让侧世子多给些赔偿，早些送来。这个老不休穷疯了，朕把侧儿赔给你了，还想要银子？宣王府会准备赔礼的。侧儿还在怄气啊？他会想通的，皇兄不必过虑。哎，委屈侧儿了。哼，也不算是委屈吧，传闻不可信。如新就很喜欢蕊姑娘，说她是真性情。她们姐妹的喜好从来都很特别。希望蕊姐能够明白皇兄的意思。哼，老小子精得很呐，不然怎会开口要赔偿啊？是冲宣王府，而不是朕。我们也算是间接的帮了他。若真能把他闺女嫁到北周，他能哭死。若不是因为他宠女无度，皇后也不会歪打正着帮了我们。北周如今算计不到蕊相，不知道会把主意打到谁的身上。这个先不提，让云策好好查查昨晚的事儿。暗卫在赏花殿找到了2颗珠子，瑞相女儿应该是被陷害的。瑞言，锦丫头除了给我的药，还吃其他药了？没呀，就只服了你给的药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大概是你闺女吸收好，药效好，她恢复神速。那就好，我闺女是有福的。当然有福，有你这傻爹和无脑兄长们惯着，简直就是泡浮水里了。小姐，这是刚出炉的玫瑰花饼，快尝尝。香兰真棒，闻着好香啊，一定好吃。站住，把她带过来。跑什么？我又不是老虎。原主虽然欺负她，可也有暗地关注着她，对她也有几分疼惜，只是怨怪更多。吃吧，吃呀，让你吃就吃，慢点吃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谢谢姐姐。你娘没给你吃饱吗？你这么瘦。大厨房做的饭不好吃，姨娘没有权利开小厨。相爷位高权重，却不贪财，与在朝为官的大哥只有俸禄唯一的收入。因为对原主的宠爱，丞相府倾全府之力满足他各种要求。好在父兄表现突出，经常有皇上的赏赐，能卖的卖，不能卖的当。全府人勒着裤带过日子，就是不能短了他的。便宜父兄只会节流，不会开源，全家没一个擅长经营的。而交到瑞锦熙手里的银钱，大部分都落入了表姐手中。心机女，等本姑娘能出门了，把你骗走的都给我送回来。本想当咸鱼，过摆烂的生活，可这相府的日子难以维系。瑞锦熙很喜欢便宜爹，喜欢他对原主的维护宠爱，喜欢哥哥们的纵容。既然他来了，享受了原主的福利，就该回报父兄的宠爱。香兰，我这2天收了多少银子？小姐有10万两，胡服5万两，宣王府5万两，还有宣王府送来的各种首饰和摆件，有5箱。真是财大气粗，打伤本姑娘出钱就完了，咱们走着瞧。之前的银子还有多少？小姐给自己留点吧，不能再贴表小姐了。我贴她干嘛？我只是想知道有多少财产。哦，之前还剩300两，您的新首饰被表小姐接走了，除了赏花宴上戴的那套，其他都是旧款了。原主不是单纯，是单纯，被她的好表姐哄得团团转，把自己的钱财哄去一大半。可怜相府过着穷困生活，却把顾家和李府养得富有。香果，去通知我爹哥哥们，我要开会，把柳姨娘也找来，还有锦祥。开会？就是议事。柳姨娘也来？对，去叫吧，让小厨房做好吃的，多做些，让大家都到雅苑来用晚饭。
你来干什么？妾是小姐让妾来的。爹，相爷，少爷们好。既是锦儿让来的，进去吧。怎么才到啊？我肚子早饿了。是爹的错，开饭开饭，不能饿着我的宝贝闺女儿。锦祥，过来，坐姐旁边，你就挨着锦祥坐吧。爹，今儿是我们一家人首次团聚，别拉着脸。哎，好，爹听你的。吃完饭我有话说，现在嘛，爹，开动吧。哦，开动，开动。啊，谢谢姐姐。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谢谢相爷。叫爹，他是你亲爹。可以吗？叫吧。啊，爹。那边的三兄弟心里疑惑妹妹的转变，他不是最讨厌柳氏母子了吗？但秉承妹妹说啥就是啥，妹妹说的都对的宗旨，他们全盘接受妹妹的改变。谢谢少爷。叫大哥，我是你大哥。对，以后见了面喊哥，我是你二哥。不用介绍了，我是你三哥。晚餐终于吃完。妹妹，香果说要开会，开什么会？是要议事吗？我想说，相府太穷了。锦儿，受委屈了，你想要什么，爹给你买。爹，你有银子吗？妹妹，大哥这儿有1000银子，你先拿着，想买什么，待哥的俸禄发放再买给你。妹妹，你要啥？二哥想办法挣银子给你买。三哥后日就能领到工钱了，全都给你。姐姐，给你啊，我明天再去王府帮忙，可以挣3个铜板。去王府帮忙？哪个王府？你帮什么忙？就在旁边宣王府，带小孩子玩，王府下人以为他是平民孩子，让他帮忙摘韭菜，给了1个铜板。我没藏私，他们说明天捡豆芽，捡得多给3个铜板。瑞锦熙眼睛酸胀，他可是相府小少爷啊。不错，知道做事赚钱给姐姐用，很好。爹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是相府小少爷，给下人做工赚钱，不丢相府的人吗？哦，闺女儿，凭实力挣钱不丢人。丢我的脸？那不行，不能给锦儿丢脸。爹，堂堂相府却要小孩子去赚钱，太过分了。妹妹生气了。爹，您是相爷，大雍王朝的中流砥柱，相府不能这样寒酸。锦祥该入学了，哥哥们该说清了，相府需要人操持。锦儿，你说咋办？爹听你的。家中的田产铺子还有吗？谁在管着？娘的嫁妆呢？没有田产铺子了，家里收支是福伯在管。没有田产铺子？你娘的嫁妆，爹都给你留着呢，没有动。娘的嫁妆里可有铺子？有的吧，爹记不清楚了。爹不是将铺契给你了？夫人有5间铺子，2处农庄，其中2间铺子在西里街繁华地段。小姐，你忘了，你将铺子交给表少爷打理了。啊，有这事？还是他娘刚死那会儿，表哥表姐教唆他，说他爹会娶后娘，霸占他娘嫁妆，让他将铺子交给表哥打理。瑞锦熙再度被原主气到了，那表哥初时还每月送账本送银子，这2年说买卖不好，账本银子都不送了，还哄着他倒贴。真是蠢啊！表哥哄骗我娘铺子，你们就不阻止吗？妹妹，是你说表哥比我们会做营生，交给他你放心。蠢死了！妹妹被气糊涂了，怎么骂起了自己呀？大小姐，快看看铺契在吗？在的，表小姐一来就翻腾，奴婢亲自保管的，我再去看看。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让爹还有大家跟着受苦了。锦儿，你不舒服吗？可能是侧世子一掌拍通了七窍，我变聪明了。锦儿原本就聪明的。小姐，铺契还在，还有农庄地契、库房钥匙，就是夫人留给你的首饰被表小姐借走了不少。借？有借必有还，待我能出府了，必定讨要回来。爹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柳姨娘毕竟跟了您，还有锦祥，家里的事务由她管吧。家里你做主。那好，打今儿起，柳姨娘就协理家事吧。我生母已逝，暂无主母，你管柳氏叫娘就好。爹，从今儿起，您每月50两利银，大哥在朝堂走动也给50两，二哥和三哥各40两，柳氏也拿40两，小锦祥20两，其他仆人也都涨一涨月例，柳姨娘看着办。发财了，谢谢妹妹。这些都是暂时的，以后会更多，相府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柳姨娘，
明天叫彩凤来给大家量体裁衣，每个人都要有。主子们每人里外4套，下人们每人2套，每个季度做1次。爹，景祥该入学了，这事您负责。哎，另外大厨房换个厨子，要手艺好的，再添个面案师傅。柳姨娘，给哥哥们添些配饰，给景祥也挑好的。对了，柳姨娘，我给你1万两银子，你入账，用来府中各种支出。另外把相府修整一下，要有新气象，现在的样子太落魄了。锦儿，那些银子你留着用，爹会想办法。你有啥办法？再去当御赐之物，我怕皇帝罢了你的官，咱们连住处都没有了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专心读书，不要去找活干了，我会赚钱养家的。近日，官员们发现瑞丞相父子走路带着风，精神饱满，容光焕发，衣着装扮也与之前的过度朴素不同。现在的穿着与身份相符，圣宣帝都忍不住夸了2句，总算是有了大国丞相的气派，而不是一身穷酸。老王呀，今日去我府上饮一杯。你真的发财了？莫非你扣下了赔偿银，舍得不给闺女了？胡说什么呢？那是赔给我闺女的，我怎么会私自扣下？那你这穷鬼怎么舍得请客？嘿嘿，府上现在有锦儿涨价，换了新厨子，味道不错。锦丫头涨价，她不出去造了？啊，锦丫头长本事了，会涨价了，我得去瞧瞧。走，让你去瞧瞧。这好像不是锦丫头的马车，是妹妹特意给父亲置办的。待会儿回府，先给锦儿探探脉。锦丫头应该大好了，岑姨女说她恢复力超强。锦儿自小被她娘精心照顾，几乎没生过病。若不是被世子打伤，她还没在床上躺过这么长时间呢。皇上怎么想的？同意了皇后的赐婚，为何一直不下旨啊？一旨已经下了，只是因着世子的原因，皇上暂时扣下了。哦，你且说说，你是否愿意？我同意，是不想锦儿嫁去北周。北周要和亲，是真的？北周提出送公主来和亲，要求大雍也送个公主过去。圣宣帝只有2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真要和亲，人选就落到了王孙贵族和官员之女身上。可是侧世子抗拒得很啊。我闺女也不稀罕他，等北周之事过去再和离，相府的大门永远为锦儿敞开。哟，门头都气派了。那是，闺女说了要符合身份。锦儿弄得不错吧？好。告诉小姐，王太医来了，待会儿给她探探脉，中午留饭。哎，是花茶？是金银花茶，近来有些咳痰。闺女说是药3分毒，喝点这花茶有清热利咽的效果，还能够清肺火、心火或是胃火。锦丫头何时懂这些了？哎，这次受伤呀，让她卧床不能动，嫌闷，别让丫鬟们寻了杂书念，学到这些的。学得好，挺对症。锦丫头变了好多。那是，只是这变化的诱因让人心痛呀。怎么？锦儿被世子打伤，是遭人陷害，她这是受打击了。爹，王太医好。锦儿怎么站起来了？躺着实在不舒服。怎么，对医术感兴趣了？是呀，王伯伯能教我吗？您给我吃的药丸太神奇了，我想知道它的成分。那2味药可是御用的药方，不能随意告人。有啥不能告人的？快告诉锦儿，我答应帮你做件事儿。好，取纸笔来，我给你家小姐写药方。等等爹，可不能随意应承别人，都不知道要你做什么。呵呵，闺女担心爹，没关系，你王伯伯不会害爹的。不想要方子了？要，你快写，我印下了。这些药材我没按照入药顺序写，不要随意给人看去，万一有人试做，不是良药，是毒药。御用药方不得随意外传，只是药材名告诉锦丫头无妨，但制作过程就不能告知了。瑞锦熙觉得亏了。能看懂？不懂，只是这几日刚好看到鸡血藤不宜与人参同时，这方子里刚好有这2味。是学到东西了。这2味不能同时，亦不能同时入药，但入这副药却是可以的。我家锦儿好像对医术起了兴趣，你有空给教教。瑞妍，宠孩子要有原则。怎的？你不想教啊？哎呀，教，只要他想学，我就教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你这厨子换得好啊，炒凉拌凉样样美味，就是面条都做得筋道，再配上好好的杏花粉，真是人间一大幸事啊。与丞相府一墙之隔的宣王府，世子爷，那2个珠子是吏部侍郎嫡女捡入出袍袖上的，因为丢了珠子，杖杀了随刺的婢女。属下发现
相府大公子也在查那件事，他找的是安远侯府二少夫人顾氏，顾氏与瑞相嫡女是表亲。那日出事时，他站在瑞小姐身后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那女人在做什么？一直在府里待着养伤。哼，最好养一辈子，就该废了她的手。那只手竟然敢！父王，您找我。左儿，今日宫里有人议论的事，你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皇伯刚派人送信来，他要派人宣旨了。为什么是我？这不是误打误撞吗？你皇伯原本选的是武安侯之子，但事出突然，还被皇后横插了一手。倪母妃对蕊小姐有不同的看法，她不知何时见过蕊小姐，认为她性子纯真热情。纯真？整天追着男人跑，是很热情。人家姑娘可没瞎追，是挑着俊男追的，而且眼光奇好。母妃，您一定是眼花了。瞎说，母妃年轻貌美，眼神好着呢。您不知道那花痴女很嚣张跋扈吗？嚣张有，跋扈倒不至于。如新，你好像很了解蕊小姐。不了解啊，就是看着特别的顺眼。我也很奇怪，莫名其妙的就喜欢。左儿啊，娶回来让母妃高兴高兴啊。母妃喜欢自己娶。我倒是想，你看皇上和你父王同意吗？瑞锦熙不知道自己被未来婆婆莫名喜欢。小姐，表小姐来了，被门房拦住了，说要先递帖子。做得好，这柳姨娘办事甚得我意。你要见吗？见。我伤了这么久，她可是第一次登门。锦溪，相府的门房要撵走了，竟敢不让我们进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你是谁？怎么被打傻了？不认识表姐了？表姐？我躺在床上1月有余，你曾来过？啊，这个呀，府里事太多了，你也知道，表姐上有公婆要伺候，下有侄儿要照顾，实在是忙不过来。你不过是庶出的二少夫人，侯夫人好像并不待见你。我这不是偷空来看你了吗？还是你这里的点心好吃。哎，对了，我进府时发现府里不一样了，姨父发财了吗？你从进来到现在没问过我一句伤情，干什么来的？哟，怎么和姐说话的？不就是没有及时探望吗？这不是来了？你算什么姐？表姐而已。表姐也是姐。好了，姐给你赔罪，莫生气。听说宣王府赔了不少好东西，在哪儿呢？让姐开开眼。她自觉地走向梳妆台，手伸向了首饰盒。哎呦，香兰，你放肆，干什么打我？哎，小姐的东西不能随意动。啥？哼，你们小姐的东西，我想怎么动就怎么动。你小姐都没说啥，你发什么疯？我的东西你不许动，以后都不许动。锦溪，真不认人了？是我呀，我们可是好姐妹。把你借走的首饰还给我，还有这些年借走的银两。别瞎说，那些可是你给我的。是借给的，有借就要还。把这些年拿走的都给我还回来。疯了，你今天疯了吗？我是你表姐。一表3000里，有些账该算算了。我看你是鬼上身了，净说胡话。今晚先回来啊，快找大夫给你们小姐看看，别是得了癔症。哎呀，真是晦气，出门该看看黄历的。小姐，就让她这么走了？香草，你跟上她，看她是直接回府，还是去了其他地方。是。香柚，请2少爷和3少爷来，找个可靠的小厮，去看看表哥在哪儿，在做什么。哎，我们今天会不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有了提防啊？不怕，就是要惊一惊他们，让他们慌乱，才有机会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妹妹，出什么事了？二哥、三哥，刚才表姐来，我让她把借走的还回来。她可能以为我是一时闹脾气，也可能会当真。若是当真了，就会与表哥商议对策。妹妹想让我们去监视？是的，我担心他们转移财产，他们欠我很多。那我去京府衙门看看底部上铺期有没有变动。姐姐，下雪啦，学堂好玩吗？先生好吗？同窗好相处吗？吉祥开心的点头，一一回答。上课要专心听讲，下课了专心玩乐。我听姐姐的。小姐，我看到表小姐去找表少爷了。喘口气，喝点水，慢慢说。奴婢跟着表小姐出门，听她对教父说回府，到了华兴路，突然掉头朝七里街去了。你看到表兄了？没有。奴婢跟到七里街，3少爷突然来了，他让奴婢先回来。半个时辰后，小姐，表少爷在博彩坊。香兰，我们去七里街看看。小姐，您能出门啦？坐马车去，不碍事。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
三哥，我们进去。给小姐见礼了。小主子们突然到此，不知何事啊？老掌柜贵姓？不敢，在下面贵姓张，是你们母亲的陪房管事。张叔。小姐，有何吩咐？顾清贵多久来一次？一旬，来拿银子。可有入账？有的。小姐，您这是？张叔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让顾清贵兄妹哄骗着，将铺子交给顾清贵掌管。现在本小姐要收回，自己管。是真的吗？你将所有账本整理出来，直接送到相府，不要惊动顾清贵。好。我娘其他铺子的掌柜您熟吗？熟是熟，但近2年来往少了，只有一条街的布庄老李时不时的回来喝口茶。我知道了，从今天起不能让顾清贵取走银子，我会在月巡时让三哥来取。小姐真要收回自己管，先去春正街看看吧。可是有不妥。他换了掌柜，林掌柜不知去向，人家已经找了月余。谢谢告知，麻烦您告诉林家人可去相府找我。顾青金不在茶铺，你干嘛守在这儿啊？他进了斜过的脂粉铺，一直没出来。脂粉铺？那个铺子做美容吗？不是来找顾清贵的。还要跟吗，妹妹？不用，我们去布庄通知掌柜，我要接管，让他准备账本。三哥去就好，你先回，莫要累着了。我把所有铺子都跑一圈，尤其是春正街的。那就有劳三哥了。一群人抬着个门板过来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郎中，快救人！他从屋顶上摔下来的。这是血气胸症状，要手术的，再不救治有生命危险。瑞锦熙本能的要上前接手，这才看到手上不知何时多了个急救箱。你救不了他，让开！瑞锦熙快速的完成手上的动作，眼睁睁的看着快死的男人又恢复了生机。姑娘是谁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能救人呢？我是相府嫡女，这人因是从高处摔下，导致血气胸，就是胸腔受损出血，并有气体进入，只有引流出胸腔的血液和气体才能救他。这个管子就是用来引流的，所以他不会死了。这还要看你们的了，他肋骨有可能骨折，你们要查一下，还要精心照顾。能不能替我保密？我不想再增加人们的话题。我走了。等等，这东西怎么办？现在还不能拔，12时辰后他没事了才能拔。明早我再来，别让其他人看到。那你记得来，我们不会弄这个。这个先留在这儿可以吗？可以。我得走了，明天见。闭上眼睛想着刚才的事，他的眼睛竟然能透视，还有那突然出现在手里的急救箱，好玄幻。那个急救箱也是假的吗？手上又多了个急救箱，这要往哪藏啊？要怎么解释？能收回去吗？突然急救箱不见了，瑞锦熙眼前出现一个医疗室，有各种医疗器械，还有各种药品，中药西药都有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？我居然有了一个医疗空间。我查过了，官府底部上是你的名字，爹当时直接过到你名下了，包括娘的嫁妆明细都在官街留了备案。爹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。瑞锦熙告诉瑞锦博，他突然出门的原因是小厮看到顾清贵在赌房，我担心他们赌博输掉铺子，才急忙跑去茶铺，告知掌柜不许他再提银子。茶铺的掌柜说春正街的林掌柜失踪月余了，三哥过去查了，林家人应该没报案。张掌柜说寻了月余了，为啥不报案？刑部没接到，我明天去京兆府问问。妹妹，对不起，是我们疏忽了，让他们哄骗了你。不怪你们，是我自己傻。妹妹，有饭吗？大哥也没吃呢。再煮2碗肉丝面。要大碗。大哥，爹回来了吗？没呢，北周要谈和，皇上有很多事情要和那些重臣商议。景儿，林掌柜失踪多日，林家已经报官了。报哪个衙门了？刑部没收到。玄镜司怎么报那儿了？不知道，没说。这是涉及大案了，我还准备明天去京兆府问呢。不要问了，玄镜司接收的案子不能随意打听。那妹妹的铺子不收了？收，铺子是妹妹的，但找顾清贵不问林掌柜。你先不要去接零活了，这些日子护在妹妹身边，帮她跑腿。我晓得。二哥，不是让你在家读书吗？怎么还去刑部当差啊？你二哥通过了刑部考核，已是正式编制了。恭喜二哥。那三哥有想做的吗？不要因我耽误了。不会，我就是偶尔做木雕，雕空做就行。不是。三哥喜欢雕刻，纯属爱好。大哥，妹妹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是不一样了，她今天对茶铺掌柜说话很温和，没了以前的嚣张。是我没有护好妹妹，让她遭了大罪，性情大变呢。可是我更喜欢现在的妹妹。我也是，妹妹嫁世子是躲不过了，我们要努力给妹妹做坚强的后盾。我们会的。不要插手林掌柜的事，这么多年都是表兄在管理，有事让他顶，你只帮妹妹收铺子。我知道，
大哥，妹妹要出嫁了，收铺子、梳理嫁妆很正常。对，玄镜司肯定知道你去找过林掌柜了。若是询问，就这样说。旁边王府，世子爷，相府三公子今天去了林家。他怎么会去那儿？春正街首饰铺是瑞相尹氏夫人的陪嫁，后来归嫡女所有，一直是顾清贵经营，现在要收回自己管。自己管？他有那脑子吗？顾清贵可知道此事？应该不知道，他今天一直待在博彩坊，属下回来前还未离开。早晨的空气清新纯净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。昨天匆忙，还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。我叫叶婉清，瑞小姐叫我婉清就好。婉清好，你也别称我小姐了，叫我锦溪吧。爷爷怕她醒来看到那管子吓到了，为避免麻烦，给她服用了些安睡的药。瑞小姐，我们能看你操作吗？叶，你们随意，我不忌讳的。她醒来就告诉她是摔下来划伤的，按时换药即可。老爷子，婉清，我想你们替我保密。我的医术是个神秘人教的，东西也是他留给我的。我这个神秘师傅阴差阳错救了我，不愿让人知道。昨天为了救人我才出手。你师傅的医术应该很高明。应该是吧，我昨天第一次救人。你很厉害，爷爷后面仔细查看过，他的确是内出血，若不是你，我们救不了他。老爷子的医术才是高明，我还想着把急救箱留在这儿，可以吗？你与传闻不一样。传闻吗？自然是有水分的。你若喜欢行医，可以到善元堂来。可以吗？锦溪，谢谢您。我不能常来，但有急症可以去相府找我。您相信他的医术？他在救人时眼神是自信坚定，手法纯熟，不是生手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这一大早你去哪儿了？三哥，我趁早上凉快去见了个朋友，突然想到的，没有来得及交代。崴脚了？哎，快去请大夫。哎，别，没崴脚，应该是磨起泡了。哎呀，怎么弄的？哎呀，怪我？为啥怪你？是我自找的，别往自己身上揽。很严重吗？不严重，没事的，三哥，就是起了几个泡。妹妹，受伤了就躺着。不碍事。三哥，今天还得辛苦你去找顾清贵，让他交账本，我要查账。不辛苦，三哥待会儿就去。除了春正街的首饰铺，其他铺子的掌柜今天就能交上来。首饰铺现在谁主事？原来的二掌柜管着，平日里有5个伙计守着。那也会记账，让他交。三哥，帮我重新做几个对牌，以后见新牌子说事。好，没有嘱咐的哥就去办事了。三哥，让掌柜们带着账本来，我要亲自查。快晌午时，来啦，都坐吧。瑞锦熙将米铺和笔铺的账本往刘梁2位掌柜面前一推，表哥一会儿就到，你们可以当面对对账，看看他拿走的是否与账本上的一致。不明白他怎么看出来的。这几年表少爷最初还算敬业，后来认了毒瘾，很少去铺子，只是月巡去拿银子，他们便起了小心思。可他们把亏空都记在了表少爷名下，小小姐如何看出的？难道是在诈他们？二掌柜当不了大掌柜，原来是不会记账啊。小姐这话不妥吧？在家的账目记得很清楚明白呀。一本假账写得再清楚也是假的。小姐不懂，别冤枉人呢。冤枉？你不承认没关系，我已让人去报官，官府有专人会查账，一定会还你清白。哼，你是仗势欺人，胡说八道。瑞小姐的名声大家都知道，她什么都不懂，给我们胡乱扣帽子，这是陷害。哎，锦琛，我是你表哥哎，快松手，快放手，快！妹妹，他从昨天到刚才一直在赌场，幸亏哥去了，他正要压铺子呢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表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顾清贵，以后铺子里的事不用你管了，这些年的账也该好好算算了。瑞锦熙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这几年辛苦经营，你说收就收，凭啥呀？凭我是真正的主人，凭你奸主自盗，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。你不知道吧？上行下效，你贪我的，这2人仿效，还将账目记在了你的名下，竟敢陷害老子！这个更胆大，直接拿着新做的假账本来打混。这花痴女怎么分辨得出来的？很奇怪吗？林掌柜失踪，你接替他记账，应该有2种笔记，这上面只有1种不是假的，是什么？这么低级的漏洞，你当本小姐是白痴吗？表妹啊，是个误会。林掌柜失踪，账本找不到了，我才让他补了一本。这么巧啊！我已报官，你们涉嫌贪墨，转移主家财物，去刑部衙门论清白吧。刑部？哎，别，表妹，你不能够啊，这边有误会。表哥，
你骗我妹妹说铺子亏钱，不仅不上交银子，还哄妹妹贴补你，你的良心不痛吗？我没有，铺子真亏了钱，都亏到赌场了吧？萧小姐没收到银子，表少爷，你真的贪了银子？我们自家事儿，你们一边去。谁和你一家人？你姓顾，我姓瑞。嘿嘿，表妹，不用分那么清吧？当然要了，你要退还他们的银两，还要赔偿我贴补的银子。表妹，别把事情做绝。你想怎样？这个姨丈一遇到表妹的事就毫无理性。姨丈，把这几个人都抓回去好好审，敢贪我闺女的银子，给本相都吐出来，判刑。小的都是听表少爷吩咐的。爹，抓到衙门去审吧，别和他啰嗦。嘿，误会都是误会。哎，姨丈，表妹，你听我解释。静儿没吓着吧？没有。爹，大哥，快坐。不知2位掌柜可有人选推荐？玉兴号需要3位掌柜。萧小姐，就叫小姐吧。夫人已经过世多年了。小姐，林掌柜之子林浩可算一个。玉兴号比铺的前伙计沈从可胜任。钱不在比铺了吗？回小姐，沈从因发现账本有问题，被梁掌柜辞退了。那他还愿意回来？应该会吧，毕竟做了多年，而且他好像一直没有固定的伙计啊。那你去问问，还有推荐吗？还有个米铺。两人想了想，摇摇头，让福伯的孙子去吧，那小子还算机灵。景儿，安平是个好人选。有了2位掌柜，去将沈从和林浩找来，先把铺子关段时间，盘点一下存货，我想重新规划一下。小姐，表少爷这2年没给你送银子。不仅没送银子，账本也没有，还说亏了钱，从我这里又拿去不少周转。哎呀，表少爷好赌，这银子怕是要不回来了。现在不是担心能否讨要回来，而是及时止损。说得对，以前的就当买教训了，眼光要往前看。旁边的宣王府，世子要把顾清贵保出来吗？这个花痴女的动作好快，她的伤好了？好像没有，远远看着行动不便。世子要保顾清贵吗？不保，静观其变。顾清贵在首饰铺售卖被盗的物品，这些物品都是皇陵出土，他们一直没查出盗墓人。偶然发现顾清贵在帮着销赃，跟了大半年，一直未等到幕后人，却被林掌柜发现了顾清贵进的货来路不明，两人发生了争执，林掌柜被赶了出去。等盯梢顾清贵的人追去问话时，发现了被打伤昏迷的林掌柜，亏得发现及时，不然林掌柜已不存了。盯住刑部，看看谁会接近顾清贵。那个人儿或许知道些事，和刑部的人说一声，好好审。花痴女若是发现首饰铺是个销赃窝，会怎样？瑞锦熙在家待了2天，脚底好了大半，查收铺子、盘点货物的事都交给了瑞三哥。林浩和沈从愿意接管铺子，却不愿见他。他们是美男吗？嘿嘿，好像是。有哥哥们帅气俊美吗？哥不知道，有机会你亲自比较。二哥可有说顾清贵交代了什么？我的银子能追回来吗？他们怀疑顾清贵害死了林掌柜，要往深了审。二哥说铺子里的货要好好清点，来路不正的都封起来。来路不正？二哥说有些首饰是赃物。三哥，你快去告诉林浩，速速清点完，将那些东西送去衙门，大张旗鼓的去。另外，将我们原有的首饰都打包回来，铺子关到案子破了再开，重新装修吧。孙少爷，属下今日盘点存货，发现不少没有登记进货渠道的饰品，件件华贵，像是御用之物。孙少爷，我爹失踪会不会与此有关呢？林浩，不瞒你说，刑部正调查呢，你赶紧回去将所有首饰打包，来路不明的送到刑部去，其他的送回来。瑞三少爷，侧世子有请。这位世子全身透露着冷漠危险的气息，妹妹嫁给这样的人怎么会幸福？侧世子有事。瑞三少爷，听闻你们要将一些首饰送往刑部，你派人监视我们？玄镜司办案无需解释，我好心提醒你们，那些东西放在铺子里更好一些。多谢世子提醒。相府的人都这么拽吗？这个瑞三少爷不简单。袁聪，命人守住首饰铺，认真观察进出的人。是。哼，想摘出去，晚了。早干嘛去了？直到晚上。妹妹，首饰铺暂时别有动作了。为啥？我去看过了，那些东西应该是从皇陵出来的，事情大了。他竟然派人监视我们，把相府当什么了？妹妹莫气，这是玄镜司的职能，他们可以监视任何人。玄镜司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掌管者。一个残废不敢露脸的人有这么大权力，
真是不能以貌取人。那铺子正常营业？只是那些饰品我都让收起来，不再售卖。翌日，瑞锦熙想去善元堂，刚走到门口，锦熙，你个没良心的，天杀的，你还我儿子！你表兄为你辛苦掌管铺子，你去送他顿大狱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在相府门口撒野？天杀的，你竟然打人！快来人呐，大家都来看看呐！这相府嫡女忘恩负义，陷害表兄大表姐，还要对付亲姨呀！你打我，我和你拼了！活该，大清早的扰人清静。你们母女可真恶心，吃我的用我的，又拿又贪，哪来的脸上门找事？你胡说！我是你姨母，我们顾家是显贵人家，拿你什么贪你什么了？你头上的金钗，耳朵上的坠子，脖子上的链子，手上的镯子，都是我的。顾家显贵，小小4品官都是拜我爹给的，靠着哄骗我得去的银子，你们才有吃有喝，不然你们根本就是破落户。说我没良心，你们的良心呢？狗吃了！去，给本小姐搬把椅子来。他们既然不要脸，在门口大闹，本小姐奉陪。就在这里说道说道。没眼力劲儿的，不知道给本妃也搬张椅子，拿些瓜子茶水。要把你公婆请来吗？安远侯知道你1多半的嫁妆是从我这儿偷去的吗？周围一片哗然。当年顾家嫁女，嫁妆可是丰厚的惊动了全京城，原来是偷来的。急什么？来都来了，今儿就掰扯个明明白白。是你愿意的。哼，当年我刚丧母，你们哄骗悲伤的幼女，将银钱交给你们保管，只是这保管的财物为何成了她的嫁妆？顾清贵好赌，贪慕铺子里的银两去赌博。何姨母，你为何不说？你们拿走的我这里都有记录，一样不缺一样不损的还回来，否则本小姐上衙门告你们偷盗欺诈。胡说，我们偷什么了？欺什么了？不告而取谓之偷也，欺我年幼，哄骗钱财，诈也。顾夫人，我们有证据和证人的。姨母，您是体面人，这事怎么解决？您自个儿说说。解决个屁呀！瑞锦熙，你不让我们走就是禁锢，不怕相爷被弹劾吗？我让你们走，只要你们不怕被婆家休弃。你想做什么？春兰，去衙门里击鼓投状子，我倒要看看是他们先弹劾我爹，还是衙门先抓他们。你哟，刚才说漏了，这祖母绿的戒指也是我娘的，姨夫人把首饰带来了，就别累着她再带回去了，给我全取下来，别忘了顾青晶，把她身上的也给我拿下来，那裙子也是我的。小姐，裙子别扒了吧，脏。哦，不要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姨母，将从我这里偷骗的财物3日内都还回来，否则我们衙门见。带着顾青晶仓皇离开，不消片刻，相府门前的闹剧就会传遍京城。见过宣王妃。锦熙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王妃随意。哎呀，锦熙干得漂亮。王妃不觉得我太嚣张吗？不觉得我错了吗？都被欺上门了，不打回去是傻子。不论对错，先打了再说。锦熙啊，那母女俩可不是善茬，需要帮忙啊就和我说，王府离着近，着人说一声，会一准来。谢谢王妃，我能处理。瑞锦熙的自信淡定，让宣王妃更加欣赏，这丫头就该配几云册。婆婆看媳妇儿越看越稀罕。母妃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是你啊？母妃，你怎么和花痴女说话？云丽，不得无礼，锦熙是你未来嫂嫂，快道歉。才不，大哥不会娶她的。王妃莫气，她说的对，那婚事太勉强了。不勉强，放心，你做我儿媳妇啊，坐定了。臭小子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。马上就到午时了，还是按原计划去了善元堂。锦熙，你来的正好，检验一下我的缝合术。婉晴，很多伤口不需要缝这么细，你是在救命，不是绣花。瑞锦熙详细的告诉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细致，什么伤口可以大针脚，还给他讲如何接筋续脉。不知何时进来的叶老爷子坐在门边静静听着。老爷子，您何时来的？老夫进来好久了，是你们俩太投入了。爷爷，你有听到锦溪说的接山续脉吗？方大柱有希望了。断掉的筋脉真能接好。要看伤情，还有伤了多久。若是神经坏死的，就无法补救了。锦溪，你救救方大柱，
他的脚筋被柴刀砍伤了，再没办法救治，他就要残了。他们家就他一个壮劳力，若治不好，那个家就垮了。我得看过之后才知道能不能补救。先让锦丫头吃饭，派个药童去通知方大柱，下午来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去给小姐备饭。锦丫头，近日可是有受伤啊，且伤得不轻。是的，老爷子，我以为好了，还是被您瞧出来了。老爷子，您的医术比太医院王太医厉害多了。王太医是我师叔，他的师傅与爷爷同出一门。哦，我爹还想我跟他学医来着，可惜王太医好像没那意思。你的医术很好了，还要学啊？学无止境嘛。再说了，每个大夫擅长的方向不同，需要多方面学习。这话在理，特别是在用药上，每个人都有独家秘方，都有专长。若你愿意，可跟着老夫学本门医术。你已有师傅，无需拜在我门下，老夫一样教你，不会藏私。我师傅不会介意的。师傅，这是为师的见面礼。又等了片刻，方大柱被人抬了进来。经过询问，瑞锦熙知道他伤了快半个月了，仔细检查一番，偷偷利用透视眼扫描了一下，还好，神经末端还未坏死，接上就行。这位姑娘，你说真的？这是医馆新来的大夫，医术高明，你们别以貌取人。你的脚，只有他能治，他是老夫的徒弟。女大夫，你给俺治吧。明天吧，今天要做准备。师傅，让他住在这里，明早手术。就是明早治疗，你住下来，好好休息一晚。就这样吧，等方大柱好了，再付治疗费。谢谢叶大夫，谢谢。瑞锦熙借着检查急救箱的机会，将明天要用的东西补充进去。他发现他的眼睛每天最多能检视2个人，超过这个数就看不到了。明早4时手术，让人用高度酒将床铺擦抹2遍，可以消毒杀菌，将床铺加高，方便手术。锦溪，你说的那个手术，我们能看吗？当然能，你还要帮忙的，不过人不能多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。宣王妃听说世子回府了，特意跑去青松院，绘声绘色地将早晨的事描述一遍。没想到他不仅花痴，还暴力。哪里暴力了？从始至终就打了他表姐一巴掌，还是他表姐先动的手。锦丫头还是胆子小，应该多揍几下。母妃，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哼，你打伤锦丫头才叫暴力呢。我说侧儿啊，你惜福吧，若不是误打误撞，有人嫁你吗？哎呀，都怪我当初若是……母妃，怎能怪您？坏人处心积虑要害人，我们防不胜防。你的脸……没事的，母妃不用担心。您刚才说瑞锦熙要他们3日内还银子。是的，锦丫头说不还就去衙门告他们又偷又骗。侧儿啊，锦丫头要是告状，你帮帮她。不需要，瑞相自会帮他。对呀，瑞相最宠锦丫头了。大哥，见过母妃。大哥。哟，这谁呀？叫错了吧？母妃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本妃不能来吗？这可是我儿子的房间。能，你想去哪儿都行。你做错事了，赶紧给母妃赔不是。大哥，我没错，母妃让我叫那花痴女嫂嫂，怎么可能嘛？见了人要有礼貌，不能再像今天这样无礼。我大哥不会娶她的，是吧，大哥？大哥不能拒绝。皇伯又没逼你，皇后懿旨没来，不算数的。云烈，不可胡说，皇后懿旨早已下达，不能更改的。怎么没听说？还在皇上那里，不日就会宣旨。皇宫内，胡太医，娘娘有何不妥？没有，娘娘好得很。你这表情可不像。娘娘恕罪，臣是想到自家小女了。本宫记得你女儿在太医院任职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小女得罪了瑞相之女，已被太医院除名。本宫的赐婚遗旨还没下到梁府吗？懿旨被皇上压下了，说是侍卫相千金稍好再宣。胡太医，你女儿好了吗？伤筋动骨，怎么也得100日才能见好。这么说来，瑞相女儿要养好长时间了。娘娘有所不知啊，相府千金早已完好，今日还在相府门前嚣张跋扈，欺负上门的亲戚。好了，不是很严重吗？王太医用了圣药参血丸和大还丹。什么？他也配用圣药？本宫要去见皇上，既然好了，就该成亲了。一个花痴女，就因为是瑞相的女儿，
就能用圣药，一个残废，皇上拿他当宝，自己的儿子多努力都看不到，凭什么最让人看不起的两人能得到皇上的眷顾？傍晚，姐姐，你被欺负了。锦儿，你可有伤到？柳氏当时在干嘛？爹，我没伤到，柳姨娘一早就去庄上了，别迁怒人。我真没事，我是能被欺负的吗？你们小瞧我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担心你，就是担心你。哼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拜师了，我拜了善元堂的叶老爷子为师，跟着他学艺。锦儿，你真的喜欢学医呀？是的，爹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挺有学医的天赋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叶老先生的医术比王太医还高，他能收你为徒是你的造化。爹认识叶老爷子？老先生曾被请进宫中看病。这个善元堂是真的善，好多穷人看病是免费的，而且里面的大夫个个医术高明。衙门的兄弟受了伤都去那儿看，锦儿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师傅。明天我就要开始学习了，铺子和庄子的事就麻烦三哥和柳姨娘关照了。不麻烦，妹妹学好了给三哥看病。才不，我要你们无病无灾，平安顺遂。锦儿说的对，我们全都要好好的。次日，女大夫好，我们要开始了吗？你好啊，叫我锦大夫就好。我们还有半个时辰才开始，你可以活动活动，让学徒扶你去方便一下。老爷子呢？爷爷在准备一些药材，备着待会儿用。金丫头，需要麻佛散吗？师傅，我有准备更好的麻药，您就坐那儿看着就好。打麻药、消毒、备皮，所有的术前准备，瑞锦熙边做边解释。一个人完成手术，瑞锦熙有些吃力。瑞锦熙让叶婉晴进行表皮缝合，缝得漂亮。爷爷，我会缝合了，只是暂时的，麻药劲儿过了，你会很疼。只要能走路，我能忍。手术很成功，1个月后可以慢慢开始锻炼，3个月后才能恢复。为了以后都能正常行走，你要听锦大夫的话。我听话，听话。府里派人来找，催他快回府。爹，出什么事了？锦儿，快去换身衣服，宣旨公公马上到。相爷，人到齐了。齐了，请福公公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应皇后慈心，丞相嫡女瑞锦熙才德兼备，持公殊慎，贞顺自然，正直妙龄，特指婚宣王府世子莫云策为世子正妃，则有司择日完婚，亲子。他才来这个世界，刚享受了几天亲情，就要骨肉分离了。那个凶狠的世子能善待他？锦儿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真把女儿嫁了？锦儿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爹本想多拖些时日，可是皇后昨日大闹御书房，皇上无奈只能宣旨了。爹不想你远嫁，皇上也不会让相府与北周有牵扯。正好赏花宴上，皇后歪打正着，解决了问题。唉，古代这点真不好，皇家的事要臣子承受。我不去北周，这事会落在谁头上？还未商定。世子欺负我怎么办？他敢！锦儿别怕，爹和王爷商量一下，在阁墙上开个洞门，你每天都能回家来。世子若真对你不好，等北周事了，你就和离归家，爹养你一辈子。大哥也能养你啊？我也能。说是我抗旨，抗就抗了，大不了一死，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。爹，事已至此，嫁吧。如爹所说，大不了和离，不休了他。本小姐不是好欺负的。宣王妃迫不及待要去翻黄历选日子，王妃可真是心急，世子成亲不得钦天监看日子吗？侧妃说的是，侧儿成亲是大事，王爷你现在就去钦天监，今儿个就把日子定下来。啊，王府的日子要热闹喽！你在嘀咕什么？大哥，府里俩女人已经不清静了，再来一个能唱戏了。小孩子懂什么？母妃从不理会歧视。可那个花痴女会向着谁？她若对母妃不敬不孝，休了便是。婚事定了，2个当事人都是高高挂起，事不关己。只有宣王妃情绪高涨，瑞锦熙只关心她的银子。香兰，顾青金可有派人来？回小姐，没有。今天是第几日了？已过了3日，今儿是第4日。大哥文笔好，请大哥写份状子递到金府。不，刑部衙门，告诉二哥，让他同僚去抓人。刑部今日做衙的是刑部主事赵大人。大人，宣王府和相府联姻，可有听说？听说了，皇上应皇后懿旨，又下了圣旨。世子可是与玄镜司关系密切。赵大人懂了，安远侯可比不过侧世子，更比不过玄镜司。来人，去顾府和侯府带人犯。
太太，刑部衙门来人说您被告偷窃、哄骗、强占他人财物的罪行，要带您去衙门问话。天杀的小蹄子，真是不讲亲情了。顾青青前脚到刑部大堂，侯府家丁后脚就送来休书。顾氏贪没了相府财物做嫁妆，理应归还，你们去帮着清点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你眼里有吗？屈氏却扑上去要打，瑞锦熙见躲不过，抬脚踢了出去。妹妹，脚疼吗？哎呦，我的腰啊，我的腰！大人，您看到了，是这妇人偷袭舍妹，我妹妹是正当防卫。是，本官看到了。大人，她虽是我姨母，可没有把我当亲人。他们欺我当初年幼，又遭逢丧母之痛，坑骗霸占相府财物，致使相府多年来穷困潦倒，都怪小女有眼无珠，错信了姨母和表兄表姐。你们别听他胡说，定罪要有证据的。大人，请派人去他家里搜查，很多摆件事物都是我娘嫁妆，官府都有备案，可做证据。前往安远侯府的捕快回来一个。大人，侯府闹得不可开交。为何？他们还要克扣顾氏嫁妆不成？侯府不承认顾氏嫁妆丰厚，说她的嫁妆已经被顾氏自己挥霍完了。小姐，侯府的人在撒谎，奴婢亲眼看到侯夫人和狄小姐的头上戴着夫人留给你的饰物。瑞锦熙早就知道顾青青看不上做妾的婆婆，竭力巴结郑氏夫人，从她这儿捞去的好东西大都孝敬了侯夫人，讨好了李玉柔。赵大人，我们兄妹可以陪着您走一趟。好事的人很多，乌泱泱的跟到侯府。此时的侯府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赵大人，侯夫人滥用私刑，致人重伤，该抓回去判刑。谁敢？这里是侯府，我可是侯夫人。你草菅人命，罔顾律法，判你几10年刑期，绰绰有余。哼，我就是打死他，也无人敢治本夫人的罪。赵大人，您可听到了？这么多人见证，侯夫人藐视皇权，无视国法，应该上达天听，您无权过问了。下官这就进宫，向皇上讨旨意。大人，别忘了告诉皇上，他们母女侵占他人财物，霸占儿媳嫁妆。大人莫冲动，等侯爷回来会给您交代。瑞小姐，先找大夫来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肋骨断裂，插进了胸腔，没得救了。李晨想抱起顾青青，她肋骨断了，若想她活着，别乱动。锦溪妹妹，她纵有万般不是，不至于赔上性命。我妹妹在帮你，别冤枉好人。你早干嘛了？她快死了才知道护着。我哭什么？这不还没死呢，晦气！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，对侯夫人指指点点。滚出去！侯府岂是你们这等人能进的？侯府是哪等人能进的？金丫头啊，这里的事儿因你而起。皇上，此言差矣。今日的事起因是贪，是他们贪图他人，就是相府的财物造成的。相府还有财物，不是被你造没了吗？皇上，陈女士被人哄骗了，而且那是她年纪小啊。朕在问她，你急什么？皇上，我爹疼我，请不要怪罪。之前是我无知，让父兄背负了许多。相府穷困都扬名天下了，让大庸名誉受损。皇上，没那么夸张，别吓到我闺女。怎么，朕说不得呀？说的，是臣女做错了。你比你爹和兄长识趣。今日的事儿，你想怎么解决呀？臣女已报官，自是按律量判。赵肃，你说说怎么判呢？皇上，这事可大可小，可以按照家事处理。放屁！杀人是家事，那我现在杀了你也是家事。放肆！在皇上面前如此粗俗，相府就是这样的教养。放屁粗俗，侯爷千万别放，否则就是大不敬。本侯才不会放。连住3个响屁声从安远侯身后传出。好响的屁，比炮声还响，再来几个人都被你崩走了。皇上面子也兜不住了，对瑞相瞪眼，管管你闺女。锦儿，杀人犯法呢。爹，随便杀，大雍朝就是百姓的家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杀人是家事，看谁不顺眼打杀了就是，不许劳动官府。朕觉得锦丫头说的有道理。锦丫头，朕让你处理，你会怎么做呀？一定要说吗？一定要说。一码归一码，
顾家骗占财物，除归还所有财物外，可根据他们的认罪态度和大用律法量刑。安远侯夫人的罪行就严重了。皇上，侯夫人侵占他人财物，明知故犯，重伤顾青金，草菅人命，不惧王法，蔑视皇权。谁给他的底气？皇上可得好好问问。薄施粉黛的甜美脸庞，神情严肃，有着冷峻，透着霸气。这哪是传说的花痴女该有的气质？可见传闻不可信。又想到了赏花宴那日，或许他真误会了，是应该好好查查。皇上，臣女对律法不熟，不知如何量刑。但是侯夫人不仅要被判刑，还应该赔偿顾青金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哦，还要归还侵占的财物。瑞小姐，这精神损失是指？哦，这个是说顾青金被打，不仅身体受到伤害，情感上也受到了伤害，还有心里也会有创伤，要给予赔偿安抚。哼，这些天看了不少书啊。是的呢，我聪明吧？展大人，你来审理吧。安远侯犯下不敬之罪，贬为庶人，夺其妻告命。展大人问过顾青金伤情和药费后，很快做出判决，责令李卫士退还庶儿媳嫁妆及属于瑞家的财物，并赔偿顾氏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1万两，另判李卫士10年牢狱。此案完结。再说顾家，责令顾家退还所有欺骗霸占的财物。顾氏母女被判了8个月的劳役，念在顾青金重伤，可在伤好后服刑。顾清贵因牵扯其他案子，暂缓量刑。皇上，小民愿代其服刑。皇上，顾青金发生这样的事，不可能再在李家生活，求皇上赐个恩典，放他们一家离开。小民愿意，我不要李家一分一毫，只求带着亲娘和妻儿离开。朕是不是该摘了你脑袋？皇上饶命，臣草民愿与庶子脱离关系，让他带走亲娘。瑞锦熙见识了皇权的威力，他对皇帝比了个大拇指，无声地夸赞了一句：厉害。皇帝看懂了，心情顿时美好。赵苏，明日起守城门半年。安远侯府的事一夜之间传遍京城。霸气，不愧是我儿媳妇儿。那个李威氏啊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仗着李家祖上的功勋，耀武扬威，真正的嚣张跋扈。你未来的儿媳的确不错。皇后可真办了件好事啊！走，去库房挑聘礼。日子还没算出来呢，不急。我急呀，要是挑不出来，还得去外面置办。若是日子算出来的近呐，哭都来不及呢。相府没有主母，听说是锦丫头当家，一个姨娘协理。这走礼啊，就由我和相爷谈吧。我先见见，再看看儿媳妇的意思。一口一个儿媳妇，好像有多亲近似的。哎呦，干嘛掐我呀？你给我好好提醒侧儿，娶回来就真心相待，别搞出侧妃啊侍妾来，否则不等锦丫头找事儿，我先打断她那条能用的腿。如熙，心腹进了门，你说话就要注意了。注意什么呀？不要说你的风流史吗？那是意外，这些年来我可一直洁身自好，你不能总揪着不放啊。哼，你警告他别在我儿媳妇面前搞事，不然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瑞锦熙并没有完全收回财物，除了首饰，银钱很少，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给顾青青留了1半。小姐为何不把银子都收回来啊？好几千两呢。小姐心善，可怜那2个孩子。知我者香兰也。那个便宜表姐夫找到差事了？找到了，在一家酒楼做账房，他娘在家里面照顾表小姐和2个孩子。奴婢还听说李玉柔这2天日子不好过，卫士进了大牢，李家爵位被夺，侯爷日日管唤，李家大少奶奶当了家，竟给李玉柔添堵了。小姐以后出门避开李玉柔，奴婢发现她那日看你的眼神很凶呢。这天，婉晴，师傅去哪儿出诊了？中午不回来吗？听说是个很严重的病人，要扎针还要药浴，比较麻烦。那我先走了，我得视察一下铺子去。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花痴啊！瑞锦熙，这价值不菲的首饰，再看你也买不起。哪来的苍蝇，真讨厌！花痴不去追男人，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。
香倩，人家这是给自己置办嫁妆呢。哦，忘了，花痴配给残废了，还是个面具人，人们可都称赞是绝配呢。是不是绝配不知道，好心提醒你，洞房夜呀，千万别看世子的脸，我怕你不是恶心死，就是吓死。你见过？这么清楚是偷看世子了，这爱好挺特殊的。呸！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见了男人就往上扑？可惜了，姣好的花容月貌，要嫁给残废丑八怪了。所以才般配。是啊，很般配，不然皇后娘娘怎么会指婚呢？总不会是故意要羞辱王府或是相府吧？香兰，记得回去告诉相爷，明天问问皇上，皇后是故意要欺辱梁府吗？奴婢记住了，简侍郎之女和温大人之女取笑并妄议皇后的指婚。你胡说，我们没有取笑，没有妄议。大家都看到了，你们刚才笑得可欢呢。你们还口口声声骂世子是残废是丑八怪，不知道宣王宣王妃知道了会不会找你们，还有你们爹算账。两个丑八怪有什么资格评论别人啊？金丫头真巧啊，看上什么了？母妃给你买。给王妃见礼了。哎呦喂，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别那么见外。王妃，我妹妹还未嫁过去，该有的礼数还是要守的。当然是我太急了，丑八怪别在这里碍眼，你们缺少教养，乱嚼舌根，自会有人问责。金丫头啊，别在意他们，是来挑嫁妆吗？不要因为他们啊影响了心情。王妃人善，不与他们计较，就怕他们不长记性。去宫里找两个教养嬷嬷，送到简府和温家好好的教导一番两位小姐。金丫头是看上这套红玉首饰了，我送。王妃，请楼上说话。侧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公事看够了吗？你不是稀罕我，没啥可看的。哼，我这样的丑八怪是没看到。你丑不丑我不知道，这面具实在是丑。哎呦，锦丫头说的对，连个可闻都没有，光秃秃的，丑得很。刚才楼下的争执，他在楼上听得清楚，这女人维护的态度，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都让他没理由针对她。妹妹，那套红玉首饰不是咱家的。瑞锦熙立刻明白了，那是赃物。莫云策说来办公室，就是有发现了，真是心痛，他不能拥有了。那套首饰摆在那儿，是为了钓盗墓人。三哥，你可有想过盗墓人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当然是银子啊，不然为何销赃？用来收藏或者秘密送人，达成某种目的都不会被发现。顶着风险出手是缺银子，那人一定知道东西没卖出去，否则早来拿银子了。顾清贵被抓，名头是欺骗侵占我的财产，与赃物无关。这背后的人间铺子照常开着，东西也在，定是等着卖出好拿银子。那人不在乎顾清贵，说明没有顾清贵，他们也能确定自己会拿到银子。为什么呢？是有凭证吗？是有内鬼。莫云策说话间，突然将手中的茶杯掷了出去。大刘，你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小的是……莫云策的护卫堵住大刘的嘴，提着货物一样从3楼窗口一跃而下。哇，好帅哦！莫云策的半张脸黑得与黑铁面具同色，他竟当着自己的面欣赏别的男人，就算他不愿意，圣旨以下就是他的人了。这么明目张胆的看男人，太过分了。花痴，你收敛点。谁花痴了？你也瞎啊！我招你了，你说我花痴？我看你不是身残，是心残。一掌拍下，茶桌碎裂。世子，请收敛你的脾气。发什么疯啊？明明是你不对。三哥，我要退婚，他好可怕。不可，锦丫头，别赌气，我帮你揍他。你个逆子，把锦丫头吓坏了，我和你没完。瑞锦熙从三哥身后露出脑袋，冲着莫云策挑衅的挤挤眼。你们看他有吓到吗？我的乖乖呀，这是吓到了。莫怕，莫怕。你是世子了不起啊！一而再的伤害我妹妹，相府和你势不两立。别激动，我们可是亲家，别说过头话。莫云策看到瑞锦琛的愤怒，自己有些不对劲儿，这里不能待了。看颜身旁的石川抬起轮椅从窗口飞身而下，竟然跑了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装的，谁让他说我花痴？调皮。花痴女本事不少，今天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思维缜密，推理能力很强，就是太好男色了。看看袁聪5大3粗的有什么好？看来眼光不怎样。再次回想起赏花宴那日，这会儿冷静想想，是自己过激了。还有今天花痴女喜欢看谁，关他什么事儿？他们的婚事就是做个样子，等北周的事了，
他会写放弃书的。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大刘前日去牢里探过人儿，是人儿让他盯着铺子动静，等那些首饰卖出去，通知姓南的来拿银子。去哪通知？在铺子外墙画个元宝，那人看到自会出现。世子，叶老爷子想让林掌柜住到医馆去，说是方便治疗。司礼的条件不是更好？禀世子，话里听音，好像是要换个大夫看诊，不方便来司府。林掌柜可有好转迹象？有，很小。叶老大夫担心再昏迷下去，就真的醒不过来了。待我明日见过老爷子再定。世子，王府来人了。奴才见过世子，王爷命奴才亲自绑了您回去。世子，跟奴才回府吧。王叔，母妃很生气。世子回去自个儿瞧吧。宣王府正院，降降火，莫生气。都是你，都是我，都是你纵的，缺少管束，让侧儿的性子越来越讨嫌。他都20冒头了，我管不动，你来管吧。母妃，父王，今天是我错了，请母妃原谅。你是对不起我吗？你该道歉的人是锦溪。错儿，错就是错了。大哥，要向父王学习，不管对错，不论谁错，都先道歉。宣王脸上挂不住了，噌的窜起，跑出去揍小儿子。母妃，莫生气了，找机会我给花痴瑞锦溪道歉。侧儿啊，锦丫头和你之前的事是误会，不要揪着不放。是。我问过王太医了，锦丫头被你伤得很重，若不是有圣药，还有锦溪的体质比常人好，她现在恐怕都没命了。王太医说，锦丫头日后子嗣艰难，瑞相悲痛，一定要惩治你。皇后为息事宁人，这才指婚。母妃喜欢锦丫头是真的，想弥补她也是真的。等她进门，你不许嫌弃，要对她好。唉，此事随缘吧。侧儿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以后你要控制好情绪，别像了你的父王。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时，不由得心疼母妃。当初父王就是没控制情绪，发生了一些事，被骑士钻了空子，因为责任，父王纳了齐侧妃，成了母妃心上一根刺，无法拔除。母妃，您的话我都记住了。父王，母妃没原谅你。瞎说，不原谅哪来的你啊？那女人成天勾引你，在母妃面前晃，也没见你赶她，是有情吗？宣王心塞，这是亲儿子吗？竟给自己添堵，伸手要打，云烈嗖的退后，转身就跑。别追了，你进来。哎，侧儿，那套红玉首饰能拿回王府吗？母妃，那是从皇陵盗出来的，于贵妃的随葬品。他竟将赤云随葬了。皇陵被盗，怎么没听说呀？皇上下令密查。他可知赤云被盗？母妃是说那套红玉首饰，皇伯并未提起。他忘了姐姐吗？连他最喜欢的首饰被盗都不在乎了。皇兄不是忘了，是不敢想。既然这样，我想姐姐，你去找她，我要赤云。如熙，你去不去啊？去。母妃，姨母的陵墓里是空的，您知道吗？没想到姐姐死了都不安宁。侧儿，你一定要抓住盗墓人，千刀万剐。被盗的陪葬品很多吗？全部。而且盗墓人很精准地找到了墓室。他就是这样爱她的，生前护不住，死了也守不住。母妃冷静，好在大部分的陪葬品都有下落，您不要伤心。大部分？还有什么没找到？9龙9凤冠和2套皇后品级的首饰。哼，你姨母不稀罕，她最喜欢的是赤云。母妃，你可知道姨母生前与谁有仇？你姨母不争不抢，安心的当贵妃，从不与人为难。我只知道害死你姨母的人当年就被灭族了。皇宫御书房，如懿的墓被盗了，你知道了？如新逛铺子，正好看到了赤云。案犯还未抓到，那是用来引出盗墓贼的。你不该用真品的，而且你把他随葬了。如新要赤云，他非常的怀念姐姐。不可能，谁都不能把他抢走。你没有护住他，让如新守吧。不，滚出去！无诏不得进宫。王府门口，宣王爷，请留步。郑家可是有事？有事。本相刚刚得知我宝贝闺女又被世子惊吓了。王爷，我们高攀不起世子，特来请王爷一同进宫求个恩典，取消指婚。王爷，走吧。相爷，不能退婚的。错儿知道错了，正想着道歉呢，给他一个机会吧。道歉有用吗？伤害已经造成了。相爷，
是本王管教不力，你多包涵，原谅这次。我保证策儿不会再犯了。王爷的保证算什么事儿啊？世子保证，对，让云策保证。王爷还是算了吧，这保证没分量。你个老东西，竟敢质疑本王和世子的承诺？不敢，只是不想结亲了。亲家来了，快进府呀！王爷怎么就在门口聊上了？臣给王妃有礼了。亲家里面请。候在正厅的莫云策见瑞相进来，主动行礼。今日之事还有那日的事情，都是我鲁莽了，请相爷原谅，多多担待。哼，世子已过弱冠之年，行事如此莽撞，实乃笑话。相爷教训的是，之前还和王爷说要同相爷商议亲事，今天正好，我们先通通气，改日再请了媒人上门走礼。不瞒王妃，我是来请王爷一同请旨退婚的。莫云策很平静，退婚很正常，他又丑又残，谁会愿意嫁他？相爷，今儿个这事儿是云策的错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之前那事儿云策反应过激了，但是相爷，你不觉得正是那事儿让他们有了姻缘？是啊，他们的缘分就是那样来的。大概是孽缘吧。怎会啊，明明是好姻缘。策儿会对锦丫头好，我们也善待锦丫头。王妃对于锦丫头特别喜爱，视若己出，而且王府人口简单，锦丫头嫁过来就可以主事，我不会让策儿纳错妃的，终身就只锦丫头一个人。母妃的话正是我意。瑞相有何相求，尽管提，我们尽量满足。对，亲家尽管提要求。王爷王妃如此真诚，本相就不客气了。相爷请说。能不能在两府间隔的墙上开一个门洞，方便我闺女儿回娘家？没问题。亲家，我看你不太懂走礼之事，相府可有知事之人？这个……瑞相哑然，相府是锦儿主事，可哪有姑娘家自己谈六礼的？王妃，相府是锦儿长家，妾是柳氏协理，你若不嫌弃，能与柳氏谈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锦丫头能让她协理，必有可取之处。那是，锦儿聪明着呢。瑞锦熙得知便宜爹没有退婚成功，也不失望。在这儿皇权称霸的时代，普通人哪能对抗圣旨？让他意外的是，王妃竟会答应老爹无理的要求。呵呵，真有意思。婆家到娘家不用出大门了，王妃不是势利的人，不冲别的，就冲王妃她都愿意嫁。有这样开明的婆婆，日子必定舒坦。今天见终于算出了日子，7月太热，冬月太冷，8月吧，8月初9挺合适的，中秋就有新妇一起过了。你觉着呢？8月会不会太赶了？如今已是7月呀。不会，我早开始准备了，不然就到明年4月了，太晚了。这么喜欢锦溪丫头？合眼缘。这日，瑞锦熙从医馆回来，正碰见锦祥鬼鬼祟祟的进门。锦祥，谁打的？你被群殴了。姐姐，好疼。瑞锦熙这才发现他的胳膊脱臼了。瑞锦熙当下帮锦祥把胳膊复位，想全身做个检查。锦祥，这么重的伤你怎么回来的？没人陪你吗？小姐，4少爷每日跟着2少爷出府去学堂，下学都是自己回来的。祥儿，谁打了你啊？是因为姐姐吗？别害怕，告诉姐姐为什么，姐替你报仇。他们骂姐姐，说姐姐坏话，我打不过。今天下学，几个孩子在学堂门口说瑞锦熙坏话，锦祥并不理会，加快脚步要回家，却被一女子拦住。确认他是瑞锦熙弟弟后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甩了他一巴掌，还指使同学一起打他。那女人是谁？能认出来吗？打你的同学又都有谁？是温鹏飞的姐姐，她和温鹏飞打得最狠。姓温，你安心睡觉，明天好些了，姐带你去报仇。晚上，妹妹，你想三哥怎么做？爹，我要给锦祥报仇。好，爹听你的。这个事情应该是温香倩干的，能对小孩子下如此毒手，她必是个心毒至极的人。我要以牙还牙，你们负责兜底。第二天，瑞锦熙一个箭步上前，扯住他垂在背上的长发，左眼一拳，右眼一拳，不知道打了多少下。温香倩的脸迅速肿胀。怕吗？不怕。记住，这个时空，这个世界，弱肉强食。
有时候要以暴制暴，才不会被欺负。你是丞相之子，不欺人，亦不能被人欺。我听姐姐的。去，把昨天打你的人都找出来。锦祥一连指出7个男孩，个个比他高壮。过来，我不打你们。7个男孩看看哀嚎的温香倩，怕惨痛发生在他们身上，都听话的走过去。你不能打我，我爹是侍郎。对，我爹是京兆府少爷。我爹是当朝丞相，我乃相府嫡女。花痴，哇，不关我事，是他让我打的。目光定在温鹏飞身上。你们一起揍他，我就不与你们计较。几个孩子在他的瞪视下扑向温鹏飞。昨天怎样打的锦祥，今天就给我怎么打他，还要加倍，不然疼的就是你们。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为何再次闹事？你又是谁？我是这里的先生。哦，先生是干嘛的？先生是教书育人的。育人？育的什么人？仗势欺人、助纣为虐的人？放肆！你到底是谁？竟在这里口出不逊！育人先育德，先生教导的学生品德太差，是他们本性为恶，还是先生不会教呢？亦或者是根不正苗不直？你，快去报官！你要报官？对，这个女子再次闹事，伤了人。5块大哥，我家少爷昨日就在这个门口被打，不见先生出来制止。今日我们讨个说法，他却出来指责，定与那女子是一伙的。你污蔑！带回去，让大人审吧。世子，未来世子非真嚣张，当街揍人。我觉得霸气。今日的刑部衙门，瑞锦琛亲自带着状纸前来。这位先生，学堂怎么会有这样的学生？是你育人的失败。大人，昨日的事我并不知晓，今日是有人进去告诉，才出来询问。是温鹏飞的姐姐让我们打的，是温鹏飞让我们每天说瑞小姐坏话的，不关我事儿，我要回家。小子，你打了人，怎么不关你的事？我没办法呀，他爹官职比我爹高，不听他的就罢我爹的官。好大的口气，罢官，当自己是皇上吗？是他说的，不关我事儿，不信你问他们。从3品的太仆寺僚温彬，还不知道自己大难临临，为何羁押本宫子女？谁打伤我儿子女儿的，叫打人的出来，一定要重判。哼，温大人说的对，打人者该重判。冯大人，人都到齐了，该审的也审了，判吧。这件案子涉及到官员行为不端，本官要上报，再做定夺。那就等大人消息了，请大人再仔细看看状纸最后那段话。冯主事赶紧低头再次翻看，最后写的是赔偿，要参与打人的各家公子赔付白银1万两，是每个人都要赔付。温家姐弟要赔付10万两。这……大人，不妨让各位看看状纸，想想是否赔付。你是谁？我乃相府3少爷，你儿子女儿打伤了我弟弟，是我们在状告你儿子女儿。冯大人，本官子女是谁打伤的？是我打的，因为他们嘴贱，手也贱。润小姐是不是太过分了，把人打成这样？怎样？没有打残，你们就该庆幸了。你仗势欺人！哼，我就仗了。他们能仗着自家爹欺负人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我爹的官职可比你们大多了。瑞小姐，这里应该有误会，已经打了，我们也不追究了，我们自己带回去诊治。你好大脸，不追究？你有什么资格追究？是你的子女有错在先，搞清楚，是我们在追究，不是你们。你打人还有理了？我要告到皇上面前。我就有理了，有本事去告啊，别在这儿逼逼。你给大人添乱了。没关系。大人，事情简单，事实明了，请大人现在就宣判吧，也好给您节省时间。瑞小姐，现在不是只有伤人之事，还涉及官员行为不端之事。大人，这是2件事，而且官员行为不端该由御史台监管，您似乎……瑞小姐说的对，我会向上禀报，先判决此案。诸位看完状纸了吗？可愿赔偿？那6家纷纷点头，都不带还价的，直接命下人回去取银票。他们官阶低，惹不起相爷，而且人家小姐说的对，打得有理。温彬见他们离自己远远的，突然警醒，拿过状纸细看，这才知道是女儿挑的事儿。10万两，相府穷疯了，这哪里是赔偿，分明是抢钱。你可以不给的，就让他们坐牢吧。温彬想到了安远侯，我们赔，请瑞小姐别再追究了。可以，现在就赔。各家交上赔偿金，带着各自熊孩子回去。温彬带着儿女直奔善元堂，请叶老爷子亲自诊治的。温鹏飞还好，不是很重，温香倩的伤让老爷子吃了一惊。谁生的？这么重？是相爷嫡女那个花痴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少说2句。呸！
凭什么？我就要说，我要让京城的人都知道，瑞相的嫡女多嚣张，多不讲理，多狠毒！住口！你和我，你的女儿，你的儿子被人打成这样，你不去找那花痴理论，却来凶我，你被他勾魂了吗？别胡说，事情大条了。婉清姐，是温家姐弟先打了相府四少爷，伤得很重。瑞小姐今日特意去报复的，相府还报了官，要了赔偿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就说嘛，锦溪那么善良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打人？锦溪的弟弟好像很小的，姓温的姐弟俩真是缺德，欺负小孩子。让药童给温家人包了几副药，草草打发温家人离开。爷爷，我们能不能不治讨厌的人？爷爷，那个温香倩会残废吗？不会，金丫头下手很有分寸，只会让疼痛感剧烈，没有伤及筋骨，复位后养养就好。被评价善良的瑞锦溪此刻甩着手腕痛苦不已。小姐应该让家丁去，再不济拿根棍子打，干嘛亲自动手，反累到自己。姐姐，我伤好了就跟着二哥三哥学武，以后锦香保护你。好啊，杰克等着你实现诺言了。小姐，温香倩会残吗？不会，我学了医，知道打哪疼，又不会导致伤残。换了别人不知道轻重分寸，万一打死了或者真的重伤了，我们就没理了。妹妹伤到了？没有啦，就是用力过猛了。妹妹，以后这样的事交给哥哥做。三哥眼里没有男女，只有好人和坏人。温香倩不算人，用不到三哥出力。老三，妹妹厉害着呢。瑞锦博今天特意转过去，就是怕妹妹吃亏，没想到目睹了妹妹威风的全过程，太帅了。一起过去的兄弟们都表示喜欢这样的妹妹。明天的朝堂上恐怕要热闹了。放心，我和爹已做好准备。对了，侧世子应该看到妹妹打人了。他看到也不怕，他在正事上是个公正人的。都是我的错，让哥哥姐姐为我分心了。我们一家人有事不要闷在心里，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大哥说的对，就像这一次，你一早向大家说起学堂的事，说不定就避免受伤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有事一定说。大哥，那学堂的先生不能放过。他全调查清楚了，锦香挨打时他就在学堂，有学生告诉他了，听说是温鹏飞打人，便没有出去查看，可见他与温家关系不一般。妹妹放心，爹已经向京兆府尹说过了，学堂要么关闭，要么换先生。莫怕，待你伤好后，会去太学小班读书的。翌日，太和殿上，皇上，臣有本奏。说吧。启奏陛下，臣要参太仆寺卿温彬，纵女行凶，将相府第四子打成重伤，其子更是长期在学堂霸凌，口出狂言，凡不顺他者，都会被他爹温彬罢官。陛下，这是刑部整理的诉词。皇上，只是孩子之间的玩闹，小孩子不懂事儿，丞相小题大做了。陛下，丞相所言非虚，温彬之子敢口出不逊，定与家教有关，可见温彬对皇上多有不敬。昨日相府索赔，温大人为息事宁人，毫不犹豫地拿出10万两银子。这时有人呈上一份密报，上面有温彬仗着岳父权势买卖官位的证据。侧儿居然会管此事，很有趣呀。陛下，瑞相之女才是真正的嚣张，明目张胆的打人。温香倩也没藏着掖着，以闺女名言仗势欺人。从3品的还让人有事可仗，本相1品大员，为什么不能让闺女仗势啊？至于欺人嘛，温家姐弟是人嘛，把小孩子打成重伤。你们是报复？就报复了，怎样？有种你咬我呀！够了！皇上，丞相之女目中无人，嚣张跋扈，与目共睹，皇上明鉴呐！我闺女嚣张满朝皆知，她从没害过人，碍着谁了？有什么可查的？你外孙女儿可是真正的蛇蝎女，真正的嚣张跋扈，不满教习嬷嬷的教诲，把气撒在无辜的孩童身上。我外孙是有错，可也不能被瑞金熙打。哼，不知道打了小的引来老的吗？若不是本相忙，怎会让闺女劳累，被你们这些小人指责？都闭嘴！
朕不想听你们说私事。文斌，对你买官卖官、贪墨银两之事，可认罪？臣认罪，求皇上宽恕。文信侯气他不争辩，伸手就推。温斌倒向一旁，露出了脸上纵横交错的血痕。这也是瑞相之女打的。皇上可不能冤枉小女，那是他正妻文信侯之女奏的。荒唐！温斌的贪墨罪证确凿，被抄家罢官流放。文信侯不仅没有反控成功，还赔了女婿，就连女儿也因辱打朝廷官员被问责，并打了10板子，最后还得跟着温斌一起流放。虽然女儿要跟着遭罪了，但侯府没有被牵连就很庆幸了。小姐，街上都在议论李仁学堂关门了。好事，再开下去也是误人子弟。教书育神，要先育神，品德端正才是正道。小姐现在的学识增长不少，说出的话好有学问。我姐姐可厉害了，医术高明，学识渊博。吃你的吧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做人要谦虚。哦，我听姐姐的。御书房，侧儿，你在帮瑞相闺女？我没有，黄渤误会了，我只是路过，正好看到全程。奇怪，温斌一个掌管车马的，能拿出那么多银子，就命人查了查，就真查出了问题。侧儿，你做事很少这么详细解释的。父王让我向您代好。好什么呀？快被他气死了。瑞相的闺女很霸气嘛，与她娇弱的外貌不同啊。就是个被宠坏的娇娇女。娇娇女，不是花痴了吗？侧小子动情了吗？黄渤，叶老爷子要接林掌柜去医馆医治。为什么？说是方便，又好像是要换个大夫诊治，那人不便露面。哦，什么人？不知，我明日会去查看。若是有本事的，也给你瞧瞧你身上的毒。黄渤，我就这样了。凤七宫，娘娘不知道，宫外传的特别厉害，都说那花痴女嚣张得很，明目张胆的承认自己仗势欺人。她不是一贯嚣张吗？有何奇怪？不一样，之前是追美男，现在上升到打人了。没想到啊，那个花痴真有本事，不仅扳倒了安远侯，还让皇上罢了温斌，镇住了文信侯。人家出身好，爹有本事，婆家厉害，岂是常人能比？都是娘娘心好，将他配给了侧世子，让他觉得后台够硬。本宫也是看他可怜。他还可怜啊？哎呦，你们不知道吧？他被世子伤得子嗣艰难。闭嘴，口无遮拦，谁准你胡说的？是，娘娘责罚。隔日，街上就有了传闻，相府嫡女不会生，宣王世子要绝后了。谁惹你了？本小姐帮你去出气。姑奶奶，你还打上瘾了？上瘾了。除暴安良，替天行道，是吾辈之责。瞧把你能的，那你去街上打一圈吧。啊，那么多人招惹你了？不是我，是你。你和宣王世子不是被指婚了吗？怎么他还打伤了你？你真的子嗣艰难吗？快让我瞧瞧。咦，你很好啊。哼，我当然好，大概是有人见不得我好。有的人是很讨厌。瑞锦熙很珍惜这样的朋友，不想瞒他，主动说出和莫云策之间的孽缘。锦熙，这就是缘分啊，你们注定的。把原主打死，为引我来吗？这样的缘分，我可不稀罕。大夫，救人呐！叶大夫呢？我的人伤得很重。卢大哥，爷爷出城了，医馆现在只有我和景大夫。你不能看，男女有别。滚开！我是大夫，你想他死吗？第一个人伤到了大腿根，应该是划伤了大动脉，出血不止，但流量不大，还能救。快抬到2楼手术室，文清做准备。哦，好。瑞锦熙已用不太灵光的透视眼查看第二个伤患，肚皮被划开了，这个也上手术室。瑞锦熙噔噔噔地跑上楼，边跑边脱外衫。她今天穿得漂亮，但外衫太宽很累赘。卢泰宁惊得直瞪眼，还不忘为她遮挡住后面的视线。你们在外面等，文清，你就另一个，只要消毒缝合就好。是，不想他们死就帮忙。卢泰宁愣愣地按照他的话，将弟兄们都撵出去，给自己消了毒，换上奇怪的衣服。上一眼看到叶婉晴迅速地扒开小舞的上衣，下一眼就看到瑞锦熙剪开了邓头的裤子。你这不合适啊！再墨迹他就死了。
让你留下帮忙的不是来害羞的。卢泰宁目瞪口呆地看着瑞锦熙，云淡风轻地在瞪头的重要部位盖上一块布。哎呀呀，这是什么女人呐？一点不觉得难堪吗？大夫眼里不分男女。手术顺利完成，那个瞪头保住了性命。瑞锦熙杏目扫向卢泰宁，他不自然地用手去挡住下面。哼，小样！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？看不出来吗？你不可理喻！哎，难道不是不知羞耻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人。算你明理。你们要继续斗吗？谁和他斗？大男人一个，拘谨的像个小姑娘。你自己或者派人看护，他们可能会发热，会有危险，要及时找大夫退热。卢大哥，那是景大夫，记住了。他不知道卢泰宁十分清楚瑞锦熙的身份。不得向外宣说给他们治伤的是女大夫，大夫眼里不分男女。是。他姓卢。是的，卢泰宁，卢大哥是大理寺少卿。他好害羞啊。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传入了卢泰宁的耳朵，让在下属面前不自觉地又红了脸。你笑够了没有？好养眼啊！果然前辈们不骗人，美好的人或物都能让人心情愉悦。满意你看到的吗？满意啊，太养眼了。他的嘴并没有动，我怎么听到他说话了？难道是我又开启了新的金手指，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？突然注意到卢泰宁看的不是他，而是他后方。瑞锦熙转头：你来干什么？应该是我问你为什么在这儿。本小姐在这里学医术。学医术是看男人吧？世子爷，你的口吻好酸啊。你我还未成婚，我想做什么你管不着。世子是来找爷爷吗？爷爷出城了。见过指挥使大人。切，就是和我不对盘。莫云策捕捉到他的白眼，心中更气，就这么嫌弃他。卢少卿为何在此啊？大理寺追查案件，重伤了2个兄弟，送来救治。叶老爷子不在，谁救治的？没事了吧？是锦大夫，和叶姑娘救的。他特意说明是不想侧世子误会瑞小姐。他知道他们婚约，他莫名的想让人知道瑞相嫡女很好。锦大夫，不会吧？正是本小姐。你是医馆新来的大夫？是我。怎么，你有病啊？本小姐可以帮你治哦，收费不低哦。王府有的是银子。你真的看病？有银子不赚王八蛋。瑞锦熙亲自推着进了诊室。未来世子妃真的会看病？会看，医术高明。袁副使可上楼一验。诊室里，你什么时候会医术的？你管我！花痴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感觉像是罩着一层纱，特别不真实？母妃不是说她很真实吗？莫云策好笑，他的毒看过很多大夫，只有叶老爷子和王太医查出他是中毒了，别人都查不出他不能行走的原因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奢求什么呢？别动，另一只也放上来。瑞锦熙，没了本事就承认，本世子不笑话你。哼，我看你真病得不轻，被毒残的不仅是双腿，还有脑子和你的贱嘴。你敢再说一遍？说就说，怕你啊？你被毒残的是脑子和这张。再说一遍。有病！我干嘛听你的？偏不说。100两银子，你再说一遍。200两，500两，1000两。我说你被毒残的不仅是腿，还有脑子和……不许说后面的。哦，那说完了。真没想到，叶老爷子和王太医诊了好久才诊出的结论，他轻松的就诊了出来。你可知我中了什么毒？很复杂，你应该是先受了腿伤，然后中了毒，才会不利于行。莫云策的呼吸紊乱，他说对了，他是因为马惊了，摔下来断了腿，服药期间中了毒。我说对了，是不是？你能去毒？不能，只是暂时不能。你中毒太久了，毒药在你体内发生了变化，不能轻易拔出，要经历很长时间，还得确定最初的毒药有哪些，那是很困难的。你的武功是中毒前就开始练了吗？中毒后没受影响吗？没有，反而功力大增。瑞锦熙不懂这些古武技能，又是内力又是气功什么的，他是察觉到有什么在压制毒性增强。叶老爷子给你诊过？他怎么说？能看看你的脸吗？他怀疑他脸上有中毒的表象，正是他戴面具的原因。不能。莫云策瞬间抽回双手，自己转动轮椅出了诊室。唉，是个可怜人。莫云策没有等叶老爷子，直接将自己关进房间。世子砸了房间，很快传遍王府。
这是受到刺激了，很久没看到他这样了。瑞锦熙会医。是的，今天刚救了大理寺的2人，还给世子诊了脉。可知道世子妃诊出什么了？不知道，世子和未来世子妃单独待了很久，出来后很沉默。莫要让此事传出，瑞锦熙会医的事情也要压一压。是。锦丫头会医，她不是才学不久吗？那孩子之前大概是藏拙了，而且他现在用的是锦姓，就说明他不想让人知道。为什么？会医术不是好事吗？这就要问他自己了。宣王妃一宿没睡好。王妃，可是有要紧事。锦丫头，锦溪，侧儿昨天和你说了什么？你真的懂医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侧儿已经有3年不这样了。王妃将莫云策昨天回来的状况告诉瑞锦熙，瑞锦熙知他是被自己要看脸刺激到了。王妃，世子没事，你要相信他，他会正视自己的不足，他很坚强的。锦丫头，侧儿还有的治吗？有的吧，我需要进一步检查再确定，可他很抵触检查，先缓缓吧。有希望就好。锦丫头，你怎么就懂医了？瑞锦熙将对叶老爷子说的那套词又说了一遍。宣王妃直说他运气好，凡是有大才的人脾气都怪，你也别怨你师父。好在呀，他不反对你行医。我很感激他，感谢自己所有的教授。送走宣王妃，刚走出府门就被人叫住了。锦溪，你想知道莫云策的脸是什么样子吗？你哪位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会知道的。那个谁不重要的人，你若有话痛快地说，我赶时间。等等，莫云策的脸丑陋恐怖，曾经吓死过王府的2名侍女，1名宫女。这事儿被皇上和宣王压了下来，我好心告诉你，千万小心，别被吓着了。谢谢你的好心，不过我会不会被吓到，干亲何事？你不知好歹。但本小姐知道你不怀好意。哼，你等着被吓吧。再送你一句话，关你屁事！拜拜了您嘞。妇人以为他说拜拜是在咒他死，气得一阵眩晕。躲在墙头的莫云烈瞧得直乐，真是一物降一物，在王府兴风作浪的脚家精斗不过花痴。云烈想什么呢？这个店不去上课，晃悠什么？做什么去了？老实交代。欢快地将刚才看到的讲给王妃听。你说祁文去找锦丫头了，还说了你哥坏话。他告诉花痴，是嫂子。再让我听到你乱叫，小心板子。我可是您亲儿子。那也不行，我把锦溪当亲闺女。祁文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大哥丑得恐怖，吓死过人啊！来人，把乔氏绑了，押过来。祁文，这些年本妃对你太宽容了，是吗？谁给你的胆，让你去锦溪面前胡说？兰如心，你儿子又丑又残，还吓死了人，以为瞒得住？我就不该说，应该是等到新婚夜，新婚被吓死才是喜事。木帆，冷静！王爷，你要给文儿做主啊！做主？本王恨不得杀了你！来人，将他关回祈院，不准出院子。侧儿，母妃莫哭了，为那种人不值。都是你的错。哦，是我的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别气着自己，他不能死啊！看在镇北侯的面子上。都是你们没本事。侧儿，别再折磨自己，锦丫头不在意的。莫云策的心却如同沉到了寒潭，他忘不了瑞锦熙看到美男时欣赏的目光，看到自己时不是愤怒就是平静。都无所谓了，他会成亲，待北周事了，放他离开便是。瑞锦熙不知道王府上演的大戏。发热了吗？现在谁在里面照顾？那个灯头有点发高热，现在已退，小五有些低热，正常。锦丫头来了。师傅，您老没出门啊？今天不出诊了。丫头啊，你们做得对，别在意旁人的看法，医者仁心，行仁爱之术，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内心。爷爷，是他们大惊小怪，我们救人心眼干净着呢。那可是够惊世骇俗了，要给他们时间，
慢慢接受。若是女子也能接受男大夫检查，就会挽救更多的生命。慢慢来嘛。那是当然。丫头，明天会有个病人送来，他昏迷很久了，你帮着看看。好的，那里面的该换药了。让古大夫去吧，不然你们就白费力气了。病房里，大人，让我们回舍房住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危险？人家是大夫，在人家眼里你们没有性别。那也不能接受啊，我们没办法见人了。人家姑娘都没感到不好意思，你个大男人矫情啥呀？我不是随便让人看的。真俗。玄静思、袁荣犹豫好久，还是向莫云策汇报了昨日医馆看到听到的。缝大腿根儿，他亲自缝的？怎么缝？属下看到缝头时，他是光着的，人昏迷着。出去。袁荣转身就跑。站住，不准乱说。是，未来世子妃真是让人惊讶呀。他只知道他花痴的嚣张，从不掩饰自己的喜好，用母妃的话说，很真实，比那些暗地里私慕男人的女子坦荡。可是这份坦荡包括看裸男吗？莫云策想得头疼，自嘲地笑了一下。最终要和离的与他无关。妹妹，你忙完了？三哥，张掌柜在研究什么呀？铺子很大，计划多弄几个包间，可是卖茶水盈利很薄，不如只卖茶叶，那样的话又不需要这么大。茶叶不好收，我们的茶叶不是最好的，也中等偏上，购买这等级的人现在都爱往长亭街的品香茶铺去。为啥？那里有戏台呀。我们也搭一个呗。妹妹，咱们铺子不合适，除非拆了重建。那不行，成本太高了。多好的铺子啊，有3层高，又大又宽敞，前后开窗，阳光充足。后院里的绿树成荫，树下还有茶桌，幽静雅致，怎么会没人来呢？妹妹，想不出来别想，就先按茶铺开着，咱们再慢慢想办法。医馆见药时，味道都会飘过来。就是有客人嫌药味重，才不愿意在铺子里饮茶呀。我们不卖茶，卖别的可行。卖啥？我们卖药膳，开药膳铺。药膳铺，妙啊！既能养生，还能满足味蕾，更是与医馆相得益彰。好，药膳好。药膳要有方子，我们从哪里来？我呀，我有，我师傅肯定也有。哎，对哦，妹妹你学医了，哎，那我再把图纸改改。三哥，我们开药膳铺，用餐环境要好，让人一进来就赏心悦目，心情好。你朝这方面去设计装修。我知道了。盘点一下茶叶有多少存货，降价卖，还是怎么清货，你看着办，尽量收回本钱。哎，好。啊，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不是说了吗？你的脚腕没好利索，不能过度运动。我知道，我有听姐姐的话。香草今天又做卤肉了。是呢，可府里出了偷吃贼，香草很生气，正在找呢。偷吃贼？香草今天又卤了一锅猪蹄，还有肠肚子，还没分份呢，就明显少了一半。贼还给银子了。哦，那这个贼还不错呀。香草不乐意，自家人都分不过来呢，不能便宜了外人。知道是外人干的了，他去哪儿找？他呀，牵着小兔去找了。小兔那么小，能找到吗？真是笨狗，连个味儿都闻不出来。小兔不笨。是，不笨，就是鼻子不灵。那消失的半锅卤肉出现在玄静司的一间舍房里。香。袁聪，哪里买来的？我再去买点，不过瘾啊。别问，悄悄的吃吧，买不到。到底哪买的？我出银子。未来世子妃的小厨房啊。啥？偷来的？不叫你问，偏问，别让人听到。哎，我放了银子的，要不你跑一趟？袁荣还没吃着呢。不去，世贼知道了会扒了我们的皮。那你别吃了。哎，怎么还吃啊？这可是我冒险拿回来的。我去，下回我去，再给我1块。你们在干嘛？世子爷，人间美味，您尝尝。味道不错，快点吃完，擦干净，要干活了。隔日天光大亮，春正街上人来人往，一个伙计出来，状似随意地画了个元宝图案。傍晚，客官，我们要打烊了，你想要什么？明日请早。我不买首饰，我是来取货银的。什么货银啊？
这个收据是顾东家签的，他现在不变，您多等些时日找顾东家结算吧。少废话，当初说好的，拿着凭证找谁都给结算，收视一出，银子拿来。抱歉，我不能给你。想赖账？柜台后翻出2道身影，迅捷地扑向中年男子。没过几招，那人就被制服，藏在假牙里的毒药露出少许。中年男子全身开始抽搐。快送去医馆！爷爷，玄镜司有人中毒了。叶大夫，他是朝廷命犯，口中含毒，取出时不小心沾了点，您一定要救活，此人很重要。中年男子被救下。多谢叶大夫，诊费记在玄镜司账上，我们先带他回去审问。婉晴，玄镜司和大理寺没有专属大夫吗？怎么都往医馆跑？我二哥说刑部的人也常来。各衙都有专属大夫，只是重伤，他们都愿往这儿来。我觉得是对他们宫门的大夫缺乏信任。大概是师傅的医术太好了。其实太医院的太医们也不差，只是不给差人看罢了。那些太医只守着皇宫的1亩3分地。呵呵，婉清又在说我等坏话了。王师叔，好久不见。皇太医好啊。你果真在这儿？你爹说起我还不信呢。爹，您怎么来了？是这家伙不幸你拜了师，爹带他来验证，输了要给武力渗血丸。武力？锦溪要发财了，请师兄兑现吧。呵呵，少不了。师兄？对啊。锦溪拜了爷爷为师。什么？锦丫头是师伯的徒弟？当初让你教你还不乐意呢，怎样？我闺女厉害吧？有的是人稀罕。我当然没有不乐意，只是被岔开了。哼，乐不乐意都晚了，你我差辈儿了。去，各论各的。绑起来了。师伯，您真收锦丫头为徒了？是啊，还要谢谢你不收，让我捡了便宜。王太医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不得不承认是他眼拙了。瑞相要请叶老爷子吃饭，可惜又来病人。带隔壁的药膳铺开了，爹带请吧。药膳铺？对，我开的，届时还请师兄赏脸光顾。好说好说，这丫头是真的长本事，看来深受师伯喜爱，药膳方都愿意给啊。莫云策连夜进了宫。皇伯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于贵妃的墓为什么是空的？贼人为何在20多年后去盗墓？那样精准的手法，不是有修建图，就是参与了建造。可是为什么是20多年后？策儿啊，除了凤冠和那2套首饰，其他的都追回了吗？是的。玉儿的墓是空棺，这很多人知道，但朕给他随葬了凤冠，却不应该有人知道，那是朕亲自放进去的。这么说，是冲凤冠去的？凤冠很特殊吗？就是个9龙9凤冠。谁做的？是太祖传下的，没有秘密藏在里面。那于贵妃呢？不知所踪，朕会再查一遍修墓的人，也许有遗漏。世子，皇上怎么说？再查一遍修盗墓室的人。那些人不是当时就全陪葬了吗？一定有漏网之鱼，去查吧。顾清贵和仁儿一定有没交代的，想办法撬开他们的嘴。林掌柜可能醒来。叶大夫说明日手术。手术？属下也不懂，明日去看看。丞相府，小姐，宣王妃今日上门谈走礼的流程，她想请郑国公府容老夫人做媒人，你看。柳姨娘，宫里赐的婚也要走六礼？要的。哦，好麻烦呀！你别问我了，我什么也不懂，全交给你处理了。妾身觉得非常合适，老爷也非常赞同。那就行了，成亲的各项事宜你都无需再禀报我，到时我出人就行。这日，善元堂医馆，可手术开始前，莫云策一定要亲眼见证手术过程。手消毒，换衣服，进去后闭上嘴。世子爷，待会儿看到什么都不要说出去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一直到出了手术室。叶小姐学做手术多久了？月余。月余就能学得这么精湛的医术？这种外科医术与我们传统医术不同，只要勤动手练习就能处置了。他什么时候能醒？要看他残留在颅内的血块吸收的快慢了，不能确定。他可能知道一些线索，很重要，请老爷子多加看护，尽量让他早点醒来。你们的查案效率是不是太低了？有时间在这里看手术，还不如出去找线索。玄镜司办案需要你智慧？哼，好威风啊！这是能力不足以全压人吗？是
是因为此人太重要了，指挥使大人才会谨慎。卢大人好呀，来看你下属啊。金大夫好。怎么呆住了？你要说什么？快说啊！卢泰宁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瑞锦熙好心的帮他拍了2下后背，来看诊的女人们羞红了脸。瑞锦熙后知后觉的翻个白眼，他忘了这里是异时空的古代，他刚才的动作在这些人眼里是相当猛浪的。从莫云策能杀人的眼神就可看出。侧世子，玄镜司不忙吗？不忙，他很闲的。未来世子妃，别找死啊！天哪，怎么又对上了？哎呀，真是对冤家。走吧。锦溪，你怎么总挑衅他？他讨厌自以为是的人。侧世子是冷情了些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别说他了，卢大人刚才想说什么？秦大夫，医者不能自医，身体有恙，让叶老大夫帮你瞧瞧。我有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外面传……哦，卢大哥说的是那个传闻吗？正要为瑞锦熙澄清，瑞锦熙突然拉住他：“是真的，没得治了，我不在乎。”啊？什么传闻？爷爷，外面传锦溪此次艰难。丫头莫怕，师傅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多谢师傅。医室里，师傅，你诊过的，我没事。爷爷，我瞧过了，真没事儿。是没事儿，为何不澄清啊？师傅，从事发至今已经3个月，突然出现传言，定是有人故意的，总得看看散播谣言的人什么目的吧。可是对你名声不利呀。嗨，我还有名声吗？我不在乎。瑞锦熙不在意，宣王妃不干了。先这样吧，那就是好事呢。丞相府都没有动静，瑞相可不是个吃亏的人，得尤其护着闺女。也是，你见到瑞相问问，要咱们帮忙啊，尽管提。相府正厅，锦儿，要爹帮你澄清吗？爹，吃饭，吃饭重要，别提影响胃口的事。王太医的诊断，众人信服，咱们不做澄清，由着他们说，对妹妹也许是好事。暂时不澄清，对锦儿是有好处的。北周那边也有更好的说辞。王府知道了，会有埋怨吗？不会，宣王妃早知晓此事，从未嫌弃，对锦儿特别好。王妃不怕莫云策绝后？这也是爹愿意你嫁入王府的原因。宣王妃这个婆婆太难得了。为了感谢宣王妃对自己的喜爱和包容，瑞锦熙特意赶制了一套护肤品送给宣王妃。宣王妃开心的到处炫耀。父王，皇伯准备什么时候让您进宫？不进才好，还能陪陪我。对，父王能多陪陪你母妃。策儿啊，明天上衣局会送喜服来，你要留在府里面试喜袍。不用试了，我只能坐着，怎么都合适。策儿一定想自己骑马迎亲吧？不是要打门洞吗？直接过来就行，还有迎亲？怎么说话呢？我宣王府娶世子正妃，排场是一定要盛大的。不会说话就闭嘴。我是看出来了，我最不受人待见，闪人！跑出鱼园的莫云烈带着跟班六子晃到了齐院。作死的小蹄子，你想烫死本妃啊？本妃，凭你也配？若不是有镇北侯的面子，王府不会有你容身处。一个个势利眼，等我的和儿回来，将你们全部都发卖！哼，残废娶花痴，有什么得意的？老奴给侧妃说个事儿，让您乐呵乐呵。我被伤成了这样，有什么可乐的？娘娘受苦的这些日子，外面都在传，瑞相家的那个花痴不会生。哦，这是让人愉快的好消息呀！娘娘好好养伤，月底呀，二少就回来了，你可得给他寻一门好亲事呢。嬷嬷说的对，要让杨儿找个最好的。莫云阳要回来了？啊，没听说呀。我让你找的蛇找到了吗？哎呀，找到了，小的今晚就放到相府去。不，你放到祈院去。小爷突然觉得让花痴进门也不错，对付骑士的人又多了一个。瑞锦熙就这样躲过了被蛇咬的危险，齐侧妃却遭了大罪。云策，怎么才来？我们等你好久了。有公事。你们什么时候回京的？他在看什么？我们昨晚回来的。他在看美女。云策，快来看，京城何时多了2个美女？哎，我要沦陷了！哎呀，2位都是美人，一个圆润可爱，一个娇俏可人，哎，真是难以抉择呀。哼，2个都收了不就行了？不行，我林润泽曾发誓，此生只娶一妻，绝不让后院乌烟瘴气。那其中一人是京城花痴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认错了吧？京城花痴很张扬的，刚才的2位姑娘
不论哪个都是清新脱俗的样子。云策，听说花痴许给了你。不错，所以我怎么会认错未来的世子妃？哪一个？那另一个总能让给我了吧？润泽，你认真的？希望不是那个圆脸的。不是。啊，太好了！莫云策也松了口气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理。林润泽排除掉瑞锦熙，他才发现自己在紧张。云策，你知道圆脸姑娘叫什么吗？快告诉我，我要去和她偶遇。云策，你不告诉她，我要看她如何偶遇。还是属你最坏。婉晴，这里还有戏台啊？是呀，你没来过吗？没有吧？我以前怎么追美男的？我没有任何印象了。这是不是就是你教我的创伤性后遗症、选择性遗忘？我好像没有伤到脑子，想不通，不想了，不是什么好回忆。对，要活在当下。姑娘，能否告知芳名？在下林润泽对姑娘一见倾心。登徒子。不，在下不是。姑娘别误会。哎呀，我是太心急了，疼突了姑娘，请多包涵。但我是真心喜欢姑娘的。公子爱慕我的朋友不该报上家门吗？只报姓名是不是没有诚意啊？别和他多说。小姐真是瑞相之女。看来认识我喽。我是瑞锦熙。哎呀，我是云色的朋友，不是坏人，也不是好人。未来世子妃说的对，他图谋不轨。婉晴，苍蝇太多了，咱们走吧。好的，快走。哎，别走，我只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小姐。让开，否则让你难堪。都是你们不帮忙还扯后腿。你和瑞小姐有问题，别牵连到我呀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心动的，真喜欢，自己查去。云策，今儿是我不对，太急切，自己搞砸了。哎呀，别生气，我给你倒茶啊。别不稀罕，我稀罕好吧？世子，刚才楼下那桌的姑娘说，他们的账记在您名下。京城花痴原来这么有趣儿。哎，你怎么会被指婚的？自己打听去。瑞小姐与之前不一样了，今天没有多看你，以前他可是追过你的。你说的不完全对，京城人皆说瑞小姐追美男，却不知她真的只是追上来看清样貌就没后续了。哦，这是几个意思？我哪知道，她不也追你吗？我不记得她当时表情了，不过她今天的装扮与以前不同。对，她以前穿金戴银的，每天金光闪闪，与如今完全是两个人。吴永义为何没回来？他还有事没处理完呢，会晚几天回来。云策，我想进刑部，可以吗？不是说外派到期回来进玄镜司吗？我功夫底子太差了，会拖后腿的。玄镜司也不是都出外勤的。哎呀，别哄我，连你都断不了外出，玄镜司不养闲人的。你呢？我还没想到，不过我家老头子想让我去户部，你知道的，我向来不能自主。他是皇后的亲侄儿，做什么都要为太子考虑。姑娘，能否告知芳名？去，那就是个登徒子，你还与他说话？我看人家一表人才，虽然有些冒失，勇气可嘉。哼，那样的人就是好色之徒。不一定哦，他就没有看我，本小姐长得不差呀。是他眼瞎，放着你个大美女不看，挑我这清粥小菜，大概人家就好这口，清爽可口。去，没个正经，不理你了。心慌了2天，叶婉晴踏实了下来。金大夫，谢谢。别出去了，是邓头，他想要谢你，又不好意思面对，请金大夫谅解。能回去休养比这里自在，让他多保重，还要有3到6个月才能康复。锦溪好棒，爷爷说没有你他必死无疑。他伤的是大动脉，好在伤得不深，遇到这种情况止血药的作用不大，一定要缝合的，关键是治疗要及时，不然神仙也救不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善元堂，记得自己是谁吗？林学文。对，你是林学文，林掌柜。我没死啊。没有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玄镜司一得到消息，莫云策火速赶来。林掌柜不但活了下来，还能说话，堪称奇迹。袁荣和袁聪守在外面，袁聪几次看向瑞锦熙，欲言又止。你有眼疾？没有。有话就说，别磨磨唧唧的。未来世子妃，您府上何时再做猪蹄？我们买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偷吃贼。没偷吃啊，给了银子的。不告而取谓之偷也。你通知谁了？还有，你在监视我们相府吗？没有，只是出府办事抄了个近路，恰好闻到香味，这才被吸引了去。仅吃了1次便欲罢不能。好吃吧？
味道好极了。想吃？没门！莫云策从林掌柜口中得到新的线索，打伤他的人是个女人。大人，我只是帮着卖了些东西，贪了钱财，没有杀人呐。你帮谁卖东西了？卖的又是什么？你知道那些东西出自皇室，明知故犯，可是砍头大罪。林掌柜醒了，他指控你杀人灭口。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！小的没有杀人。你知道动手的人是谁？是你指使的。动手的人是谁？速速交代，否则治你一个杀人之罪。不能这样啊！我没杀人。你不想死，但你怕他，怕一个女人。那是个可怕的女人，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你怎么认识她的？顾清贵再次闭上了嘴，垂下头，任凭莫云策怎么问，都不再回答。什么样的女人会让一个男人惧怕到如此地步？人儿知道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世子，不能再问了，他会失了心智的。提审人儿，人儿，南衙已伏法，你不想说点什么？林掌柜没有死，他交代了，杀他的人是个女子。那又怎样？你们盗墓的目的是什么？世子爷，不用费劲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世子爷，他咬断了舌头。世子，要救吗？问题是，还有的救吗？我去请叶老爷子。你去请瑞锦熙。未来世子妃莫怕，是我，世子护卫袁荣。你呀，大晚上的这是在做什么？请未来世子妃原谅，事出突然，请您去救人。不去，我自己都快被吓死了。是属下错了，请未来世子妃去救人，他咬断了舌头会没命的。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坏人，首饰铺的二掌柜。人二啊，怕吗？刚才吓到了吗？我没吓到，是姐姐害怕了。我比姐姐胆子大。好，锦祥胆子大，得罪了。直接伸手将瑞锦熙背到背上，噌的窜上房顶，急速飞奔。啊，香兰姐姐，我姐姐飞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四少爷，你姐姐被抢了。瑞锦熙被颠得全身发软，他恐高啊。你还好吗？咱们梁子结定了，我记住你了。断舌死不了，用冰镇血止住就行。你们另找人给他缝上。这办法好，只要不继续失血，他死不了。怪不得知道用冰，原来锦丫头也在。师傅，我难受。丫头，你怎么了？我恐高。恐高？他怎么来的？事情紧急，属下背过来的。叶老爷子无语极了，先救丫头吧。瑞锦熙被活生生的疼醒，知道师傅是在救他，把所有的恨意都加在了莫云策身上。我遇到你就没好事。能缝上去，但以后好不好使就不知道了。那是他的命。都是我的错，不关世子的事。够了，二哥三哥，我们回家。锦儿受伤了吗？爹呀，女儿和世子犯冲。瞎说，青天剑说你们是天作之合。那是和原主吧，和我的命格肯定犯冲。自那日后，瑞锦熙好几日没去医馆。哇，我竟然收到了花，我以后要经常生病就能收到鲜花了。呸，哪有自己收自己的？想收鲜花还不容易？院子里种的那么多，每天让丫鬟摘几朵送给你。那多没意思，要别人送的才有意境，心情才会很美妙。哦，你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真没想到你会怕高，这是我难以克服的难关。我爹娘要回来了。你爹娘？从未听你说起过，我还以为……我爹是军医，大雍和北周连年征战，我爹的医术不错，被征召到部队里，娘懂药理，跟着去陪伴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今天这么高兴。我有3年没有见过爹娘了，他们要是知道我现在的医术比沈大夫他们厉害，一定很高兴。他们会为你感到骄傲的。宣王府怎么样？未来世子妃有悔婚的意向吗？没看出来，他给叶姑娘拿了一盒卤水茶，不知道叶老大夫吃不吃那东西，不吃就可惜了。你个吃货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吃？你急什么？世子和世子妃成亲是板上钉钉的事，而且日子快到了，黄不了的。这倒是啊，就是世子这成亲后的日子不好过。未来世子妃嫁过来，咱们就有口福了。做梦吧，我们把人得罪死了。未来的世子妃不是小心眼的人，不信，瞅着瞧，能对妾室养的弟弟真心相待的人差不了。
脑子里总重复着瑞锦熙的话。我遇到你就没好事。谁知道他会摔在他身上？谁知道他怕高？谁知道？不就是2次吗？就下了结论，遇到你没好事。这话我也能送给他。世子爷，太子一行3日后入京，杨少爷也回来了。知道了，母妃知道吗？王妃正和王爷怄气呢。瑞锦熙终于想出门了。小姐，今日把外面的事情安排安排，婚前就别再出门了。为啥？剩下10天了，您不得准备准备？新嫁娘不宜在婚前抛头露面的。小姐，且忍一忍，待成亲后你想外出，相信王妃不会阻拦。门都弄好了，明日就好，就开在青松院外面，一出青松院就能穿门而过，回来娘家。记住装上门，建个门房，安排人守着，除了我和自家人，不得随意通过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善园堂内，小姐，林浩终身奉您为主。我本就是你主子，难道你想叛主？不会，林家世代奉您为主。那我可得活得够久。会不会聊啊？人家2次表忠心，你2次添堵。我的忠心会让主子看到的。玄镜司通知你来，是不是案子能结了？你爹没事了？袁姐是说伤好之后可以回家，但要假装失忆，因为伤我爹的人并未抓到，怕他回来灭口。你怕吗？不怕，指挥使大人派了人在家附近保护。莫云策这事儿办得还算周到。师傅，我要成亲了，在那之前可能出不来了。为师知道了，瑞相啊，早就把请柬送来了。我都没想到呢。金丫头，你和世子间的恩怨，为师都已知晓。世间之事，一体两面，好坏共生，放宽心，接受就好。是，锦溪明白。哎呀，小姐来了。三哥没在吗？三少爷去米铺了，那边今日重新开张。其他铺子呢？三少说，相爷意思是8月初1，就是后日统一开业。这样小姐出嫁就是带着旺铺过去，寓意好。我跟便宜爹说过，要将铺子留给府里，老爹说什么都不肯。说来可笑，我这个新嫁娘就像是个不相干的人，走6礼一样没参加。王妃也没计较，和柳氏2人欢欢喜喜的就把事儿办了，只求我和世子能按时参加婚礼。成亲如此草率，与闪婚没有两样，想想都觉得好笑。宣王妃正开心的核对婚礼流程，儿子媳妇儿不上心，只能我做长辈的多操心了。当事人一点不上心，你高兴个什么劲儿啊？我当然高兴了，侧儿娶媳妇儿，还是娶的我喜欢的，顺我的心。先把人站住啊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吗？我不看好，瑞相家的丫头对侧儿有心结，那不是正常吗？他伤了锦丫头，前些天还让人遭了大罪，给谁能高兴啊？王爷，你不觉得这俩孩子很般配吗？我怕他们成亲之后会打起来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打打闹闹是恋爱。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们有机会互相了解。我相信啊，他们会成为真正的夫妻，相亲相爱。王爷，世子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直接进来就是了，报什么报啊？王妃，不只是世子，还有二少爷。你出去。去书房吧。孩儿见过父王。这5年辛苦了，你的表现出色，皇上都看在眼里，日后定会有嘉奖。这是在夸我了，父王有关注我，这就够了。我们还没吃晚饭，您要一起喝点吗？不了，晚上不宜多食，你们去吧。肚子不饿吗？大哥，父王夸我了。你说是就是，不要怪我母妃，你娘是她心上的刺。我知道，我不怨王妃，我的出生就是不被期待。好在王妃虽然看我不顺眼，却没阻止我成长，也没制止我与大哥相处，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。皇宫，你沽名钓誉，好大喜功，置3000将士的性命于不顾，一意孤行。我没有，而且那一场我们胜利了，用我大用3000将士的命换来的。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还擅自脱离大军，有什么脸面邀功？皇上息怒，环儿年纪尚轻，经验不足，他会反省的，求皇上给他机会。滚出去，宣宣王进宫。皇上，夜已深，宫门都落锁了。罢了。哎呀，皇上，太子会明白您的苦心的。哼，朕是不是很失败呀？您可是大雍朝最英明的皇帝呀！哼，马屁精！父皇就不能夸夸我？我的确打赢了呀！环儿，你父皇是在生气赢得惨烈，他心疼那些兵。可是不那样就胜不了，就不会有谈判的机会。别想了，不论怎样，
你都是有功的。父皇看不到，我有多努力，父皇都看不到。在父皇眼里面，我都不如原策那个不良于行的人。母后，父皇很讨厌我。怎么可能？你父皇是对你期望太大，过于严苛了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很棒的。环儿，你该选妃了。等莫云策成亲后，母妃就举办宫宴，给你选妃，如何？元策要成亲了，配的谁家千金？瑞相嫡女。京城花痴，太委屈元策了。这是他们的缘分。王府祈愿，大哥要成亲了，他怎么没说？他怎么好意思说？残废配花痴，哼，京城人都笑话，是绝配。花痴，王妃会同意？哼，那个女人脑子坏掉了，高兴得很呢，恨不得马上娶回来。王妃喜欢的必定不差，应该是有误会。杨儿这次回来不走了，娘给你选个好姑娘，把蓝如心气死。娘，王妃对我们不错，你别总挑衅她。哼，我挑衅她，是她不讲理。20几年了，独自霸着王爷，前些日子还打伤我，像个泼妇。为什么？娘，我带你离开王府，可好？不，我这辈子死都要死在王府。清早，莫云策带着莫云阳一起进宫。有话说。我娘头上秃了一片，我想知道原因。他对瑞锦熙说，我面相丑陋，吓死过人，新婚夜会被我吓死。还有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不关你的事。我想带我娘出府令过。你娘不会走的，只要她不找事，母妃不会为难她。我知道，谢谢。莫云阳闭着眼，无力极了。这是谢王妃的容忍度，还有大哥的不计较。哎，夏爷早啊！喜帖不是给过了吗？怎么又送来份请柬啊？小女的药膳堂明日开业，请诸位赏脸捧个人场。一定一定。相爷闺女出息了，知道开铺子了。听说不追男人了。大哥，他们说的是未来的嫂子。皇上在散朝后单独召见了他们兄弟。这次回来就留在京城任职吧，朕封你为骁骑将军，在禁军挂职，如何呀？给你10日假期，待次儿大婚后到任。是，谨遵圣令。案子可有进展呢？只知道行凶者是个女人，还有一句话：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慢慢查吧，除了赤云，那些东西对朕来说无关紧要。8月初1，铺子顺利开业，买卖红火。瑞锦熙留在家里待嫁。小姐，你出嫁都要请谁做宾相啊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你快想想要请谁？婉晴啊，别的人想不到，我和谁的关系好，我不记得了。您可以请冯小姐，礼部侍郎家的乔小姐。我们很熟吗？熟呀，你们一起看美男。那就请吧。他们不合适，小姐受伤到现在都没有上过门，处不得，无需再理会。对，就婉晴吧，反正也不是什么可乐的事情。小姐，那可是成亲的大事，你小姐不在意，也不知道世子面具下的脸是什么样的，露在外面的下巴还是挺完美的。本小姐决定了，封你为外贸协会会长，别名花痴。小姐，啊，花痴怎么啦？我就喜欢花，各种各样的花，尤其是对海棠如痴如醉。哼，就是花痴又怎样？此花非彼花。8月初9，王府大门外礼炮齐鸣。好累啊，脖子要断了。世子妃不可，王妃娘娘喜爱世子妃，对您的要求全部满足。这最后礼数，世子妃做完吧。我不动了，劳烦嬷嬷帮忙催一下世子，能不能先帮我去了凤冠？实在太重了，我的额头都有了压痕，脖子也快撑不住了。世子妃再忍耐片刻，这凤冠是王妃娘娘为您特制的，用料十足，代表了王妃娘娘对您的看重啊。这重量承受不住。莫云策回来的挺快，尽管知道瑞锦熙样貌出尘，尽管知道他今日是在应付交差，莫云策仍是被盖头下的俏脸惊艳。果儿，让本小姐再睡一会儿。成亲好累人的。小姐，姑爷回来了。不认识，别吵我睡觉。小姐，是世子爷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，关我什么事？小姐，您快醒来，是您相公夫君世子爷回来了。
让他睡吧，本世子去书房。瑞锦熙瞬间打了个激灵，腾的一下坐了起来。什么时候了？子时出。11点了，这些人真能喝，从白天喝到半夜。还好，没有酒臭味。切，我都没嫌弃你，你倒嫌上本小姐了。没有，我只是不习惯。算你识相，敢嫌弃本小姐，你死定了。我饿了，待着别动，待我填饱肚子，与你有话说。门外跌进来2人，王妃，莫云烈。混小子，这里是你能来的，还不快走！你母妃很可爱。现在也是你母妃，母妃是个奇葩。莫云策想捂脸。你总是这么随意吗？有问题？没有。你看到了，我和你想的大家闺秀不一样，我们被指婚是个错误，当然也有万不得已的原因。我们之间呢，相看两相厌，不知是你倒霉还是我倒霉。听说霉运会传染，我希望是我们2个都倒霉，这样我们能负负得正，就会达成心愿。什么心愿？合理啊。她果然不情愿嫁给我。我们谈谈条件吧，咱们2个和平相处，在北周事了后高高兴兴的和离，好聚好散，怎么样？虽然自己也是这样的想法，可从瑞锦熙嘴里说出来，莫云策就是听着不舒服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不如这样，你现在就签下和离书，作为报答我帮你治腿，事后我痛快走人，你可以再娶美娇娘，到时自会有美人投怀送抱。从妆帘里拿出事先写好的和离书，瑞锦熙开心地收起和离书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能治好你的腿，不会让你吃亏。床够大，分你一半。你看到了，我睡相不好，要不你委屈点儿，睡地上吧。你睡地上？睡就睡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清早。你怎么在我床上啊？随之而来的一掌砸在了莫云策的鼻梁上。瑞锦熙，看清楚，是你爬了我的床，离本世子远点。对不起了，我睡懵了，不是故意的。世子爷，你消消气，我给你赔不是了。余园正厅，以后啊，王府有你当家，大喜的日子不容拒绝。早饭后，众一起进宫谢恩。骑士突然冲出来，哟，竟然没被吓到，是没看到世子的脸吗？谁追你出来的？启文，你想死？您怎么过来了？我可是有品级做侧妃，世子妃不该拜见吗？原来是你啊！侧妃始终就是个妾，我是世子正妃，论品级好像不比你低吧？母妃，我需要拜见吗？你可是世子正妃，该属2品，骑士不过是3品身，该他向你行礼。哦，这样啊，媳妇瞧着齐侧妃比您还年长许多，可不敢受礼。骑士被莫云阳挡着，张口就骂，言辞间全是对莫云策的诅咒。母妃，我们走吧，要误了时辰了。对，如熙啊，正事要紧。哼，今儿个看在锦儿的份上，今日多谢你媳妇了。男人千万不能做对不起心爱之人的事，否则一辈子都得低声下气。大雍皇宫，你怎么才来？都认过亲了？这不是到凤七宫了吗？扑了空才知道在养亲殿。哼，看来皇兄对云策的世子妃颇为照顾，大概是因为云策腿脚不便吧。这人真讨厌，一来就搬弄是非，口口声声在说莫云策残疾。怎么，本公主来晚了就不认亲了？是看不上本公主吗？一个小小的花痴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靠，我没招惹你吧？母妃，这人是谁？要脸了吗？擦那么厚的粉掉的满殿都是，味道刺鼻，这么劣质，可别有什么毒性啊！呀，有毒吗？皇上，皇后要小心呐！胡扯什么？正平，你低头看看。侄媳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在问母妃，没想到，请皇伯原谅。好聪明女娃，不是故意的，声音却能让所有人听到。不说求罚，只说原谅，让在座的人不忍苛责。调皮，生平的妆容不妥，你找个教习嬷嬷教教。皇上，生平公主是长辈，被她这样羞辱，你不斥责世子妃，却要教训生平，是何道理？良妃娘娘此言差也，锦儿是闻到脂粉气味刺鼻，担心的粉里有毒，会毒到皇上皇后，这才悄声问本妃哪里羞辱她了。我没说谎，找太医来验验便是。皇兄，宣王太医来检验，放心些，若真有毒，生平的脸恐怕……皇兄，别欺人太甚。
我怎么可能把有毒的东西往脸上抹？你给他瞧瞧。妈呀，这脸咋抹这么白啊？有毒！怎么会有毒？这是青云观道长为本公主特制的药粉，穿着脸上粉刺的。陛下，这里面有大量的药材，还有大量元水和青筋，这种粉治不了公主的脸，反而会让您的脸腐烂。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王启啊，你去偏殿给他好好看看。终于可以出宫了。哎呀，每次进宫像打仗，哎呀，比打仗累。我也想搞个面具戴上，躲在面具后面看人，必定恣意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母妃，想到也没用啊。我们没有借口戴面具，总不能说自己毁容吧？那又成欺君了。锦溪啊，你送我的护肤品非常好用，在哪儿买的呀？我想送几位要好的夫人。护肤品的效果不错嘛？那当然了，我们锦溪送的特别好用。哼，母妃，你喜欢就好，改天多做些，你拿去送人。你做的？哎呦，锦丫头，你可真是个宝贝哦。这不算啥，改天我再做一套胭脂送你。锦儿啊，我们合作开个胭脂铺，怎么样？你和侧儿办完亲时，我就又闲下来了。人闲事多，我得找点事干。可以，我给您方子，您找人制作。利润咱们分3份，你1份，王府和相府各1份。我和王爷还商量着在城外的庄子上种樱桃，利润也分3份。樱桃？对呀，那日你药膳堂开业，你榨的樱桃汁啊，多受欢迎啊！王府有一片山头，都种上，到时候卖出金价。母妃，樱桃好吃，树难栽，别费那事儿。想喝果汁可以种别的。不费事，又不要我们去种。倒是你这提议不错，多种几样，口味不同，更好赚银子。你喜欢就好，我和相府就不用分了。胭脂铺嘛，王府和相府分吧。不用争，以后啊，只要是你想出的点子，咱们就这样分。喂，你怎么睡这儿啊？你该去书房。你快起来，不然说不清了。瑞锦熙上下其手，在他胸前摸了好几下，莫云策都没反应。喂，莫云策。根据脉价，瑞锦熙判断他在头痛，取出叶师傅送的金针，瑞锦熙手法纯熟地扎了下去。别动，他生病了，这是在治疗。世子妃的医术学到位了？你可以去医馆打听。元荣，世子病了，你快去告诉王爷王妃，世子妃在拿世子练手。世子病了啊，有世子妃呢，不急。怎么不急啊？世子妃才学多久啊？怎么能上手啊？你不去我去。哎，世子妃的医术很好，别添乱。他悄声地在袁聪耳边耳语几句。原来那些手术都是世子妃做的。世子不让对外宣说，记住了。透视眼展现，他看到了面具下的脸，冷不防地看到了面具下的恐怖面孔，发现他头痛也是毒素干扰。这人体内的毒素沉积太久太多了，他的生命有极大的危险。荣，世子妃在干嘛？欣赏世子的身体吗？穿着衣服有啥看头？晚上不是能看过瘾吗？看什么过瘾啊？见过王妃。你俩处在这里干嘛？没干嘛。锦丫头，今日回门，侧儿怎么了？母妃别急，母妃，世子身体有恙，我给他针灸治疗。叶老爷子的独家秘技，你学会了？侧儿是毒发了吗？要赶紧请王太医和叶老爷子。等一下，母妃，他中的毒很复杂，而且危及生命，要赶紧治疗去毒。锦丫头，你能看出侧儿是中毒了？我之前就诊出了，要给他治，可他不愿意让我看脸，无法进一步的判断。一定要看脸吗？我知道他的脸上一定被毒素毁了容，才会戴面具，可是为了能够判定毒素的成分，一定要看到脸。锦溪啊，你能帮侧儿解毒？很难，但可以试试。袁聪啊，袁荣，守好院子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你能看出来？你能看出他中了什么毒吗？能看出一部分，大部分还要研究，需要验血。验血？血液里有毒素，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分析，查验毒药的成分，才能对症下药解毒。那你快验呐！今天不行，要从医馆拿回工具来再进行。好，不着急。
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不差一时。今天是你归宁的日子，待会儿啊，让侧儿先陪你回娘家。瑞锦熙动作利索地拔了针。这么迅速的手法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。我知道瑞锦熙在叶老爷子的医馆学医，可短短10日便能学到这种程度吗？除非这丫头天赋异禀，聪明过人。你们干嘛这样看我？侧儿，头还疼吗？就是有些头痛，好像不疼了。母妃不用担心。真不疼了吗？不疼了。那你要谢谢锦溪，要不是她，你可睡不安稳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但你可以来点实惠的，表示谢意。对，给锦溪送个礼物，要她喜欢的，贵重的。锦溪说他有办法帮你驱毒治腿，你知道？这件事情要秘密进行，不能让更多人知道了。侧儿中毒的事，至今未查出是谁做的，那人一定在暗中观察着。我们不想节外生枝，等侧儿彻底好了，再对外宣布。能够隐藏到宣王都查不出，那么下毒人的身份应该不简单。当初就想过这个人了，应该是位高权重，可调查了许久都没有任何头绪。也许世子真站起来了，那人就着急了，会现身的。我们一直被人监视着吗？那人是不是一直在看着我？看我一直站不起来，他在笑。别这样说，侧儿啊，赶紧洗漱，陪着锦溪回娘家。瑞相非常满意宣王府给长了脸，他笑呵呵地将宝贝闺女迎进门，也没有人去关照姑爷。世子爷勿怪，相爷他们太想小姐了，一时忘了您。世子爷，做瑞家的女婿就得遵瑞家的规矩。可以，不知瑞家的规矩是？一切以我妹妹为尊，妹妹说的都对，有错的是别人，妹妹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这是瑞家的规矩。妹夫若是觉得无聊，我陪你练练手。二哥，你这提议不好，伤到你我会心疼的，伤到他还得辛苦我照顾。那不行，不能让妹妹辛苦。瑞锦博立刻乖乖坐好。莫云策心里微堵，本世子不会受伤的。你当然不会受伤，可我二哥不一定，我不想二哥受伤。你打不过世子，就别让妹妹难过。午饭时，莫云策开了眼，这桌上的菜式竟然有他没见过的，味道更是好极了。姐夫，这些菜好吃吧？都是我姐姐教给厨子的，我姐姐厉害吧？我家锦儿钟灵毓秀，聪慧过人，入得厨房，出得厅堂，就怕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有眼无珠呀。你要对我姐姐好，不然我就不叫你姐夫。谁对我姐姐好，我就叫谁姐夫。锦祥说的对，谁对妹妹好，谁是妹夫。成了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敢欺负我妹妹，先和离，再暴揍一顿。景琛说的对，侧世子，锦儿若有做得不当的地方，你不能指责，若引起你的不满，尽管来府里通知，我们会带她回来。妹妹不会有错的，错的是别人。这顿归宁餐在瑞家人的有说有笑，莫云策的默默干饭中结束。世子爷，柳姨娘给备了一份餐食啊。这个柳氏的观察力好强，这2样都是他中午吃的最多的。虽是美味，也不可贪食。拿去，给你们晚饭加菜。谢世子爷。突然，他想到之前尝过的卤猪蹄和今日吃过的一个味儿，他很确定瑞锦熙是不会送给他们尝的，那就偷来的。混账，他是被成了销赃人了吗？这是什么肉？好香啊！油而不腻，肥瘦相间，酱香四溢，咸中带甜，好吃啊！母妃，您尝尝，一定会喜欢。真的是好吃啊，很美味，不容错过。其他几样也很好吃，再不动嘴就没了。母妃，让人再上一份吧。那个卤猪蹄吃的不过瘾，还有那个有嚼头的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好香啊！好吃啊！跟你大嫂好好说话呀，这些菜都是她带回来的。莫云烈心里不太乐意，可吃了人的嘴软，还想吃就得服软。他的表情很纠结。小爷能屈能伸，只要能吃上美味，先服个软也无妨啊。大嫂，能不能再来一份？好像没吃饱。哎呀，这人还真是个吃货，明明看自己不顺眼，为了口吃的都能违心的讨好。香草，你去相府看看还有没有。莫云策从不知道一个人会为了食物不顾身份不顾形象。宣王和莫云烈不顾旁人的盯视，愣是将讨来的肉菜再次吃完。大嫂，那是什么菜啊？他指的是干锅肥肠。明日再告诉你。为何？我怕你会吐。
这里人不吃这些下水。相府的人一开始也无接受，后面实在抵挡不住它的美味，几乎天天都要吃。瑞锦熙想让他有个缓冲，别真接受不了吐出来，免得你再要一盆呢。母妃，明日我要去医馆了。啊，你忙你的。谢谢母妃。锦溪，婉晴，出什么事了？锦溪，救救我娘！母妃，我去看看。那是叶老大夫的孙女，叶老夫的媳妇儿在回京路上动了胎气，难产，命在旦夕啊。世子妃去了能救，她不是刚学吗？也许是需要女子帮忙，锦溪刚好懂些药理。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瑞锦溪的医术其实很高明，他害怕下毒人加害锦溪，以阻止云策的康复。我也去吧，他一个心腹，怕是多有不便。爹，锦溪说要剖腹取子，你可同意？什么剖腹？一切都听锦丫头的。爹，很危险的。相信锦丫头，她比你的能力强。一阵功夫后，产房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师傅，母子平安，恭喜师傅得了个大胖孙子。好，孩子也好。师傅，才早产10天不算事，孩子发育得很好。王爷，策儿真的有希望了。是的，千万别说出去，我们要保护好锦丫头。对，多派些暗卫保护着她。夫妻俩将所有需要注意的都想了一遍。在马车到达王府大门时，一条条指令发了出去。第一条指令就是去通知叶老爷子配合，让医馆的人全部进口，不得向外透露瑞锦溪的医术，对外仍旧是学徒。瑞锦溪实在太困了，束缚去掉，直接趴到床上沉入梦乡，更忘记了莫云策也会睡在这里。莫云策暗骂自己睁眼的方式不对，连忙转过身，可脑子里的画面去不掉，逃命似的离开卧房。元荣，世子爷，您吩咐。今天在书房重新放张床。王妃下了强制令，不许您睡在卧房之外的任何地方。回玄镜司。瑞锦溪睡到日上3竿才起，根本不知道莫云策昨晚又睡在房里。你这是做什么？锦溪，谢谢你救了我娘和弟弟。谢意我领了，不要下跪。你是在折杀我吗？锦溪，谢谢你，我差点就没娘了。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好好照顾你娘和你弟弟吧。我能给他喂点吃的吗？可有排气，若是已排了气就可以吃。排了，我这就去端些粥来。下午让你娘试着做起来，明天就下地行走。这么快就下地吗？避免常年连。师傅，这是侧世子的病案，你拿去研究吧。您知道了，有建议吗？丫头，你给世子驱毒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。师傅，他的毒您真没头绪吗？侧世子中毒前可谓是天之骄子啊，无论是样貌才学还是武功谋略，都是大庸第一人。可惜啊，天妒英才。在他11岁那年，跟随皇帝去狩猎，他的坐骑突然发狂，他被甩了下来，断了双腿。可是3个月后，本应好转的双腿不仅没有好转，还彻底失去了站起来的希望。当时啊，我和王爷发现他体内有什么在阻止他的恢复，怀疑是中毒，可什么也没查出来。直到他的脸上开始出现青红色的纹路，我们才确定他真的是中了毒。可奇怪的是，毒药的成分来源一直无法判断，很罕见。师父，王府可有怀疑的人？据老夫所知，皇上和王爷查遍了所有可能的人，没有任何线索。这在当年呀，是一起悬案。不会，圣宣帝和宣王的兄弟情谊不是假的，对侧世子是真的喜爱。那会是王爷的仇人吗？很多人都在这样想啊，但是哪个仇人，王爷也猜不到。你别考虑这些，顾好自己，尽快的找出毒药配分，治好世子才是你应该做的。叶婉晴的父母是跟着大军回来的，皇上嘉奖了所有将士，唯独对太子没有任何奖励。瑞锦熙和香佑买了些零嘴，抄近路回善元堂，竟遇到个打劫的，正拿着把柴刀架在一位姑娘的脖子上。只是那位姑娘看着一点不慌，反倒是劫匪慌张的左右看。真是巧，财运来了挡不了，就怕你接不住。这位夫人，见到这样的情形，不该害怕吗？
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他的刀架着的可是你的脖子，要我喊人来吗？不行，谁问你意见了？多嘴！把你们的首饰都摘下来，快点！我就在这站着，有本事过来拿呀！刚才的惨叫是他喊的？世子妃，姚小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路过不行路过不行吗？啊？那人藏在巷子里打劫，应该不是1-2天了，你带回去好好审审吧。我是姚景家大将军之女，你是哪位世子妃？看着很眼熟。姚小姐，我们小姐是瑞相之女。啊，你是瑞锦溪？我都不敢认了。啊，我们以前认识啊，我年初受过重伤，记性不太好了。唉，可怜的锦溪。姚景家比瑞锦溪年长2岁，他们的母亲曾是闺中密友，两人小时的感情如同亲姐妹。瑞锦溪的娘病逝后不久，他们全家随着大将军驻守北疆。有6、7年不见了吧？你都嫁人了。你这口吻像是长辈。哼，当然了，我一直拿你当亲妹妹，我娘这几年也时常念叨你。最初我给你写了好多信，你从来没回过。小姐那时很伤心，都不和人说话，对所有的事物都不关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回来第2天就去了乡下看望祖母，不知你出嫁，不然怎么也要给你送嫁的。现在补也不迟。还和小时候一样，脸皮厚。得嘞，送你个最漂亮的东西。我记得你最喜欢漂亮的东西了，特别是漂亮男孩。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？我就送你个漂亮娃娃。哎，对了，你嫁哪个世子了？我今天刚回京城，听说一个长辈早产了，急着去探望，对京城的事一无所知呢。那你慢慢打听吧。不是要探望人吗？赶紧去吧。哎呀，不差这一会儿，就在前头善元堂。你说的不会是叶瑜是吧？叶俊一的妻子是姓瑜。走吧，我也去那儿。巧了，这是大雍未来的女神医叶婉晴。锦溪说的太夸张了。你好，我是姚景家，我知道你。叶君一和于姨每天都说你，整个军营都知道叶君一有个漂亮女儿。3个小姑娘迅速成了好友。母妃，我错了，以后不会回来这么晚了。母妃不怪你，只担心你的安全。明天你父王给你配的暗卫就到位了，你想去哪玩，带上他们，母妃都应你。不早了，快去睡吧。侧儿有公务，今晚不回来了。哦，我这就回去给他准备换洗衣物。锦儿真是个好媳妇儿啊。翌日一早，那个菜叫干锅肥肠。哦，不就是个肥肠吗？还藏着掖着。锦丫头啊，你说的是猪下水？就是那个猪粪堆积的地方。莫云烈的眼睛越睁越大，最后受不住的跑出去干呕，悄悄瞄了一眼王爷公爹，发现他面色不变，很镇定。早饭果真省了1人份。饭后，今后世子妃就是你们的主子了。属下见过世子妃。他们是卫子妃的，想怎么叫你自己取名吧。既是卫子辈，那就姓卫吧，卫左、卫右、卫喜、卫乐。谢世子妃赐名。玄庆司，王爷给世子妃配了4个暗卫，王妃让您晚上尽量回府，莫让世子妃惦记。烈少爷说他被世子妃欺负了，想请您帮他报仇。世子妃昨晚宵禁前才回到王府。世子妃，你是4品指挥佥事，只会报告家长里短之事吗？您听得很认真啊。去找画师来，看看顾清贵能不能描述那个神秘女子的样貌。这天，宫里发出帖子，皇后要大办中秋宴，邀请4品以上官员家眷一同参加。诸位夫人小姐，善元堂有新制的祛疤膏，药效显著。今天多少银子？直说。20两1盒。20两。啊？你们怎么不去抢？不要拉倒，这药啊，可是立竿见影的效果，有的是人要，根本不够卖。叶老大夫，本小姐现在就是没有效果，我让家父砸了善元堂。我来帮你抹，让你的丫鬟学着，这手法有讲究。小姐，没有了，没有痕迹了。10几盒被3个人抢完，带着仆人就走，都不给别人反应的机会。叶老，还有吗？我们可以加价翻倍。想要啊，就得等一会儿，我们需要现做。不过这价钱嘛，我们等1盒100两也行的。金丫头啊，这药
为何有如此快的效果？师傅，它不完全是祛疤，还有遮瑕的效果，抹上去能遮住伤痕。他们脸上的伤大都没有破皮，明天起来那些红痕就会消失。我是讨厌他们，才想整一下他们嘛。放心，只此一次，只是多赚了银子，效果还是有的。调皮。新鲜出炉的食盒卖了1000两银子。师傅，我们可以挣富人的钱，帮穷人治病。为师一直是这样做的。不，师傅，你给富人的定价不高，根本没有多少盈利，这样下去医馆会坚持不下去的。哦，锦丫头有何想法呀？师傅，我们把药分开等级，做一些成药，包装漂亮的卖给富贵人，收个高价；普通包装的呢，卖给穷困的人，少收或者不收药钱，就是让富贵人为穷困的药买单，还要让我们有赚头，可以收更好的药材。师傅，那些美颜丸啦、补肾丸啦，都可以卖高价的。好，听你的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。京城各家成衣铺的闹剧在当晚就传进了宫。皇后做事越来越没章法了，皇后这次是怎么回事啊？如此仓促。听说原计划另选日子为太子选妃的，又考虑到有些刻意，才临时决定中秋宴让女眷也进宫。是该选妃了，她比侧儿还要年长一些，长了1岁。调查清楚，都有谁家参与了闹剧，这样的人家不予考虑。是。今晚的宫宴你要护好锦溪。我知道了。这宫里的上衣局越来越没眼光了。母妃，我已是人妇，无需与那些少女争奇斗艳。这倒也是，但母妃还是想你穿得漂亮些。这样挺好，她又不参加选妃。中秋宴会，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哥，你们都来了。没事，就是看到蚊子飞虫太多了。锦溪，可算找到你了。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，面对拿着刀的劫匪，也不见你半点惊慌。怎么这宫宴倒让你紧张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孤单吗？你都有家人陪。话说，你爹娘怎么会让你独自回京啊？娘在半路突发救急，我先行回来整理宅院，好让她回来住得舒服。有找大夫看吗？看过了，已无大碍，再有2-3天就回来了。那到时让叶老爷子再给瞧瞧。那是自然。呀，快瞧瞧，这是谁呀？穿得这么老气。她可是已婚女子，当然不能再穿得花枝招展勾引男人了。原来是被册世子管制了。我已是人妇，自当要谨守本分，穿着得体，不能像某些人打扮得像花孔雀开屏般招摇。花字该配你，京城花痴可不是虚名，是你自己凭本事挣来的。我这么能耐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哪位啊？在这里学鸡叫？花痴，装什么傻？哼，她可是韩允洛皇后的亲外甥女，镇国公府的嫡房长女。哦，好长的名头啊，好吓人。请假莫怕，我的名头比她长，我可是大雍皇朝圣宣帝的侄媳，皇上胞弟宣王的儿媳，侧世子的正妻，大雍朝肱骨大臣瑞相之嫡女，翰林院编纂兼殿前执事瑞锦纯之妹。厉害，你的名头最长。我还简略了。瑞锦熙挑眉看着韩允洛，突然想起他传来第1天，那个说他见了男人流口水的，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。本小姐没找你算账，你上赶的上门找事，新仇旧恨加一起。韩允洛，允洛代表稳重文静，寓意有美好正直的品格，而你却是尖酸刻薄，一身妖媚之气，真是可惜了这个名字，你不配。成为高门贵女，不知自重自爱，与低等人搅在一起，自荐身份，口出妄言，讥讽朝廷。说谁低等？我陈婉缩可是文信侯府嫡小姐。花痴，你竟瞧不起我乔一，就是瞧不起尚书府。哼，就瞧不起了，怎样？本世子妃可是有品级的，你们见了本妃，不但不行礼，还嘲讽本妃的命妇服，是在嘲讽皇上，鄙视朝堂。母妃，儿媳无脸待下去了，要先走一步了。宣王妃，他们嘲讽锦溪的衣着。小小的朝臣之女，竟敢嘲讽我皇室的衣着，本妃定要让皇帝皇后来评理。大哥，有人欺负妹妹。锦波，你去找世子；锦琛，你去找爹。宣王妃，别污蔑人！敢对王妃无礼，欠打！你这个不会生的花痴，竟敢打我！啊！怎么不叫人打呀？伤到你怎么办呢？你们都瞎了吗？有人对王妃不敬，不知道怎么做吗？将此女拿下！我是镇国公府嫡女，谁敢动我？
父王，镇国公比王爷品级高吗？镇国公的功劳大呀。哦，那就是功高盖主了。黄口小儿，休得胡说！国公爷，世子妃可是皇上亲口指定的，你在说谁是黄口小儿，谁在胡说呀？宣王，世子妃也不能信口雌黄啊！哼，韩永洛见了本世子妃不行礼，还出言不逊，讥讽本妃的命不服。宣王妃说要找皇上理论，他竟对王妃无礼，还口出妄言。他这样的言行，全是仗着国公府，就连王爷的命令，他都敢反驳威吓，不就是因为国公府势大吗？世子妃，我镇国公府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咄咄相逼呢？这你要问他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却一再挑衅。我刨了他祖坟了吗？还是抢他男人了？你真是粗鄙不堪！蕊相怎么教你的？我闺女好得很，你是怎么教你孙女的？爹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看看人家打了小的立刻出来唠叨，若不是我公婆护着，你闺女就吃亏了。他敢，爹和他拼命。多谢你们护着我宝贝闺女儿。亲家见外了，金丫头现在也是我闺女了，护自家人理所当然。王爷，这明显就是功高震主，仗势欺人呐！韩公爷，你眼里还有皇上吗？臣对皇上忠心耿耿，这与小女儿间矛盾无关。矛盾？他一次次的针对我，岂是矛盾二字能交代的？对，让你孙女今天给出交代。我闺女是刨你家祖坟了，还是抢她男人了？爹，我没有刨他家祖坟，莫非是抢他男人了？难道他喜欢世子？金丫头啊，我不会让这种阴险小人进王府大门的。我才没有看上残废。韩允洛可是我选定的太子妃，若被皇上不喜，那就不成了。韩公爷，你们祖孙好威风啊！皇上，都是老臣教导无方，因为他爹在外驻守，老臣对他多有疼惜，导致他过于骄纵，目下无人，都是老臣的错呀。皇上，镇国公此言差矣，爹不在娘在呢呀，不也没教好吗？他们不会教导小辈，不如将他儿子叫回来，亲自管束。这是要夺了韩家兵权，蕊相不愧是皇上的心腹啊，什么机会都能利用。蕊相说的是啊，朕忽略了教导子女，父亲是不可缺席的，一定要亲身指导，才会更加知书达理。传朕旨意，调韩鼎回京任职，便于教导子女。皇上英明，体恤将领离家之苦，实乃明君呐。皇上，此事太儿戏了。将刚才的事情说给皇后。这个内侍是个妙人，神情并茂的大会的将刚才发生的事如说书般讲述出来。人才无处不在啊，描述的很客观，不偏不倚。怎么又和瑞锦熙有关？年初的赏花宴被他毁了，今晚的中秋宴又是如此，他与宫宴犯冲吗？皇上一定是误会了，允洛怎会与世子妃有矛盾呢？据臣妇所知，他们之前从无来往。对呀，他的敌意哪里来的？哼，他瞧不起宣王府，对本王儿媳充满敌意，嫌弃世子，冲撞王妃，处死也够了。看在国公府2代人的功绩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掌嘴20，此女心思难辨，管不住嘴，一条是非，不适合东宫啊。姨母，诺儿知错，诺儿知错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王伯，对他的量刑有些少。臣查出前些日子京城撒播的关于世子妃的谣言，也是出自他口。皇后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不能姑息。皇上，他已知错，今儿又是中秋佳节，待明日再做处罚，可好？宣王帝、瑞丞相，本宫保证，明日定会惩处他。今日先进行宫宴。母妃，我的好友姚景佳是姚大将军的千金，你爹娘快回来了吧？回王妃最多10日就能进京了。大感情好，到时啊，请你母亲来王府串门。锦溪，你真好运，有王妃这样的婆婆，世子不会欺负你的。她才不欺负我，也护不了我。今晚进宫前，王妃一再叮嘱她要护好自己，结果一进宫就不见人影，让韩永洛找了晦气。啊，怎么了？那里没人啊？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。瑞锦熙回想了一下那种感觉，很令人不舒服。他看向对面的镇国公一家，虽然他们面色不佳，在那里强颜欢笑，可除了韩永洛，家里其他的人都在。但我的直觉绝对没问题，刚才那里肯定有人在盯着我，不是韩家的人，会是谁呢？
莫云策看到了他，急转头向后望。瑞锦熙没发现，他可是有发现那里有人影闪过。世子，那里有新鲜的脚印，有人刚待过。谁会盯着他？这个花痴真是个招惹麻烦的体质。我一进宫就被皇上叫去，刚走开一会儿就有事发生。以瑞锦熙嚣张的程度，这些人都可能与他有矛盾。当然，这矛盾也许是出于单方面的嫉妒。我发现瑞锦熙是有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原因的。人长得漂亮，娘家宠，婆家宠，除了我，众人都娇宠着她。她有恃宠而骄的资本，有嚣张的依仗，这还是大部分人不知道。她还有一身神奇的医术在身。韩允洛完全是出于嫉妒，他嫉妒瑞锦熙花痴的嚣张，惹人厌，还有人无限的宠，盲目的宠。这样想来，敌对的女子应该有不少。对面那个穿粉裙和后面那个穿半臂裙的都是谁？回世子爷，前面那个是史部侍郎的嫡女简若初，当初在首饰铺找事的就是她。后面那个穿半臂裙的是胡太医之女胡月，听说赏花时她为世子妃检查时故意弄伤了世子妃，为此还挨了皇帝的板子。仇人不少啊。世子，文献侯府的小姐在偷瞄世子妃。是个有病的。突然感到对面有人在往他们这边看，是卢泰宁。莫云策确定他在偷看，因为他看的方向是瑞锦熙那里，却发现太子也目不转睛地看向这里。臭花痴，就会招蜂引蝶。你怎么黑成这样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刚到刑部就接了个案子，跑了趟潞州，今早才回来呢。你往哪儿看？云策，我去给世子妃打个招呼啊。你要做什么？哎呀，我问问她那个圆脸姑娘。真惦记上了？自那日后啊，我日思夜想，几乎是茶饭不思啊。哼，就凭你这油腔滑调的调调，瑞锦熙都不会告诉你。哎呀，别呀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肯定知道。自己问去。世子妃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登徒子，你换张皮我也能认出来。哎呀，我这是辛苦搬柴晒黑了，你还能认出我来，太好了。你有事？那个，我跟你打听个人呗。不认识。哎呀，别呀，你就告诉我那个姑娘叫什么吧，我对她是真心的。元策，堂兄替表妹道歉，你别把他的话往心里去啊。堂兄，他应该向我母妃和瑞锦熙道歉，而不是你替他道歉。哈，你说的对，待明日他受了惩罚之后，再让他登门致歉。希望他能做到。润泽，原来是你啊！见过太子殿下，臣现在有事儿，待会儿再与您叙旧。世子妃、嫂子、瑞小姐，求求你告诉我吧。他看上谁了？和我常在一起的圆脸姑娘。哦，和侧世子妃同桌的是谁？回娘娘，是姚大将军之女姚景佳。姚大将军，你看，太子是不是对姚小姐有意？不瞒娘娘，奴婢早就发现了，太子从刚才就不停地往那边看。哦，远处传来呼声，有人跳湖了。谁这么想不开啊，在宫里寻死？皇上、皇后，郑国公府的小姐跳湖了。皇上、皇后，人救上来了，大韩小姐没有了呼吸。刚说跳了湖，这马上就得救了，怎么会没有呼吸？哎，她死了吗？怎么可能？地上的人嗷的一嗓子坐了起来。在别人看来，他挥舞的手将瑞锦熙差点推翻。哼，你果然是装的，故意把大家骗到这里来的。我没有。你有，你差点把简溪推倒，你是特意装冤，引他过来报复他的。你是哪个府的？休得污蔑我孙女儿！污蔑！大家看呐，韩小姐的衣全湿了，可她的头发却是半干的，怎么会淹着呢？郑国公，你们可培养了一个好嫡女，真正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，就想着算计人了。是你们要来的，我又没叫你们来。住口！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，韩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祖父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？孙女脚底打滑掉进湖里，被路过的两人看到，他们一个去喊人，一个来救我。我是没溺水，但是我被吓到了呀，我被吓晕了呀。若不是瑞锦熙踩我的手，我也不会痛醒。世子妃，你故意踩他，是何用意啊？郑国公，你看清楚，他的手上有伤吗？国公府是不是有无赖的血统？爷孙一起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大家看啊，他踩得可用力呢。韩小姐不仅心不良，这眼神也不好，
你那手白白嫩嫩的，哪有受伤呀？郑国公，你孙女是有精神疾病吗？无缘无故，一而再的刁难世子妃，谁给她的胆子？欺我是残废吗？怎么会呢？给她天大的胆子，她也不敢。他敢得很，他连皇上的话都不放在眼里，对世子又怎么会有敬意？对，皇后让人把他带下去，是让他反省的。他都不服管束，跑到湖边来，还闹出这样的事端，真是让人难以理解。还有，你对锦溪的敌意从何而来？为什么总是针对他？我没有，是他在针对我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的脸皮好厚啊！一直都是你来招惹我，我何时主动找过你的麻烦？哼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一定是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才让允洛和你不对付的。夫人说的不对，我家小姐在此之前和韩小姐没有任何往来，而且自赏花宴后，小姐的记忆越来越差，根本不认得她，怎么会与她有矛盾？放肆！你是什么身份？这里有替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之前我就说过，我没有挖你家祖坟。他这样敌对于我，除非是我抢了他男人，我嫁给世子了，他对世子不屑，那就是看上我之前追过的男人喽。满京城的人都知道我爱追美男，但我光明正大，心中无愧。可是你就不好说了，我猜应该是你看上了某个男人，不敢对人家说，或者人家拒绝了你，你就来针对我，是这样吧？你胡说，谁不知道你是花痴，我才没有。哼，我追美男是欣赏，没有半分龌龊的想法。你倒是不追美男，可你的心里时刻都在想男人吧？哼，人家不敢明着追，还不让人家偷偷想了？哦，当然可以想了，只是别来找我针对呀。要不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帮你追。莫云策被自己的口水呛到，这个花痴什么话都敢说。皇后命你换了衣裙去御花园。娘，没事，先去换衣服，莫在殿前失仪。对，再好好打扮一下，让你喜欢的男人看到你的美，再求皇后指婚，你就能心想事成了。你欺人太甚！韩允洛，本姑娘纯洁得很，可没有你那么多阿杂的心思。再针对本姑娘啊，不是再针对本世子妃，绝不轻饶。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欺人太甚。元荣呢？发现可疑的人，他去追了。什么样的人？应该是准备害你的人。谁？是赏花宴上害我的人？应该是吧。我刚才站的位置，若是被他打到，是不是会摔倒？因为你的摔倒，可能会将韩允洛推进湖里，他就有谋害他的嫌疑了。我好像没有得罪谁吧？一定是你之前追男人太嚣张了，有人看不过眼。是女人做的？因为我追她男人了？哼，也许是那人被你烦不胜烦，因为讨厌你，才会陷害你。有道理。妹妹，赶紧回去，皇上要问话了。大哥，刚才有人要害我。谁啊？韩允洛吗？不是，是赏花宴上陷害我的人。看到那人了？当时的人很多，只拦下了石子，元荣去追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追上。应该是个男人，而且个头不高。你为何这样说？我调查过，赏花宴上，在你出现前，妹妹一直和表姐等女眷在一起，他们周围是几个高门公子，以他们的高度，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，说明那个人的个头身材与女子一般。小矮个，那不是我喜欢的菜呀，我肯定不会追着他看。这是值得炫耀的事吗？此人能准确的用小珠子打伤妹妹，功夫不差，而当时那群女人没有会武的，所以我分析是个男子做的。他会不会是爱慕我，我却独独没有追他，因爱生恨了？一定是这样，他才会想要害我，达到报复的目的。莫云策很想赞同他的话，可他怎么想都觉得别扭。这是个女人吗？在自己夫君面前大谈别的男人对她的追求。妈呀，我不会惹到变态了吧？变态？就是心理扭曲的人，得不到就毁掉。妹妹，回家住吧，我都能保护你。大哥，相府的武力值可不如王府高，而且我公爹给我派暗卫了，不会有事。赶紧走吧，别让皇上久等。韩允洛一再针对锦儿，是他无理取闹，世子不要对锦儿有猜疑。我妹妹很单纯的。单纯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有意见？瑞香家的人眼盲心盲，这根本就是个有城府的人。御花园，你踩得手了？皇上，当时很多人在场的，有人看到了吗？说话要有证据的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世子妃关心你，俯身去看，你却差点推倒世子妃。当时臣正在为韩小姐诊脉，可以证明世子妃刚过来就被她推了。若不是有人在后面扶住，世子妃就摔倒了。不知悔改，还一再污蔑，不必等明日了，拉下去杖责20，再行刚才的杖刑。今日散了吧。
母妃，我好怕呀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进宫？这里和我犯冲。瞎说，是韩允洛故意找茬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姐姐是衰神，一进宫就惹麻烦，现在还把王府也拖下水了。哼，我姐姐是福星，你不识好歹。哼，小屁孩懂什么？三少，别和小孩子一般见识。要你多事。我姐姐是福星，你们王府都会沾光的。那感情好啊，借你吉言，王府事事顺意。会的，你们等着看。瑞锦熙一进府，父王母妃，今日是我冲动了，儿媳愿意受罚。都说不关你的事了，别往心里去。只怕镇国公会迁怒王府。无需多虑，皇兄早想收回韩家兵权，可他们不识时务，不知主动交权。你今日等于是帮了皇兄大忙了，也算给了镇国公一个警告。短时间内他不会乱来的。好了，时辰不早了，快回去安歇吧。金丫头啊，什么时候开始给侧儿治疗啊？只要他愿意，随时都行。从今日起，你不许再夜不归宿。锦儿白日要去医馆，夜里给你治疗，你要好好的配合。我也很忙的好不好？属下刚才在宫里没追到人，返回时发现那人又返回了湖边。那是不是他一直暗中盯着我？你会怕？当然怕了，被不怀好意的人吓着，多么毛骨悚然。你想想自己追过谁，人家厌烦你会报复你。喂，莫云策，是他爱而不得好不好？你应该想着是本小姐瞧不上他，他才会伺机报复。是有这个可能，但会是谁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被你伤到脑子了，得了健忘症。莫云策被噎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那是条件反射，也不想想自己的手碰哪儿了。你要睡这里吗？书房没地方睡，母妃不让摆能躺的物件。你睡榻吧。就这样吧，我明天住玄镜司。你还是每日回来住吧，早点治好你的腿，咱们早点完成协议。我给你检查一下。不准碰。不看怎么治疗？我需要辨别毒素，你体内的毒不止一种，不做全面检查怎么判断？就看腿，没本事你就永远待在王府吧。凭啥？是你会积极医，可不是我不能治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你才学了几天，叶老大夫都查不出来，你的本事哪来的？要你管！你这人还真讨厌，三两句话就惹人嫌。到底治不治了？世子爷，该不会是看上本小姐了，舍不得我走，故意不让诊治吧？你想多了，好好说话。那就让我看看脸，快点治好了，快点散，速度，不然本小姐会认为你爱上我了，故意拖延。莫云策转过身，背对瑞锦熙，就是不摘面具。败给你了，转过来吧，我需要取点血研究一下。这都是什么东西？不准问，就像你不摘面具一样，我同样不会说的。这就是你说的一小点？我发现我们不是一国的，这些东西我从没见过。是你孤陋寡闻，不许再问，问也不会说，就算你摘了面具我也不会说。你不是取血研究吗？怎么放进去了？为了保持新鲜啊，因为光线太暗，明早才研究。你可以明早再取血。我就想现在取，怎样？上次怎么没发现啊？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的腿？就上次啊，纹路和脸上的一样。要死了，好疼啊！说清楚，什么时候？放手，放手！就归你那日，你说头疼，其实是毒发了。你看到什么？看到你的脸和腿一样啊，布满了青红纹路。那么想看，好好看。骑士不是说我吓死过人吗？那是真的。那3个女人都是被我吓死的。哇！我突然发现，忽视那些恶心的纹路，莫云策简直是个标准的美男。花痴是在犯花痴吗？他表现得像是看到美味的食物，口水要流出来一样。这女人不正常。莫云策，忽略那些纹路，你真帅啊！疯了，这女人一定是被吓疯了。摘都摘了，干嘛再戴上？睡觉不嫌硌得慌吗？花痴被我吓傻了，我怎么就没控制住呢？瑞锦熙，我们去找叶老大夫或王太医，你被吓傻了。莫云策，你又不是妖魔鬼怪，我怎么会被吓傻？莫云策担忧地看着瑞锦熙，他的面相真吓死过人。花痴应该是被吓得神经错乱了，不然不会说出这些怪力乱神的话。莫云策，是你被吓到了吧？我好得很，我真没事，没被吓住。你不害怕吗？真心话，挺恐怖的，还有点恶心。可我知道那是毒素，无需害怕。既然没事，睡吧。不再理会瑞锦熙，
脑子很乱。为何花生与众不同，没死没疯？我不是该高兴吗？为何忐忑的是我？你真的很帅，我会治好你的。他中的毒太难辨认了，他已不想抱希望了。瑞锦熙的神识扫过空间的每一处，突然发现一台扫描机。有了这个方便多了，我可以把这里的草药集轻松录入数据库，这样检测机就能识别得更全了。待到天亮，找师傅要本最全的，最好把稀有的也包括了。今天是我失常了，竟然被急着摘下了面具。可是更不正常的是花痴，他没被吓死，没有疯，说的话也像是正常的，他怎么会没被吓到？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？师傅，你那儿有最全的草药集吗？怎么就叫全了？这上面有好多没记录的，不全。这本你全看完了？看完了，发现很多没记录的，比如深雪丸中的几味药材就没有。的确是，我这里啊有一本比这个多一些的，但也不能说全。很多古老的药材要去宫里的藏书楼查，或是去古市找找。古市卖古董的吗？那里啊断不了有失传的秘籍。我现在就去。师傅，你那本也借我看看呗。拿去吧。师傅，我看完就还你。不必，师傅送你了，这也算孤本了。要真治，惜之。我保证。出事了！前面护城河上死人了！让开让开，衙门来人了。瑞头，人死了，面部有些浮肿，应该死了1天了。大家来看看，可有人认得他？妹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看热闹呗。这是死人，没看到，快回去吧。不是让你辨认的吗？我的好妹妹，快别看了，哥怕吓到你啊！哎，妹妹，别上手啊！二哥，这人不是淹死的，是死后被扔到河里的。什么？妹妹，你确定？基本上吧，要仵作详查了。且慢，二哥，此人身份可疑，你最好先请仵作来做个初步检查，再动他。瑞相府家训，妹妹说什么都对，妹妹的话要听从。你出门还戴着手套了？养成习惯了。婉晴，帮我把宽袖绑住。二哥，让人群退后，你顺便观察一下，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知道了。婉晴，找纸笔过来记录。哦，好。男，40上下，肤色偏黑，右耳根有。啊，妹妹不是去学医的吗？怎么会验尸了？妹妹，等我做来吧，你毕竟是个女孩子。无妨。二哥，你看好周围的人。哦。此人顶骨有裂痕，口中发现一小截手指，判断是女人手指。哎，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是谁啊？谁准许你们碰尸体的？原来是你啊！干嘛大惊小怪的？啊，世子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奇怪，怎么都问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我是林润泽，现任刑部主事，听说这里可能出了命案，特意前来的。你是刑部主事，仵作呢？在后面呢。哎，世子妃还没说呢，你们为什么在这儿？在干什么？我们来逛古市，听说死人了，过来看热闹。看热闹，看到死人身上了？呐，对啊，不是我帮忙，怎么能看得出是命案呢？是我妹妹发现的，断定不是你亡，而是被害的。世子妃看出来的？你是世子妃的哥哥？是的，大人。你怎么能罔顾职权，让一介妇人来检查尸体啊？锦溪不是普通人，他知道怎么查验。你们半天来不了，他帮你们检查，你们该说谢谢，而不是斥责。姑娘说的是，是我小人了。嘿嘿嘿。你不仅是小人，你还是当徒子。大人，仵作来了。泰宁，你怎么来了？马仵作有事儿，请了大理寺的沈南来查验，我们跟来看看。哦，请吧。沈大哥，锦溪，他是医馆沈大夫的儿子。常听爹提起世子妃，在下有礼了。小说诚不欺我，古代美男多呀。沈大哥，这是锦溪刚才查验的。我见他并非死于溺亡，且姿势有些怪异，怕回衙门的途中有证据被毁，所以自作主张做了检查。没想到世子妃也懂这个，可愿一起查验？当然好了，我们只需要把证据收集好，不要在路途中消失，回到衙门还得进一步检查，甚至解剖。当然，世子妃说的是。三人重新回到尸身旁，一起检查记录。林润泽想要阻止瑞锦溪，你最好闭嘴，看着就好。泰宁，世子妃是女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尽管那个是死尸，也要避嫌的。灯头，你好利索啦！哎，别跑啊！你还不能做剧烈运动。怎么回事？你们跑什么呀？
没什么，大概想起有事儿没办。林大人，此人的确死于他杀，让人将这里围起来，好好查找一下，排除是不是凶杀现场。世子妃，你还是避嫌吧。我不，一个死人有什么可避的？话不能这样说，你得为自己和侧世子名声着想啊。切，我俩还有名声吗？鲁大人，我要避嫌吗？世子妃是善元堂的大夫，大夫眼中不分男女。说得对，有奖。以后去善元堂给你优先权。那地方还是少去的好。那是，你要多保重。哎呀，世子妃，你要多注意形象。去，看不惯一边待着去，别在我跟前烦人。你调戏良家妇女时，怎么没有讲究形象？我那是情难自禁。我看你就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那种人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哎呀，这云策怎么找了这样一个女人啊？瑞锦博边找证据边盯着妹妹，见林润泽被妹妹气到，很无良咧嘴笑。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，他伸手就要去拿。二哥，等等，这上面可能会有凶手的指印，你空手去拿，很可能会破坏掉。哦，瑞锦博发现妹妹真的是越聪明了。爹说的对，要听妹妹的。卢泰宁听到这一说，也觉得非常有理。那个手指头，你能判断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吗？是女人的，不论是大小长短，还有皮肤的颜色和细腻程度，都能推断出是个女人的。那就是说，这女人会找医馆去治伤的？不一定哦，断指一般不会死人的，上点金疮药止了血就没事了，除非是有炎症化脓危及生命，否则这个人应该不会出现在各个医馆。这样说来，凶手是女人了？你怎么混进刑部的？这都想不到。以目前的证据，根本无法判断凶手是男是女，只能肯定有女人受伤了。先搞清楚死者是谁吧。林润泽找画师画出死者面相，贴出去让城中百姓辨认。你们很熟吗？他爹是翰林院大学士，我们两家住隔壁。哦，那你离他远点，那人看上去有些傻，一定是靠关系进的刑部。他其实很聪明的，只是今天不知为何有点笨。我看他呀，书读的太多了，都傻了，像个老头子似的，迂腐。卢泰宁很想说，林润泽是对的，你应该避嫌。你说的对，他是读傻了。我妹妹说的话都是对的。哥啊，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？想到什么？我想说的是心三从四德。妹妹出门要跟从，妹妹命令要服从，妹妹讲错要盲从，妹妹化妆要等得，妹妹花钱要舍得，妹妹生气要忍得，妹妹生日要记得。这不是咱家的家训吗？爹说过，妹妹说的做的都是对的，错的只会是别人。怪不得他能做出那么荒唐嚣张的事情，还被相爷极力维护，这是有多宠呀！吴有义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挡住我了。你眼光不错。哇，这马太帅了。你认得此人？他在哪儿？是的，在哪儿？他怎么死的？身上可有东西？被谋杀的，嘴里发现一截断指，其他的就身上的衣物了。此人的衣服与他的身份应该不符合。姑娘，夫人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脚底老茧很厚，应该是常年奔波的人，肤色很黑也可证明。这样的人应该是镖局押运师或者是走商一类，是没有资格穿这种面料的。夫人说的对，他是个镖师。锦溪好厉害，能医得了人，还能验得了尸，不知道还有什么让人惊讶的。锦大夫就是与众不同。哎呀，好了，快把人抬走，回衙门讨论。你这是刚回城啊？先跟我回衙门细说一下此人身份。在安平街看到有人张贴画像，瞄了一眼，发现是认识的人，便直接过来了。小夫人喜欢，让你先给我买一匹，只是可遇不可求。呵呵，你这匹马还是他相公送的呢。什么？原来是世子妃，在下吴永义，即将成为侧世子手下。你好呀，既然你们去衙门，我们就此别过。锦溪，你怎么懂那么多啊？你也懂的，只是你下意识的把他和活人区别，认为自己不能碰死人。其实只要用心，大夫也能做仵作的活儿。我可不想做这个，还是治病救人的好。沈大夫怎么会让沈南做仵作？沈南啊，是为了报恩。他溺过水，大家都认为他死了，就连爷爷也认可了。路过的徐仵作救活了他，徐仵作缺个接班人，他便去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父王他们不回来吃吗？你父王被召进宫了，云烈被先生罚了，关在屋里面背书呢。云策要晚一点回来。这丫头啊，那个护肤品母妃计划买人制作，这样可以防止配方外泄，
母妃决定就好，我就想偷懒做收银子。那我就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了。您想怎么做我都支持。乖，去煮些山楂茶来。山楂是什么？回王妃就是吃枣子，世子妃说书上也称山楂。山楂可以健脾益胃，消食化积。母妃不是要种果树吗？可以种山楂树，就是吃枣子树。我们可以做糖葫芦吃。锦儿啊，糖葫芦怎么做呀？需要什么材料？吩咐下去让他们做。母妃，我们有口福了。婆媳俩闲聊着，坐等成品。院外传来齐侧妃的咆哮声。锦丫头，好笑吗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形象。护卫拦你是奉了本妃和王爷之命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轮不到你发号施令。兰如姬，我是王爷侧妃，生了皇家玉蝶的，而且我哥哥是镇北侯，你不能这么羞辱我。你学什么不好？学茶壶样，拜托你学个人样。你不把镇北侯府放在眼里，皇上可不会。哼，我来告诉你，我家杨儿进京挂职了，我要给她选妻了。作为主母，我要准备聘礼了。你再不乐意，也得给我儿张罗。齐文呐，有本事让皇上给你儿子赐婚，否则本妃绝不张罗。王妃，杨少爷终归是王爷的儿子，您若不张罗，会惹人非议的。哼，谁爱张罗谁管，别想本妃管。瑞锦熙想，以莫云策和莫云阳和睦的关系，可以看出宣王妃对莫云阳不差，不然不会让两人称兄道弟。即便他们是亲兄弟，好好吃啊！什么好吃的呀？父王，大哥，快来吃，这个好吃啊！莫云策发现，自瑞锦熙进门，王府的人都在向吃货转变。泽儿，这叫糖葫芦，可好吃了。锦丫头想出的吃法真不错。你已经吃了3串了，小心倒牙。要你管！你不是躲着我吗？我没有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今天验尸了？呐，不算验，只能是粗略的查看了一下。你若要给我治病，最好不要在外面暴露你的医术。为啥？我治病救人光明正大，虽说不需要宣扬吧，但也不用遮掩吧。我是在为你的安全着想。为我？父王已经派了4个护卫给我。人总有疏忽时，你还是小心为上。世子爷，你不想我会医术的事被更多人知道，难道是对下毒人有怀疑？是谁？是王府还是宫里人？当时在猎场，谁都有可能。当年就什么都没查出来？马儿怎么会疯的？药是谁开的？谁负责抓的？又是谁负责监的？中途有经手，还有……你很喜欢分析。性格使然。我对未知的东西喜欢刨根问底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当初查了很久，因为毒发时已过了几日，不能确定何时何地中毒，人人有嫌疑，但没有证明怀疑每一个人。错过了最佳侦查时间和最初的可能毒源。这就是你今天不让人搬动尸体的原因吗？瑞锦熙也没多想，将自己当时怎么发现的，怎么安排二哥瑞锦博的，全盘托出。那个林润泽追姑娘时花滑得很，遇到事又迂腐得很，不知变通。他本不是那样的人，大概是想给叶婉晴留个好印象，可惜让人误会他刻板迂腐，弄差了。那匹马不错，听说是你送的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会站起来的，还会有属于自己的马。伸手，你这2天身体可有异常？去过哪儿？吃过什么？见过什么人？怎么？你体内的毒在变化，这短短几日已经加重许多。我一切如常，没有意外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只除了你。你看到了，我中的毒很邪门，下毒的人并非普通人，这么多年没被查出，是个厉害的人物，一定要小心，别被算计了。知道了，上床脱衣。我已看过了，在我面前你无需再遮掩，我也好仔细观察呀。瑞锦熙将针灸的计划说给他听，莫云策在他的絮叨中渐渐沉睡。今天先扎背，3天后扎个大周身，然后折腿。哼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但我不知道你头疼吗？敢在医生面前隐瞒病情症状，找死！突然，瑞锦熙想到，毒素加重是因为抽血的原因吗？血液流失会导致毒素改变。瑞锦熙迫不及待地想要验证。大清早的脸抽搐，中风了？世子爷，昨晚子时得到的消息，昨天护城河发现的那具尸体有中毒的现象，白天没有发现，昨晚沈南准备细检时发现的。哦，
什么毒在人死后还会爆出？不知，林大人想请太医瞧瞧。卢少卿和武副使希望世子妃能去。卢少卿、卢太宁，大理寺管这事？听说与大理寺不久前查的案子有关联，属下觉得和玄镜司说不定有些关系。武义勇说那人是永州府镖师，押送镖物上京的，而他押送的据说是新嫁娘的头冠。你怀疑是凤冠？属下只是猜测，什么样的新娘头冠值得请镖师押送啊？去查，和大理寺又是什么关联？沈南在细检时，在尸体上发现了一处刀痕，与前些时候刺伤大理寺邓头的凶器一致。若真是凤冠，就把刑部、大理寺和玄镜司都牵动了，真是有意思了。世子妃，你快点喝，大家都等着呢。不怕我暴露医术了？我让人清场，你跟我从后门进，你先查完再请太医。哈，你这是承认我的医术比太医高了？有待验证。那我不去了。世子妃，您可是被几位大人重点详请的，不能不去啊。你是比他们厉害。走了，直接去了陈尸房。你们都要看吗？要看。看什么呀？当然是看验尸，这也想不到吗？当然要看，只是世子妃要亲自上手吗？当然，不是你们特意请来的吗？哎呀，可是云策，她是女子，是你妻子呀。她在这里只有一个身份，仵作。这个名称要是换成法医二字就好听了。法医？仵作主要职责是在司法调查中，利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进行现场的勘查、跟踪取证、伤者的伤情鉴定、尸体解剖、遗物鉴定等。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律法量刑时能真实判断、公正量刑。叫法医不是更准确？将他的衣服全部脱掉。不行，你不能看。再多嘴你就出去。我不是为你侧世子着想吗？真是的，哪有男人陪自己媳妇看别的男人的？莫云策心情复杂地看着专注的瑞锦熙。花痴有秘密，他这么专业，可不是叶老能教出来的。还有他用的那些工具，精致的程度不是大庸国或其他国家能制作出来的。花痴，你是谁？世子妃，你这套手法我可以学吗？当然，我不是再教了吗？我可不可以拜你为师？你先别急着拜师，先回答问题。世子妃，此人缺席中毒。是的，而且他中毒应该有些时日了，死前就应该有症状了。我们出去说吧。他手的形状特别吗？他死前手里应该是死死抓着一样东西，以他手张开的大小来看，大概是这么宽的物体，而且是方形的。这都能看出来？这是他手上的压痕，不太完整了，应该是木盒上的图案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哎呀，世子妃啊，有什么发现一定要说出来，不能只让世子一个人听到，我们可都是办案人啊。他不适合刑部，建议赶紧换，毕竟男怕入错行。玄镜司查手吗？我去查盒子。我去查凶器。我去查他何时来的京城。那截断指谁查？当然是刑部查了。瑞锦伯，你去查断指。跟着这样的上司，我二哥何时能升职啊？你怎么判断毒药的？我只是发现他的毒不是这2天中的，应该是来京前，或者有可能他押送的货物上有毒，他在入京时发现了，质问收货的人，反而丢了命。他中的毒和你的类似，是因为毒素会潜伏的特征与你的一致，时间一长就会表现出来。师父说过，会制这种隐藏毒药的人很少，关键是药方已经失传很久了，而且其中好几味药材几乎绝迹了，所以他和王太医想不出你所中毒药的成分。即使绝迹的，那人为何会中这毒？我怎么知道？而且现在只知道相似，并不能确定是同一种毒。不过你好好查查，可以顺藤摸瓜，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10年了，突然出现新线索，莫云策都有些不敢相信，事情真会有转机吗？喂，莫云策，现在扎针吧，你可以睡得踏实点。脱衣服。你看男人，不尴尬吗？哼，首先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是别人。其次呢，在大夫眼里不分男女。再者，我可以把所有人当死人看，看个死人有什么可尴尬的？莫云策被噎得说不出话，趴到枕头上装死人。背上也有的吗？很淡，真是奇怪。让我摸一下，他们看上去平了好多。也许是昨天扎针有效果了，毒素会出现在背脊上，也许和刑针有关。将所有的银针收回空间检验，看向血液检测器，发现时间又延迟了。看来要去藏书楼转转了，还有股市。他得尽快收集更多的药材数据，不然机器检测不出与数据库不匹配的药材。莫云策一觉睡到晚饭时。世子爷，
小姐回相府吃晚饭了，请您自便。瑞相府，爹，我就回来吃个饭，搞得像过年似的。你现在毕竟是嫁人了，比不得在家自在。爹想你舒服些，痛快些，想吃啥吃啥，放开了吃，敞亮的吃。爹呀，我又不是猪。姐姐，我替你吃。好呀，我们小锦祥才是只小猪猪。爹呀，你是不是该给哥哥们寻摸亲事了？不急，由着他们自己挑。妹妹，咱们家可不兴王婚雅嫁，你是无奈之举。世子对你好吗？没什么好不好的，搭伙过日子呗。先将就着，以后再说合理之事。王妃待我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闺女呀，姚将军夫妻回来了，你有时间去拜见一下。将军夫人与你娘是密友，待你如亲女呀。姚将军回来了吗？景家怎么没派人告诉我？次日一早，你们一起来的？怎么可能？门口碰上的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赵姨和将军回来，你也没通知我，还是我爹昨天说起才知道的。不是告诉你是娘前日回来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想歇几日再见客。那我可不是客。当然，娘听说你来了，可高兴了。娘，快看，锦溪来了。锦儿，快过来，让赵姨瞧瞧。赵姨好啊。你娘生了3子，才得你这么一个娇娇女，万般疼惜。如今都嫁为了人妇了，她若在，定是不舍。娘，锦溪已经是世子妃了，王妃待她如亲女，护得紧呢，你就别难过了。是的，赵姨，王妃待我很好。景家说你受了伤失了忆，可有法子治？赵姨，过去的事不大影响我现在的生活，我不在意的。瑞锦溪反手搭上赵氏的脉搏。赵姨这是小产伤了身子，没调理好，落下病根了。对，边城的大夫也这样说，可他医术不高，没有好办法。锦儿真是学到本事了。娘，锦溪本事大着呢。哪有，我不经夸的。你在医馆的事我都知道了，别谦虚。我懂医的事情暂时不能说出去，对外只是医馆学徒。哦，不说。赵姨，你这身子没大碍，但也不能轻视，一定要仔细调理。后日我让人送来外用的药膏，赵姨要坚持用些时日，而且用药期间不能同房。你这孩子，这话怎么就大大咧咧说出来了？以后可要避开姑娘们说。走到前面大门，正遇上卢泰宁也要离开。瑞锦溪问起邓旭和小武的伤势，他们还不能剧烈运动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然以后会有后遗症的。你回去告诉他们，不听话就等着我亲自检查吧。哇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纯情的人又多一个。走了。大人，你可真怂，还不如女子潇洒。那是女子吗？侧世子也不管管，还让她验尸。他眼里没有男女之分，没准连人畜都不分。再次当死人的莫云策对此深有体会，他已连续扎了3天针，他羞怒的不敢言语，只能装死，而且羞愤的只有他。瑞锦溪根本不把他当人看。你的身材真不错，怎么练的？腿上的肌肉也没有萎缩，是有人帮你按摩，还是与你练功有关啊？你知道我的针灸术怎么练的吗？最初是在猪身上练的，人脱过了与猪的区别不大。住嘴！哼，不想听我还不想说呢。莫云策，你睡着了吗？没有。我想去藏书楼，你的毒应该含有古老的草药，是我不熟悉的。师父说藏书楼和古室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书。藏书楼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要向黄渤请示。那你快些安排，我再去古室转转。你那时出现在命案现场，是因为去古室找书？是啊，我没和你说吗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尽快向皇上请示。知道了。明天午时扎针，你安排好时间了，不能错过。另外，明天扎针前洗澡净身，明儿要全身扎，前后扎，扎个大周天。善元堂医馆有黑气，银针变黑了。谨慎点好。哎，姥姥记性不好了。没关系，师傅慢慢想。明日午时扎针。已经开背3天了，明天扎个大周天。大周天？就是先扎前面，再扎后面。明日我去看看。好啊，那上午我不来了，准备好吃的孝敬您。那感情好。这位夫人，您来过一次了，
想找什么宝贝啊？眼力挺好，能认出我来。嘿嘿，您长得漂亮，又和刑部的人相熟，自然印象深刻。怎么知道我认识刑部的人？前2天河边的热闹我也去看了，见到了你。这儿的摊主呢？嘿，正是小的看2个摊。嚯，挺能耐呀！不瞒夫人，我的货是这集市上最全的。你想要古籍吗？上次你也只关注这个。我想要医书，特别是药草集那类的，要孤本那种记载全面的。我这儿还真没有这类书，不过我知道谁有，可那人很怪，卖书全凭心情，高兴了送你都行，不痛快了给做金山都不卖。哦，还有这样的人，他在哪儿？能带我去见他吗？这个嘛，恕小的无能为力，怪人怪去，出摊不定时，今天正好没来。那棵树下是他的专属摊位，现在这个时辰，他今天不会来了。那他明天会来吗？那可没准儿，谁也说不上来。怎么走哪都能碰到花痴啊？一定是残废世子满足不了他，出来找男人了。那还真是本性难移。你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走到哪儿都要吠2声啊！你先骂我是狗？还算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是狗。你要死了！放肆，敢对世子妃无礼！香兰，打狗要用棒子。知道了，世子妃。以后出门要背个棒子了。小姐自受伤后，特别能招惹不对付的人。你是死人吗？给我打回去！姓陈花痴杀人了！哪里有棒子？我有棍子，用吗？谢谢，借用一下。哎呀，李玉茹压死人了！世子妃，卢大人来的正好，他压死了人。胡说，明明是你们打死的，是花痴踢死的。大人没死。卢大人，他诬陷本世子妃，毁坏我的名誉，你可要秉公查处。你强词夺理，是你的丫鬟先动手的。他用棍子打我，你看，棍子还在他手里呢。大家别光看热闹呀，你们说句公道话，我打着他了吗？没有，没打到，他自己摔倒的。李小姐且慢，地上这位姑娘应是受伤了，是你府上的人吗？不是我们府的，而且他是花痴踢伤的。怎么，你又想诬陷？他是被我踢倒了，但是被你压了好几次压晕的，而且是他冲上来要打我的，本世子妃是正当防卫。对，我证明是那位小姐让丫鬟打的，这位夫人只是轻抬了下脚。你眼瞎呀？没看到是他的丫鬟先打的本小姐？一切的起因是你们嘴贱，是你们先出言不逊的，怪不得这位小夫人。误会，我们是在开玩笑的。笑话？你们侮辱人竟是开玩笑？那我打你个半残也算开玩笑，怎么样？花痴，世子妃，是我们错了。道歉要有诚意，你说的太敷衍了。你别太过分。李小姐，是想去衙门处理吗？简若初和李玉柔一听去衙门就犯怵，连忙心虚的再次道歉。希望你们能长记性，以后见到本世子妃主动避让，千万别撞上来，不然见一次打一次，帮你们长记性。卢大人，他可能被李玉柔砸伤了，要赶紧送医馆。你可能伤到了，去医馆看吧，卢大人会通知你主家的。谢谢。世子妃不必谢，以后再遇上也莫要冲动，不必理会他们的话。我们肯定会再遇到的，而且会更麻烦的。人呢？奇怪，卢大人，刚才帮我说话的人可曾看到？没有。说来奇怪，我听不出他说话的方向。啊，是个高人吗？不会是我要找的人吧？你要找的人？我想找古药集，听说有个人手里有，可惜那个人太有个性了，可遇不可求。是在大槐树下摆摊的人吗？你认得？我们也在找他，但不认识。这样啊，我们找到他一定通知你。不如我们去问问他长相，这样好找他。你能描述一下那人的样貌吗？您不是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手中的棍子就是他的？啊，我没有看到他的脸。难道帮我说话的也是他？是他，我能听出他的声音，但他从来不露脸。啥？他戴面具吗？他每次来都用布巾遮着脸。你确定咱们找的是同一个人吗？应该是的，我们收到消息，那人来无影去无踪。你们为何找他？我们打听到
他那里有本兵器书，应该能查出杀害邓头的兵器名称。看来那人的藏书丰富啊。今天大概见不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回夫人，小的叫保晓。保晓，这根棍子我带走了。你若见到他，就说我想亲自谢谢他。好的，夫人。你看到他出摊，就去大理寺禀告卢大人，到时候你再派人通知我们。车厢里，瑞锦熙细细看着木棍。小姐，这棍子不会是古董吧？你说的对，这一定是古董。母妃，快看宝贝。啥宝贝啊？切，就是个木棍，还宝贝了，没见识。你懂啥呀？你嫂子说是宝贝就是宝贝。宝贝，的确是宝贝。我看看什么木头成宝贝了。这丫头，这根棍子哪里来的？父王，它果真是宝贝，我在古市上借来的，还要还人家的。古市？是古董吗？难道是什么神兵利器？九幽神剑。既是神剑，怎么会轻易的借给你啊？这个……王爷、王妃，相爷和瑞二少来了。爹，二哥，锦儿可有受伤？妹妹，你被欺负了？受伤了吗？没有。爹，二哥，快坐下，我正要讲事情经过呢。这才漫不经心地讲起下午的事儿。打得好，锦儿啊，以后再遇上这样的情形啊，狠狠地打，打伤打残了，有你父皇和侧儿，还有你皇伯，这些人不把皇家放在眼里，简直找死！敢欺负王府的人，不能让他好过。哼，欺负我闺女，就别怪本相心狠手辣。爹，相爷宝贝闺女，满朝皆知，他会为你无差别的报复任何伤害你的人。那是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金贵着呢。就是嘛，我们就锦儿这一个儿媳妇儿也护得紧呢。你们可不是一个儿媳妇儿。可我就稀罕锦儿这个媳妇儿。再说啊，那个还没影呢。爹，母妃待我像亲生女儿似的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你就是拿这个打人的？是的，但是没打着，他自己摔倒了。明天哥给你寻个趁手的武器防身。好的呀。幸亏我还没有实施整蛊计划，不然母妃就跟我喝一壶的，还要面对这么多人的报复。瑞锦熙没有向父兄提起九幽神剑，毕竟是别人的，不知道是神剑时，还能当古董一般让家人欣赏。知道了就不能炫耀了，免得给别人或自己人带来麻烦。书房，九幽神剑。这片大陆有个传说，得九幽者得天下。这把剑已失传好久了，怎么突然出现了？是你媳妇儿借来打人的，现在主人不知去向。打人？他打谁了？原安远侯之女，还有吏部侍郎简心之女。宣王将事情给儿子讲了一遍。该给简心找点事干了。你岳丈会找他晦气的。父王对这把剑有何想法？没有想法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那把剑锦丫头还不回去了。父王是说那人是故意借给他的？这么贵重的东西轻易借出，不是有图谋就是有缘分的。是因为瑞相吗？应该不是。提醒你媳妇注意安全吧，尽量少出门。有您给的4位足够，他的战斗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敌的。想到他打温香倩的场景，花痴发起飙来，很凶的。深夜，怎么突然来了？九幽神剑已送出。哦，太好了，你不用去摆摊了。我听说世子妃在找古医书，要给他吗？古医书？为何？听说他在叶盛那里学医，可我那天见他验尸的手法很专业，不像初学者。给他，但你不能再露面了，想办法把手里的古书都给他，我们得离开了。第二日，小姐，卢大人来了，要见您。卢大人，可是有消息了？是的，小摊贩送来消息，那人有事外出，让他代卖古籍。小摊贩问你要去看看吗？要，我们现在就去，可不能让别人抢先。古市，夫人来了，那边全是他的书，你慢慢挑，看有没有你想要的。那人要走几天？他的棍子还在我这儿呢。他说不要了，一根破棍子送给世子妃了。什么？送我了？那人不知道棍子的秘密吗？世子妃，您还要书吗？哇，这人的藏书可真丰富，多半乡书，什么类型的都有。古医书有好几本，还有讲奇门遁甲、排兵布阵的。我都想要，怎么办？嘿嘿嘿，您还真是有缘人。那人说了，只要几本的，单本50两银子。
若是全要就送了。啊，还真是个怪人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这些书给大哥他们看，一定受益匪浅。小景香也会得意，相府有了这些古籍孤本，可以当传家宝流传。卢泰明看着他的财迷样，直觉可爱，忘了开口讨要那本兵器书。世子妃，我们能看看那本兵器书吗？可以啊，你们要爱护些，看完立刻还给我，不能损害了哟。我也能拿好的。远处的角落里，真是财迷，白得的书都这么小气。瑞锦熙满载而归，见到宣王妃，给了一个热情的拥抱，乐得宣王妃直喊乖宝。母妃满心满眼都是花痴，她有什么好的？她好不好，我不评论，但你要谨记，她是你大嫂，要不你也抱着母妃撒个娇。别小显人。锦丫头啊，何事那么高兴啊？母妃，我得宝贝了，当当当当，您看，全是宝贝。眼光不错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孤本，花了不少钱吧？去取银子给世子妃，可不能让她少了花用。不用给，我没花银子。本来只想要医书的，可是看到哪本都好，干脆就都要了。没想到得了那人的缘分，白送了。他将保晓的话说了一遍。那根棍子暂时也不用还了，我怀疑他不知道棍子的价值，等他后悔了再还吧。宣王挑了几本感兴趣的，就拿到书房慢慢看了。瑞锦熙肉疼的厉害，以后再说吧，等和离了我会全部带走的，就让他们先看看吧。50纹路没有那么凸起了。是的，师傅，你看看他的背，背上有纹路显现。闭上眼，我要施针了。扎脚趾时，莫云策差点没忍住疼。你的脚趾竟然有感觉？腿没知觉，脚趾却有痛感，是什么情况？爹，锦丫头，快看！莫云策脸上的纹路在游走。你在胡思乱想，快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的小腿好像也有感觉。这是毒素在运转。要不拔了针吧？看着很危险。除了疼，还有哪儿不舒服？没有了。不许再乱想了，闭目养神。好厉害的毒！金丫头，这毒生长的速度比你排毒的速度快呀。师傅，你是说那些毒会再生？应该是，看着是银针拔毒了，但那些毒会自我繁衍，像有生命一样。难道是蛊？什么是蛊？啊，这里没有蛊虫一说吗？啊，我神秘师傅说是南疆特有的蛊虫，能在人体内繁衍。你神秘师傅真是见多识广啊！大庸从没有过这样的虫，就是其他国家也没有记载。那就好，我最怕虫子了。南疆是哪儿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是大庸的南边吗？得恶补地理知识了。大庸的最南边是花城，四季如春呢。哦，我不知道神秘师傅说的是不是那里。也许这毒真不是大庸的人制的。那会儿是哪儿？什么人会去别国买毒啊？一直趴着的莫云策觉得头大，花痴竟然有个神秘师傅，他异类的医术应该就是和神秘师傅学的。自己体内的毒会自我生长，谁这么恨我？11岁的我碍了谁的眼？别国的毒是谁带来的？又会是哪国的毒？叶老和瑞锦熙分析了半天，觉得针灸还是有帮助的，起码他有了痛感，可以继续。但吃解毒药被叶老否决了。当年就是没弄清是什么毒，急着下药，导致原本的毒发生了变化，更难去除。我们宣王府与你黄博士一条心的，不会因为有争位一说，不存在皇权之争。当初你才11岁，能碍谁的眼呢？骑士吗？应该不是他，你们不是查过？你可以再查一查，当初会排除他，是因为那段时间他陪着侯府老夫人去边关了。莫云策记得那年镇北侯刚封爵，皇上特许齐老夫人去探亲。会是北周的毒吗？那是还未开战，而你又只是世子，本王也不掌兵权，没有理由啊。夜里，皇后要过千秋节了，皇伯让你那日去藏书楼，不会引人关注。那就等吧，反正莫云策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我也不会让他死。和离可以，做寡妇可不行。皇宫，皇后将自己挑选出来的各家闺女图像拿给皇帝看。你决定就好。皇儿娶妃可是大事，正妃的好坏可是会关系到国运，将来要母仪天下的，需要胸怀宽广，知书达理。你如何知道选中的人性情会一直不变呢？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何况
在后宫的倾轧下，有几个会一尘不染的？皇上，当年的事是本宫的疏忽，这疏忽？好一个疏忽啊！你的疏忽让朕永远失去了玉儿，还有那个孩子。皇上，太子也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嫡子，你不能为了一个早夭的婴孩忽略其他的孩子。不给他选妃就是忽略吗？他有提出来吗？他连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都不清楚。他有，他喜欢姚将军之女。你确定？本宫确定，而且本宫已决定选姚将军之女为太子妃。你要失望了，朕已答应姚建将军，他的嫡女婚姻自主。为什么要答应？朕又不知道太子的想法。再说了，他若真喜欢，就凭自己的诚意去打动。陛下，太子毕竟是您亲子，且秉性纯良，您还是不要因为皇后迁怒太子。皇上无需纠结，若是太子能得姚小姐倾心，自愿入东宫，皇上也不算违背了承诺呀。看他造化吧。姚大将军府，锦溪呀，你这医术真不错，我这几日身子轻松了好多。有效果就好，我给赵姨再调整几味药，喝完这一疗程，只喝药膳滋补就好。外涂的再用7天巩固一下。锦丫头来了。见过大将军。哎，你小时候都是叫我姨丈的，怎么几年不见生分了呀？姨丈。景家要是也这样娇娇的，早就嫁出去了。爹，你是说女儿像汉子啊？我可没说啊。锦丫头，过几日皇后生辰，你要帮姨丈照顾好景家呀。赵姨不去吗？你赵姨的身体，过几日应该没问题的。既回京了，不进宫贺寿，会遭人非议的，对景家的婚事不利。不必在意他人议论，我们过自己的日子，理他们做甚呢？皇上已经答应我，景家的婚事自主，我们慢慢挑，挑个满意的。你有个好爹。你爹也好。那是。我可比不得你爹，他宠女的名声连北周人都知道。北周的人还想借联姻之名将你娶到北周，以此牵制瑞相。我爹不过是个丞相，有那么重要吗？皇帝换个人不就行了，又不是非得我爹做丞相。你太不了解你爹对大庸的重要了，他不仅是朝堂的中流砥柱，还是大庸学者们崇拜的大儒，就是在这片启越大陆都是文儒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啊，我爹这么厉害呀？你爹的名声都被你拉低了。他宠爱嫡女的传闻赶超了他大儒的名声啊。香兰，以往皇后生辰都送什么礼物了？小姐，往年相府琼相爷都是送的吉祥画。皇后不生气吗？皇后能生气吗？有皇上盯着呢。皇上对相爷真的好。是我爹能干，不然谁会容忍一个无能的人？那你知道我爹今年送什么吗？小姐，你嫁人了，是要单独送一份的。你要送什么？让墨云测想吧。然然，你可要好好准备，让皇后一眼相中你，姑姑也跟着脸上有光。姑姑那天也要去的，到时候和祖母一起给皇后行礼，你可得把礼物准备好了。那是自然，你表哥也要说清了，你可得让各家夫人看到你表哥做女婿是多么好的选择。然然啊，这女子嫁人可要嫁对了，千万不要嫁残废，不然啊都不一定能知道男人的好。男人的什么好？这位大婶，你快说说，什么是男人的好？残废不具备的好。你怎么知道不具备？齐侧妃好像知道很多事，是亲身验证过吗？和我一个现代人开黄腔，找错对象了。齐侧妃，这女孩叫你姑姑，是你侄女吧？你在她面前说夫妻房中事，好像青楼老鸨调教姑娘，你是要让她去卖吗？任锦溪，你说什么胡话？别想给本侧妃扣屎盆子，我侄女可是要入东宫的。哦，要做太子妃了，那该请宫中的教习嬷嬷教导，可不敢让齐侧妃教，你学不好。你，水锦溪，我教的侄女要你管。哎呀，你一个妾室怎么能教得出太子妃该有的架势？就凭你教她知道男人好，照你姑姑教的，你就只能做妾。做妾怎么了？做太子的妾将来会是一姑娘娘。哼，还真是自甘下贱。你，别你了，和你这样的人站一块儿，空气都浑浊了。姑姑，我先回去了，我要让祖母帮我请个教习嬷嬷。你
姑姑，他说的有道理，我当太子妃不是侧妃。哎，烈少爷，世子妃简直就是齐侧妃的克星啊！哈哈，看他怼人很爽。少爷，我们还要整世子妃吗？不着急，以后再说。去厨房吩咐，我今儿吃爆炒猪肚。10月初10，大雍皇后千秋节。母妃，我要去藏书楼，拜托您帮我照顾一下姚夫人和景家。放心去吧，我会帮你照看他们的。你也要相信姚夫人的能力。谢谢母妃。看什么呢？像个贼。不是你让我避开人的吗？我也想光明正大，是谁搞得我见不得人的？还有脸说我做贼？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莫云策1句，引来他3句。皇上要见世子妃。见我？有什么好见的？时间来得及吗？皇上等在藏书楼3楼。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啊？去了不就能见到，干嘛跑来吓人？你怎么想到学医了？回皇上，臣妾是不忍世子受毒害折磨，还要被世人嫌弃，说3道4。哼，谁敢？你听到什么了？皇伯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不要因为这个动怒。侧儿，你也听到过？皇伯，时辰不早了，让瑞锦熙去找书吧。你要什么书？让他们帮你一块找。我要医书，最好是古籍孤本之类的，关于草药的，毒草毒花这方面的更好。你媳妇会医术？她以前不知跟谁学了些奇怪医术，现在跟着叶老爷子学习，叶老夸她很有天赋。她有把握治好你？将几日的发现说了出来。别国的毒药。叶老他们是这样怀疑的。崔福，你去将《启月大陆传记》取来。金丫头啊，你看看这本书，可是你需要的。这本书囊括了这片大陆所有植物，希望能帮到你。皇上，我能带回去看吗？赏你了。在几人的帮助下，瑞锦熙又找到几本需要的医书，暗卫送回王府。几人随着皇帝一起到了琼芳殿。你想多了，他们不会知道你去过藏书楼，只羡慕你和皇帝同行。是极恨，好不好？怎么，胖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皇亲国戚，靠山硬得很。你要仗势欺人？错，我从不仗势欺人，只是借势而已。侧世子妃是个头脑清醒的，同时也够嚣张的。朕准你借势。侄媳谢谢皇伯。闺女呀，怎么才来呀？爹，我去藏书楼了。妹妹，今晚可以吃个顺心饭，他们今晚不会找你麻烦。为何？皇后今晚要给太子选妃。真是想不通，共用1根黄瓜，有什么可相忘的？黄瓜不是吃的吗？要怎么用？瑞锦纯也不明白，看向妹妹求解。想知道？哼，问问太监就知道了。你的玩笑啊，差点害死你大哥。我没事，不怪妹妹。这家人没救了，花痴什么话都敢说，他们不说指责就会宠溺。看来世子明白了。哼，小样。杨儿看上哪家小姐了？母妃给你提亲去。娘，这里是宫里，注意您的自称，别让人抓住画柄。娘知道了，你看上谁了？娘，你不知道今天是皇后选儿媳吗？您敢和皇后抢？好好用餐，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我怎么不能想了？齐侧妃想什么了？啊，侧妃是想起宫里的桂花糕，很想吃，吃吧，没人注意你。这果酒喝多了也会醉的。要你管，扫兴。别怪我提醒你，醉了会丢人的。什么时候换的茶？刚才，原先的凉了，我让宫婢换了一壶热的。怎么，你喝过了？还没。茶里有人放了迷乱的药。人再送一壶。别呀，我要看看谁想我们出丑。会有什么反应？没反应，我吃解药了。你想看什么反应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没个正经。你注意观察，看谁在关注这边。陛下，侧世子的暗卫说有人在茶里下了药啊。皇后的所有心思都在甄选太子妃上，更不会破坏自己的生辰宴。其他嫔妃与瑞家丫头没有利益冲突，会是谁呢？谁这么有本事，能在宫里行事啊？原来是那个胡月。此时算看明白了，人家在暗恋莫云策，当初应该是极恨他被指婚吧。口味够独特，居然喜欢无脸残废。怎么了？有发现？没有，我要去更衣。让香兰陪着，不用怕。王府的暗卫有跟进来。我才不怕，就怕那人不露面。啊，小姐，谁？出来！别装神弄鬼！胆小鬼，懦夫无能，卑鄙无耻，下流下三滥！我看到你了，原来是你，你个智障！你个丑八怪，无脸怪！
你是谁？有本事下来说话！你竟然不记得我是谁？哼，你很了不起吗？我干嘛要记得你？你就是个下贱的女人，见了男人就追，人尽可夫。你这口气像个杜夫。让我猜猜，我喜欢高大俊帅的男子，而你根本不在追求的标准里，我没追过你，你生气吗？看来是你追求我，却被我嫌弃了。住口！你没资格嫌弃本少爷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爷今天就办了你，让你再无颜面！你怎么没中药？我明明看你喝了一壶茶。哼，真是不打自招。来，乖乖交代，赏花宴上是不是你暗中打我腿的？哼，你命真够硬的，没被莫云策打死。我说你个死变态，也不撒尿照照自己，身高都够得上残疾标准了，长相还丑，还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，美不死你！你该死！一个花痴还敢嫌弃本少爷，该死该死！呸！被你这样的人看上，真让人恶心，死变态！我要杀了你！白少爷，你逾越了。卢泰宁，你敢打我？你谁呀？打你咋了？你欠揍！谢谢，卢大人，快抓住他！他竟然在宴席下迷药！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少卿，本世子可能把你怎样？你怎么才来？我差点被打。没打到。那是卢大人及时救了我。在下只是刚巧路过。真是好巧。改天请你吃饭，聊表谢意。他到底是谁家养的变态？我是英国公府的三少爷，放开我！哎呀，怎么会养出你这个败类？好丢人哦！英国公府皇后娘家，瑞锦熙，本少爷要蹂躏你，让你知道爷的厉害！混账东西，胡说什么？云策，广华还小，多喝了2杯，糊涂了，你别和他计较。他16了，他对本世子的正妻口出污言秽语，你让我不计较？云策，今日是姑姑寿辰，给个面子，英国公府定会给你满意的交代。不行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为何不对我说？你的面子不值钱，英国公府要给交代的人是我，莫云策不能代表我。我的确不能代他做主，你们要道歉的人是他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向我道歉，我会计较到底的。大理寺有权接纳他吧，他只是皇亲，没有爵位。还请世子的人帮忙送至大理寺。大哥，我不去大理寺。那就进大殿，去皇上皇后面前好好掰扯掰扯。这事我就计较了，还要严办他。是他在赏花宴上出手害我，让我被打成重伤，差点死掉。莫云策，要我再说一遍吗？若你不想破坏皇后千秋宴，就让罗大人先带去大理寺。你看着办吧。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保证。侧世子可曾考虑过后果？我们毕竟是亲戚。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们家的身份能大过皇族？你可是堂堂世子，不能被女人左右。你小瞧女人，太可惜了，没有女人哪来的你？难道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你个无脑花痴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她是宣王府世子妃，比你品级高，自然说的。白广瑞，你逾矩了。侧世子，我可是你兄弟。她是我正妻，你不尊重她，我们就不是兄弟。白广瑞哼了一声，大步离开。哈，你失去一个兄弟，也不想想是为了谁，没良心的。出来太久了，该回大殿了。妹妹，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大哥，抓到害我的人了。哦，是谁啊？英国公府三少爷白广华，皇后的娘家侄子。妹妹这招惹是非的等级在不断上升，幸亏她嫁人了，有宣王府罩着，不然我真担心爹和我们哥仨护不住啊。宣王府送了一座红珊瑚摆件，造型独特，华贵绚丽。母妃，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这是我千挑万选出来的，是府里最不好的。好的，母妃都给你们留着。这是最不好的，那好的要是什么样啊？回去啊，咱们就去库房，随你挑。母妃，宫里什么都有，就怕送不到皇后心上，可惜了。景儿说的对，以后你做主，不能浪费了。轮到瑞相府，贺皇后娘娘千岁之寿，臣将祝娘娘富贵千年之心敬上，望皇后娘娘笑纳，必臣之礼。相府不是开铺子了吗？怎么还和往年一样只有祝福语，而且吝啬到只有1句？爹，你好有诚意，皇后娘娘一定会因为你的祝愿富贵的。母妃，我们明年也送美好的祝愿就好，多实惠。的确，美好的祝愿多了就会实现。众人大跌眼镜，这可真是成了一家人，抠门都能被传染。侧世子妃真会说话，谢皇后娘娘夸奖。见皇后吃瘪，宣王妃乐得嘴都合不上。想当初，她
他对姐姐万般刁难，现在被锦丫头气到无语，真是痛快。皇后此刻确定瑞锦熙与她犯冲，只要有她在，自己就不会痛快。臣女胡韵特制了秘方的美容养颜膏献给娘娘，祝皇后娘娘青春永驻。你有话和我说，你们有仇，都是你惹的祸。说清楚，我可不想被无辜冤枉。哼，她是你的桃花，是不是烂的就不知道了，绝对是带毒的。你打伤妹妹那日，她借有检查的时机，害得妹妹伤上加伤。你若敢对我们的仇人有好感，相府拼了命也不会放过你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了，要怎样？帮你报仇，如何？算你识相。宴席散去，爹，这事我要追究到底。必须的，爹帮你讨公道。可是我们与英国公府就这样对上了，对你和大哥仕途会有影响。爹呀，我突然发现不知不觉中给自己造了不少怨敌。优秀的人天生遭人记恨，就是给爹找麻烦了。不怕，大不了不当官，咱们一家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。完全可以，只要皇帝舍得放爹走。爹呀，皇上待你不薄，你能说走就走啊？想我为他操劳，就得护住我闺女。爹好霸气。为了爹的宝贝闺女，必须霸气。养心殿，不陪你媳妇儿来这儿干嘛呀？皇伯，还记得我打伤瑞锦熙那事吗？当然呐，不是那事儿，你小子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？皇伯肚子不舒服吗？皇上见侧室子妃吃得香，跟着吃撑了。你个老货，要你多嘴啊！好多年了，朕都不知道御厨的手艺不错呀。莫云策想起瑞锦熙的吃相，真的很下饭，将抓住白广华的事汇报。真是混账！这样的子孙只会败坏门庭，一定要严办。皇上要严办谁？哀家是来找朕算账的。朕能干不敢？朕看你敢得很呐！皇上，他们只是太心急了。云策，听说叶儿被你抓了，怎么回事？白广华对所做的事情都已承认，白广瑞可以作证。做什么证？他才16岁，做事荒唐了些，训斥一番就得了。快把华儿放了！朕看皇后才是荒唐啊！她差点害了人性命，还一而再的想要害人家出丑。你说放就放，你将大用的律法置于何地呀？华儿哪有害他了？那不是世子打伤的吗？若没有他暗中击打瑞家丫头，就没有后续了。一切都是因他而起，他今天还想再下毒手，那不是没成吗？算不得数。不若问问瑞相和云策的世子妃，让叶儿赔礼道歉，求得他们宽恕。瑞锦熙不会接受的。他能接受差点杀了他的你，为什么不能接受华儿的道歉？父皇，还是明早问问瑞相的意思吧。先把华儿放出来。不可能，就算瑞锦熙答应和解，那也是明天的事，今晚不能放。那就现在去找瑞锦熙和瑞相进宫。皇后，你别太过分。皇帝最不想看到太子与白家人走得近。你媳妇儿会原谅吗？不会，明日肯定会很僵的。策儿啊，今晚别回了，明天看好戏吧。侧世子妃，叶儿承认他对你做过的错事，请你原谅。大家都是亲戚，能不能别计较了？亲戚？他昨日在茶水中下药时，可曾想过是亲戚？你不是没事吗？一定要真出事了才能处罚他吗？当然，没有发生的事，做不得数。这样啊。瑞锦熙突然走到白广华面前，手中银针一闪，他张开了嘴，一粒药丸飞进嘴里。你给华儿吃了什么？他给我吃什么了，我就给他吃的什么。你这是谋害！皇后娘娘，您可是一国之母，怎能信口雌黄？他死了吗？没有吧？没有发生的事不能瞎说。世子妃，你已报复回去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凭啥？你算老几？皇上还没有说话，你瞎逼逼什么？世子妃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皇后娘娘，啥事可饶，啥人可饶？他因为自己龌龊的想法不能实现，就害我去鬼门关走一圈，这样轻贱人命，不可饶恕。重伤你的是侧世子，不是华儿。他是罪魁祸首，还不知悔改。娘娘想包庇他，不怕有失公允，遭百姓唾弃吗？瑞锦熙，你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如此有恃无恐的顶嘴，妄议本宫？哦，皇伯准许我借势的，我是奉旨议论的。你！瑞锦熙突然一脚踹向白广华，不解恨，又是一脚。皇上，他这是仗势欺人。你老糊涂了，我这是奉旨借势。哎，
借势不需要我动手的。莫云策，你的护卫借给我，帮我揍他。盛宣帝好半天才消化了他借势的说法，嘴角不停地抽搐。世子妃，你想怎么揍？他当时击中了我的腿，你打他的腿，往残了打。住手！你怎么如此残暴？哼，娘娘说错了，助纣为虐、包庇罪犯的才是残暴的人。打！随着一声哀嚎和骨头断裂的声音，皇后无比后悔昨晚的提议，她不该让瑞锦熙来。皇后华丽丽的晕了。白家人请求带白广华回府，腿都打折了。皇上，白家还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、医疗费、药费、营养费。多少？100万两。够狠！英国公心下意突突。皇帝这是赞同的，那我还开什么口？我们需要1个月筹款。不行，时间太长了，没有现银，房产代替也行。半个月。5天，先给一半，剩下的5天内给完，超过1天得算上利钱。你这又不是放印子钱。不能按时交赔偿金，就得加利钱，或者交违约金也行。英国公意识到瑞锦熙的难缠，怕他再有什么惊世之语，同意了先付一半，剩下的5天内给完。瑞锦熙还让他写下文书作证。皇上，请准许皇儿回去医治。皇伯，剩下的银子，侄媳就捐给边关伤残的将士了。好，不愧是皇家儿媳，你可是立下大功了。英国公啊，你可要按时将银子送来，大家都知道你有个好女儿。那是。爹呀，做人要谦虚。对，闺女说的。瑞相府做一大锅卤味给袁聪他们送去加餐。瑞锦熙这份赏可是赏到袁聪心里了，从此后对瑞锦熙的话是盲目的听从。姐姐，我可不可以去王府找你啊？当然可以，从小门过就好。这是30万两，留10万两给爹，其余的放到宫中挂账。你们的阅历再涨1倍，3个哥哥领相同的份礼。三哥，你喜欢雕刻，不如开个木匠铺，想做什么都行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将铺子管得非常好，可以尝试的多开几间。不要怕失败，我们现在有失败的资本，大胆尝试就好。锦儿为你们考虑，你们接受就好。可不可以买几间铺子和庄子？大少爷他们该成亲了，府里应该置办一些产业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事儿你和三哥看着办，多置办些，特别田地要买好的，多种粮食，多养些鸡、鸭、鹅、猪、牛、羊，吃不完还可以卖。金丫头，这几日可有收获？师傅，可以确定不是大庸的毒花毒草制出来的。慢慢来，根据这些年的判断，此毒不会一下发作，要了世子的命。就是会侵蚀他的神经，像是腿脚无力、头痛等等。10几年前能够接触到外邦人的大庸人不多，不一定是外面直接传来的毒药，有可能是外邦传来的药材，有懂毒的人配置的。京城有多少药材铺？奴婢知道3家规模较大的，其他小点的就不清楚了。离我们现在位置最近的有吗？再走2条街就有一家。带路。锦溪，这是打哪来的？欲往哪里去啊？我祖母要回京了，想去给她老人家寻一扇屏风。寻到了？没有相中的臀。我三哥的木工雕刻手艺不错，正想开个木匠铺子，不如让他给你做一个。那好，正好帮他宣传一下铺子。现在不行，我要去药材铺，就在前面了。啊？什么药材？上元堂没有吗？一些从外邦进来的药材，最好是有毒的。啊？怎么会找这样的药材？这不是最近得罪不少人吗？做些小玩意儿用来防身的。亏你想得出用毒药防身，只要不害我，就不会中毒。哎，我知道一家药铺有毒草卖，走吧，我带你去。好啊，不过前面就有一家，我先去看看有没有我要的。2位小姐，想要什么药？可有药方？你眼瞎呀？哪有2位小姐？明明是一小姐一妇人。简若初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，药房也能遇到你。哼，我是陪陨落来复诊的，你跟来干什么？有意思，这5个人竟然在一起。笑话，药铺开门做生意，我来抓药，跟着你干什么？莫非你有什么隐疾怕人知道？胡月，这是你家的药铺，赶他出去。景家，我去将军府了，听说你要找屏风，可曾找到？你来这里是看诊还是抓药？表哥，我腿疼。哇塞，好让人心疼的声音啊，男人应该都受不了。很疼吗？快上马车回府。表哥，你能送我回去吗？景家，我送表妹回去，明日再去看你可好？太子请便。瑞锦熙眼神微闪，这个太子可不是良配，担心的握住姚景家的手。别多想，和我无关的，我喜欢简单的生活。聪明，没有给胡月赶他们的机会，让他傻愣地待在原地。走吧，去我知道的那个药铺，看看胡记药铺有啥标识，以后他家的店
咱们都不去。二位贵人为何说不去胡记的店铺啊？因为他们狗眼看人低。这事不知为何被传开，于是很多自认身份不够的人不再去胡记药铺抓药，让胡记流失了不少客源，损失了不少银子。景家，你喜欢太子吗？不喜欢，不用为我担心，皇上已经许我婚事自主，我不会入东宫的。可有中意的？暂时没有。百草堂就是这里，他家的药材很全，东家很会做买卖，走南闯北，从各国收集药材，而且很多药材是供应军队的。他家是皇商？是的，你在京城不知道吗？锦溪，抽时间我陪你转转京城，也许对你的记忆有帮助呢。好呀，我好久没有转京城了。夫人，您需要什么药材？这一组药柜里的药材我都要。夫人要治什么病？可有药方？我买这个不是用来入药的，你抓就是了，每样5颗就好。你放心，它是用来配染料的独家秘方，不得外传。你知道的不少啊，染料里的确是有药材。我在边城无聊看了不少杂书。那你还回边城吗？应该是不回了，不然不会接祖母回来的。卢大人。世子妃，姚小姐。好巧啊，在这里遇上。你受伤了？嗨，没事儿，小伤。看着不像，这血止不住，要缝针的。大人，人已经抓住了，您去疗伤，我们押送回大理寺就好。带上另一名受伤的工人去善元堂。都要见骨了，还说是小伤？真的是小伤。3天换1次药，你这个10天后拆线，这些天不可用力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我的书看完了吗？要记得还啊。看完了，改日还你。今日没带在身上。那件案子有眉目了吗？武大人在当铺找到了与压痕吻合的空首饰盒，但典当的人失踪了，线索暂时断了。那你查的凶器呢？刚才抓的人是凶器持有人吗？不是，那人是另一起案子，伤邓头的凶器还未查到，兵器书上只有类似的，没有吻合的。那截断指的主人找到了吗？卢泰宁摇头，那个案子现在成了悬案。你们是不是太无能了？这么长时间没有一点进展。啊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，被气着了。没事还能被气着？是他们的办案效率太低了。那好像不关你的事。谁说的？不能解决我心里的疑问，影响我心情了。哎呀，不讲理。抱歉啊，是我太心急知道答案了。世子妃说的有道理，我们是有些无能了。不，是我错了。不过你们要加油哦，早点破案。卢泰宁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尽快破案，不然会被世子妃瞧不起。晚上，在想什么？不要乱动。你们查到那个标识压的是什么东西了吗？是谁投的标？怎么又问起这个？我今天见到卢泰宁了，知道那个案子没什么进展。我发现百草堂有很多番外的药草，他的东家好有本事，能集到各国的药材。那里有外邦的药材？对啊，你知道的，你的毒是别国的毒花毒草制成的，不一定是现成的毒药，从外面传进来，也许是有懂毒的人购买了药材，在京城配制的。我不知道百草堂在卖别国草药，我会派人查的。你主管玄镜司，就应对京城内外的事了如指掌，还好意思说不知道？玄镜司不是应该查人隐私的地方吗？你当玄镜司是做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吗？也许是我误解了，不过你们真的很逊哎。八珍，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？把玄镜司当什么了？不是就不是吧，别生气嘛，我们好好说话。莫云策，控制你的情绪，让我观察一下他的变化。情绪平稳下来，脸上的纹路开始变淡，这证明了瑞锦熙的猜测，这样可破解第一个成分了。这片大陆能干扰人精神的药材太好找了，只有北周和东楚国有记载，这一下就缩小了范围。去查百草堂11年前是否有北周和东楚的药材进来。别忘了还有接触过这2国的人。去过这2国的人很多，要查很长时间。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。你不要再问就是帮忙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要知道答案的。不仅百草堂，其他药铺也要查。我今天只去了这里，也许别的药铺也有。刚才不说清楚。现在也不晚了，反正你们查得慢。这2天突然降温，京城里生病的人多了起来。小姐，咱们回吧，瞧把你累成什么样了。得伤寒的人太多了，医馆的大夫顾不过来，我来了能多份力量。师傅，不如在门口支口大锅，免费给大家喝预防伤寒的药，缓解一下病情。可行。师傅，我有一些治伤风的成药，明日带来，症状轻的就给他们开那个药。哦，你还做了治伤风的药？一点爱好。第2日，
小姐，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治伤风的成药。怎么有钱人也排队喝免费的？只要遵守秩序，排队领的都给。他拿来的伤风感冒颗粒，还有退热片，引起几位大夫的好奇。是我先是研制的，没想到派上了用场。1文铜钱1片，每人只多卖6片，怎么样？丫头，哪有这样便宜的药啊？你不得亏死啊？不会，师傅不能一人行善，也得让徒弟表现表现。他的药不花钱，空间无限供应。而善元堂会有这么多人来求诊，就是因为它便宜。好丫头，积善成德，必有好报。叶大夫，您快去看看吧，有人在门口闹事。你既有钱就进去花银子买，别在这里排队。我就乐意喝免费的，让他们往一边去。善元堂一向是一视同仁，你若要免费的，就排队。哼，叶老头，你也说过要一视同仁，为何我每次买药都是高价？你有钱啊，你享受的服务不一样，用的药材不一样，就连包装纸都不一样，甚至你吸进去的空气都不一样，当然要收高价。您需要什么药？请进里面，我给您瞧瞧。待会儿抓药时给他弄干净些，用宣纸包药，拿绸布捆绑，结算时多收3倍银子。注意哦，态度要恭敬，一定要体现出人的身份。叶老爷子暗笑，徒弟比儿子强。金丫头真不错呀，不重利重名。北边遭了雪灾，你们说说怎么赈灾呀？还有那些涌进京城的难民，趁着未入冬，赶紧把问题解决。皇兄啊，我觉得可以效仿锦丫头在城门口施粥施药。臣认为可以向权贵人家募捐银两，解决北面的赈灾营。这2件事就交给你们负责了。设粥棚药铺容易，可这药不能乱喝，还得有大夫坐诊，派谁去呢？太医院那么多闲人，轮着去呗。那银子由谁出呢？当然是户部出。你不是不知道，因为停战，边城需要休整的地方很多，户部已经无多少存银了。那怎么办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要不我们找锦丫头商议一下？可以，我闺女儿聪明。爹，您也在，是找我有事吗？锦儿，爹有事儿找你帮忙。锦丫头啊，父王与你爹接了2个差事，想你帮着出出主意。瑞相接过话，3两句把差事交代清楚。我们缺银子。你们怎么成财迷了？我们2府可以各府的名义设粥棚，建个临时诊所。不过，城外的难民多吗？难民在不断的增加，而且生病的很多，城门已经不让随便进了，怕引起大规模的疫情。父王，爹，恐怕疫情已经开始了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派人去城外设粥棚，看诊点，去通知柳氏拿银子，再从我屋里取1万两。你这是？父王，王府也出1万两吧，先拿这么多，3万两应该能坚持几天。我们先把场子建起来，让黄渤在早朝时好好夸，自会有人争着表现。不错，你让他们做善事，人家不乐意，但是要让他们扬名，会有很多人抢着做的。只想要名，不做事哪行啊？所以就要做好事才能留名啊。至于赈灾营，不如搞个义卖会。义卖会？卖啥呀？卖字、卖画、卖珠宝古董。爹不是大儒吗？你的墨迹相信会有人要的。我可是从不外卖的。所以你穷啊！要是早点卖字画，相府怎么会穷到让人看不起？爹没想到啊。皇上的墨宝应该更能卖高价，就写几个字，用些纸墨出点力，就能换来大笔银子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，宫里那些只能看不能用的摆件，也可以拿来卖钱啊。不太好吧？御制之物不能随意外传，所以才能卖高价呀。留着又不能生子，还不是放在库房里落灰啊？很有道理，是个好主意，就是不知道皇兄他是否乐意。我可以提供2本古籍，书还是留着吧。什么书呀？爹，我因缘际会下得了些古书，有时候您挑几本去看。我不卖原版，只卖仿版，仿版也值钱。以什么名义？谁的名义开拍卖会呀？按说皇后举办最合适，就是不知道她是否乐意。宣王想了想，总觉得不合适。自家王妃可以，可如新是个不爱理事的。肃老王妃不是要过寿了，能不能呀？好，肃老王妃好，德高望重，还是皇族之人。最好让黄渤说一句，拍卖所得善款会用在什么地方，并且按照银两的多少会上功劳簿。宣王和瑞相喜滋滋的立刻进宫向圣宣帝禀报。锦丫头要是配给太子就好了。
他命人去库房找出不少落灰的宝贝。金丫头说的对，留着不能生子，能变钱最好。测试子妃有很多奇思妙想啊。你说是朕的墨宝好呢，还是瑞妍的好啊？说实话，奴才不会分辨。哎呦喂，您怎么能和文豪比呀？只不过打着圣号的墨宝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。朕写什么字能卖大钱，能比瑞妍的卖钱呢？是得好好想，卖不过瑞相可就丢人喽。瑞相府，你们妹妹提议搞慈善拍卖，得到的银两全捐给北边受灾地区。妹妹的主意很好。当然好了，就是她让我卖字画，我舍不得呀。那卖我的根雕吧，不知道值钱吗？你又没有爹的名气，万一卖不上钱，不是给妹妹丢脸啊？那卖什么？你们帮我看看所有的作品哪个最不好呀？就选那个吧。您现在写一幅字不就行了？不行，万一写得好，本相还是舍不得。瑞相怕闺女嫌他小气，让瑞锦琛拿出一件根雕作品充数。朝堂上，圣宣帝对瑞相和宣王大加夸赞，因为丞相已是一品大员，便给瑞锦纯升了品级。很多官员心里有了计较，做点好事就能有机会升官，还有赏赐可拿。一夜之间，城内城外多了不少粥棚。皇上，城外的粥棚多了3家，还有人建了茅屋，为难民提供一个挡风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侧室子妃的主意真心不错。瑞家丫头是个有大智慧的。皇兄，金丫头借用城外大营的军帐，就地即可。是要给难民住，不是搭了草屋吗？这2日风大，草屋不济事啊。准了，再3日就是肃王审寿宴，拍卖会你们准备好了？就差皇兄您的墨宝了，福禄4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印。怎么，朕的字不好吗？皇兄的字当然好，但锦丫头说了，比字更值钱的是皇帝印。瑞妍拿什么拍卖啊？听说是一幅字画。他舍得卖字画了？锦丫头的主意，他怎么可能不配合呀？这老小子就听他闺女的话。肃老王妃过寿，会将拿出家藏宝贝拍卖，所得银两全部捐出，为皇帝解忧。一时间，贺寿的人多了几倍，负责张罗的齐郡王妃愁得牙疼。这么多人，无法接待呀。母妃，主意是云侧媳妇出的，让她解决。云清说的对，谁出的主意谁解决。皇帝对云侧媳妇儿可是夸到天上了，照他去啊。瑞锦熙正给莫云侧针灸，刚扎完针，就听到脑子里响的一声，数据更新完毕。莫云侧，待会儿抽血。上次的可有结果？没有，要经过多次查验才能有发现。他怀疑瑞锦熙是在报复他伤了他。依照他对付温香倩等人的事情，可以看出这个花痴是个睚眦必报的人。抽吧。挺乖的嘛。你到底抽不抽？抽。动作麻溜的抽了5管血。莫云侧看得眼皮直跳。我不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吧？不会了，血都是黑色的，不用心疼，没什么好可惜的。等一下，再让我取点血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找只活鸡来。你觉得我身上的血能毒到别人？验证一下就知道了。世子妃，肃王府齐郡王妃来了，说要与您商议寿宴的事。有什么可议的？正常摆宴不就行了？大概参加寿宴的人太多了，这次义卖可是会在皇上面前露脸的，还会上功劳簿的。听说很多人求帖。有人求帖就给啊？什么人都能去吗？也不挑选一下吗？明玉姐姐，你先去回了母妃，我这边还有些事儿走不开，让齐郡王妃稍等片刻。袁聪很快回来，瑞锦熙又取了一点莫云侧的血。好毒啊！你怎么活下来的？世子爷以前也受过伤，流过血，颜色没有那么黑，也没发现毒性这么强啊。袁聪，让人小心拿去烧掉，再深挖掩埋。莫云侧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府里有人害你？府里已经有10年没见过新人了，那些年纪小的都是家生子，护卫们都是当年跟着父王从战场上退下来的，袁聪他们就是那批人的后代。可是我想不出啊，什么样的毒会不断的变化，增强毒性？除非是你一直在慢性中毒。不行，这样太难查了。把你的衣物、书房的用具都换掉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你的面具，换个新的。现在就开始换吧。我去会会郡王妃。
上王婶久等了，实在是走不开，您可千万别怪罪。是我突然到访，打扰了。事情办完了。办完了，谢母妃关心。王婶此番前来是有要事。你婆婆是个享福的，这义卖的事儿啊，就该她挑梁，再有你帮衬，定会事半功倍的。老王妃受人尊敬，有时都想得到她，她也痛快的应承。可这偌大的魏王府，就剩我一个人主事，赶上给老王妃办寿宴，本就忙不过来。老王妃又揽下了义卖的事儿，为了给皇上多筹几千银子，想着人多好些，却不想一下子多了好几倍的人，实在是招待不过来。今儿特地来请世子妃出出主意。怎么会有很多人？这京城除了权贵之家，富人也很多吗？这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很多人来求帖，文房也糊涂，来就给了。静儿发现后赶紧制止，为时已晚，已送出去近100张了。这个门房得受教训，什么人都给帖子，不知道王府的份吗？如此随意，已经被郡王爷训斥了。吃自助餐吧。自助餐就是将所有食物摆在一张桌子上，客人们随意拿取，想吃什么自己夹。男客在前院，女客在后院。天太冷了，只能在屋里吃。说是在园子里，倒是不用太担心人多了。您家园子有多大？你去过的呀？这不是伤了脑子，不太记事了吗？魏王府的园子与咱们府的后湖那里差不多大。说在园子里面搭棚子，再置放几处火炉，可行吗？啊，别说，还真行啊。那就这么办，棚子中间摆个长长的桌子，上面放置食物。天冷，多做几个锅子类的菜式。妙啊，怪不得皇上总夸你呢，果然是个钟灵毓秀的妙人呐，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我们锦儿内秀，不愿显摆，现在是不得不表现，不然怎么给你解忧啊？是啊，多谢世子妃了，我这就回去赶紧准备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这可真要感谢知喜儿了。求人就是求人，说的冠冕堂皇的，皇上有让他们搞这么大吗？母妃，父王和爹都说老王妃德高望重，齐郡王妃应该也不差吧？在皇家媳妇儿里算是好的，没有害人的心，只是爱表现。金丫头，你刚才那宴席布置得真好，我都有心思宴客了。母妃若是想宴客，我亲自为您操办。那感情好，待明年春暖花开呀，我们也在府里面办个赏花宴。好啊。齐郡王妃将瑞锦熙画的图纸往前一递。妙啊，这是谁画的？云侧媳妇儿。啊，花痴竟然有这等本事！所有人都看走眼了，有如此才能的人，即便是花痴也不会无能。是啊，当初皇后给瑞相说法，胡乱指婚，没想到给云侧指了个有本事的，还几次三番把自己气着。你若能娶个这样有本事的花痴，我也认了。哈哈，母妃啊，您可以打听一下，京城还有第二个这般的花痴吗？苏老王妃的寿宴到了。三哥，你的根雕一定会卖出好价钱的。三哥就借你吉言了。今天是老王妃的喜日，你别再出幺蛾子，给杨儿和冉儿丢脸。娘，我知道了，娘放心。哼，放心，你是个拎不清的，别再丢人就好。这所有布置都是云侧媳妇设计的，那孩子是个有才的。哼，花痴何时有这本事了？好像他被侧世子送身后就不一样了。再上本事，他也不能追美男了。别看侧世子是残废，男人都有占有欲，怎么容忍自己的妻子追别的男人？哼，世子会打断他的腿，那可好看了，俩人都是残废了。如新，做了婆婆和媳妇别美嘛，真是越来越有韵味了。皇婶啊，我可禁不住夸的。好，让老婆子看看身后可有尾巴翘起来。好孩子，别学婆婆，她就是只猴子。皇婶，求您给留点面子。老祖宗，母妃这样很好，她总这样开心，会永葆青春的。那是，她整日无忧无虑的，也是福气。老婆子，谢谢你的奇思妙想，让我临了还能看到这样奇特的场景。您老长命百岁，能看到更多美好的事物。那感情好，老婆子等着看。一个大大的寿桃被端了上来，是瑞锦熙和香草一起做的寿馍。祝老祖宗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乖。老王妃乐呵呵地摸出一个小匣子，拿去玩吧。谢老祖宗，我给您做的寿桃，希望您喜欢。喜欢，太喜欢了。
呀，这里头还有馅儿的，这是最好的寿礼。韩允洛几人看得眼里冒火。角落里，化妆而来的盛宣帝两口吃完一个寿包，盯着崔福手里的那半个。哎呦爷，您吃了不少了，别又吃撑了，奴才给您盛碗汤吧。大哥，花痴怎么不在府里留一个？这味道太好了。叫大嫂，再让我听见你说这两个字，小心我揍你。花痴好狡猾，知道用好吃的笼络人心。义卖开始。景儿啊，你看上什么了？尽管买，母妃给你出银子。母妃，我们是来帮黄渤筹集银两的，可不是来露富的。这丫头真是财迷到家了。母妃莫笑，善款还是要捐的，但是要有价值。好好好，母妃全听你的，你看哪个有价值就拍哪个。随着一件件义卖品卖出，桌上的银票有了厚厚的2叠。崔福啊，爷发现爷是最穷的。哎呀，这侧室子妃是棵摇钱树呢。这丫头吸金。接下来是一幅书法作品，此作品起价1万两银。谁写的字儿？没看出有多好啊，怎么那么贵？这是圣上的墨宝。2万、3万、5万、10万。价格越喊越高，盛宣帝的怒气越来越盛。果然是印记比字值钱。我等着瑞妍的字画，看他的能卖几个银钱。这位爷，你说有瑞上的字画义卖？真的？哈，我要拍瑞上的作品，就是拍不到，能看一眼也是赚到了。那人立刻放弃了竞拍，还告诉旁边的人，一下子这边竞拍皇帝作品的人都不竞价了。你们怎么不竞价了？我们银两有限，要留着拍瑞上的作品，多谢你家老爷告知。盛宣帝那个气呀，冷气再度飙低。37万两，冯大人请到了墨宝。是冯小姐的父亲，在光禄寺挂职，是皇商，穿藕荷色衣裙的就是冯小姐，曾是您的好友。可笑，自我受伤以来从未露过面，算什么好友？也要看看瑞妍的字画能卖多少银子。哎呀，好字呀，飘若浮云，娇若惊龙，铁树银钩，冠绝古今呐。这是瑞相的作品，起价5000两。40万两。什么？你不是银钱不多吗？出那么高的价？值得。哎呀，他还没死，作品就这么值钱了？不死都一夫难求了，死了更值钱。坐在盛宣帝前排的男子以50万两的价格拍下了没有装裱的字画。我爹是个宝藏啊，为啥之前那么穷呢？老爷将他的作品视如生命。查查他是谁，带谁进来的。又过了2样饰品后，是瑞锦熙攻陷的孤本仿本，2本书拍出了7000两。这可是仿本，也能卖出这么高的价？你父王说啊，那2本书没有在世流传过，世人只知其珍贵，都未曾见过，有市无价。那是不是少了？母妃，原本能卖多少银子？哎呦，你要卖原本，哪能把你父王和你爹给心疼死？那还是留着吧。里面是一本上古医书，厚厚的一本，记载了很多奇花异草的功效、刑侦秘籍，还有上百种古方。瑞锦熙的眼睛亮得发光，他要得到它。想到空间里正在进行的检测，他看看墨云册，更加坚定的要得到它。起价1000两。5000两。1万两。是胡太医，他眼里有着势在必得的决心。王太医又加了5000两。这本书他向往好久了。胡太医报出3万两。10万两。众人不晓得这本医书的价值，他们俩是知道的。2人对望一眼，胡太医得意地笑了。王太医，你还加价吗？这本医书下官垂涎好久了，势在必得，您就别再跟了吧。王太医是太医院院首，可惜不知变通，不会利用医术大赚银子。做的秘方药，因为药材原料昂贵，又是御用药，很少卖出。胡太医不一样，开着药铺，大卖秘方药，大赚特赚，有的是银子。10.01两。你故意的？就算我故意的，你要怎样？待价而沽，自是价高者得。
有本事你加价呀！15万两，15万01两。哼，世子妃看来是在银钱上不能做主了，一两一两的加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我们不觉得丢人，锦儿会省银子，持家有道。我这做婆婆的呀，喜爱的紧呐。你还加吗？对不起啦，侧世子妃，这本医书我们要定了。我妹妹喜欢，我们要定了。我们要定了。价高者得，我们出价30万两，50万两。宣王府要了，胡太医，你也可以加1两，看看本世子会不会再加价。下官跟不起，这书归世子了。你可真败家。你不是喜欢吗？喜欢就值得。你懂什么？让他出银子买下，再让黄渤征收了那本书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哦，是我错了，30万两归你了，你付银子吧。你仗势欺人！对啊，我就欺了，就欺你加了怎样啊？皇上都允许我借势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女儿太放肆了。下官愿出30万两买下此书，并自愿献给皇上。那小妇人好嚣张啊！怎么，仗着宣王府的事吗？为毛看着好有趣，不让人厌恶呢？我还挺欣赏他这份嚣张的。朕给的，算你有眼光。锦丫头的嚣张劲儿，他也喜欢。乔大人收好银票，识时务地将书递给莫云策，他直接在瑞锦熙手里，两人一点不避讳周围人的议论。乔大人快速地打开下一个大盒子，一件精美的根雕艺术品展现在众人眼前。好美啊！妙啊，真是心思巧妙，手艺更是精湛呐，如此的惟妙惟肖呀！诸位，齐价5000两。宣王喜欢的不行，第一个报价报出5万两。母妃，父王喜欢这东西啊？他呀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可惜自己没那天赋，不知道弄坏了多少好料子。婆媳俩说话间，价钱就叫到了30万两。瑞锦熙不想王爷瞎扔银子，对香兰耳语几句。圣宣帝前面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加价。你带的有限的银两是多少啊？嘿嘿，不多，看得上的都能买下。他是谁？爷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呀。娘，我很期待锦深做的屏风哦。娘也期待。那孩子从小就爱玩木头，你顾姨娘愁得很，没想到是个天才。娘，小声点儿，可不能让人知道，咱家会有值钱的宝贝。对对，83万两归你了。哈哈，这样的义卖，多来几场也好。诸位，下面是今日最后一件拍品，这个怎么没有说明，没有报价呀？打开看看，是不是在里面？慢着！瑞锦熙神情凝重地观察着装盒，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与他那日画出的镖师手上的压痕一样。喜欢就买下，别一惊一乍的吓人。人家是太喜欢，他被抢走。瑞锦熙捏着嗓子，学着那些贵女做娇羞状，把他自己和莫云策都恶心到了。有人要买这个装盒吗？世子妃喜欢，本世子是一定要送她的。各位可以来竞价。众人齐齐摇头。有了之前胡太医之事，谁敢跟他们竞价？无人竞价。乔大人宣布装盒归侧世子妃了。这是谁捐出来义卖的？怎么没报底价呢？是一位富贵老爷带来的，他说有事先走了。莫云策面具下的脸异常凝重，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。没有底价不代表不出银子。莫云策出了50万两银票，堵住了悠悠众口。瑞锦熙亲自动手打包，他用透视眼查过，外表没有特殊物质，没毒。切，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给王府丢脸。本世子用私房钱给爱妻买礼物，你有何意见？就是啊，就算侧儿是用王府的银子，关你何事啊？看看周围，你才是笑话。周围的人指指点点，他转头看儿子。莫云阳失望地回视自己娘，其实这才意识到自己又犯蠢了。乔大人，义卖结束了，公布所筹善款吧。此次共筹集到善款398万6千两。这么多，这比自愿捐款要多好几倍。这别说赈灾了，重建都够了。嘿，这义卖的主意谁出的呀？妙啊！听说是京城花痴的主意。不会吧？有可能。你们看他今日表现，可圈可点。而且侧世子对他够宠爱。侧世子是腿残不是心残，能这样宠，说明花痴不一般。哎，别再叫花痴了，小心被听到。那嚣张劲儿可是惹不起的。对，不能再叫花。
哦，要称世子妃。崔福啊，回头把库房里落回的物件全翻出来，再搞几次义卖。您这是看到好处卖上瘾了？不打开看看吗？不行，我怀疑里面有不好的东西，回去慢慢看。你今天很棒。哼，本小姐一直都很棒，好不好？一直是不是太牵强了？这几个月一直很棒。的确，受伤之后你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。我是不是该谢谢你？那倒不必，对不起，我当初不是故意的。对了，快派人查查提供这物品的人。石川已经去查了。反应够快呀，说来你今日配合的不错。我是真心想卖给你的，没想到会以势去抢。有事不借是傻瓜，我这人记仇，当初胡月平白无故的伤我，这辈子都是仇敌。如今想来，他是因为你害的我。那是他个人行为，我不知道。没看出来呀，遮着脸残着腿，还有人能看上你，他对你一定是真爱。别胡说。我讨厌滥情的人，在我们婚姻维系期间，你只能有我一个，即便我们是假的，也只能有我一个。你是不是太霸道不讲理了？我是残腿，但不影响子嗣。哈，那我们现在就和离，解除协议。你想拥有多少女人，不关我的事。不怕北周人联姻了？不怕呀，看得顺眼就嫁，看不顺眼，自有办法推脱。你记住啊，在我挂名世子妃期间，别招惹桃花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子嗣不利的感受。我一定是毒素加重，伤了脑筋，不然怎么会对花痴有了异样的感觉？我一定是病了，不是中毒更深了。看来不能让他针灸了，会有不良后果。这箱子可真能装货。别问，好奇会害死猫的。你不是花痴。他之所以暴露给莫云策，是因为总藏着掖着，太束手束脚了。他需要强大的帮手打掩护。目前来说，莫云策是最好的人选。我是瑞锦熙。那你是有了奇遇？可以这么说。他能这样理解也不错，省下他解释。但他还是把对叶老爷子的说法搬出来又说一遍。这外面的雕花与镖师手上的印痕一致。我当时也发现了。毒气入侵，毒气入侵！空间会报警了？这是升级了，还是之前触发这项功能？还是阎王刚送的？里面有什么？别靠近，里面有毒。你感觉怎样？我们先别进来，别碰桌上的装盒，快去请叶老，别惊动其他人，叫吴永义来，请我父王来。出什么事了？父王立刻关闭城门，封锁苏王府，彻查那个送装盒的人，别靠近，有毒。锦溪中毒了。什么？这是有人要谋害贺寿的人吗？那可是几百人呢。还不知道是什么毒，不能确定其目的是所有人还是个别人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，快回去。你是谁啊？男的女的？凭什么撵我走？瑞锦溪，快回去！你认识我？快回去！不说清楚我不回去。好疼啊，师傅！金丫头，你中毒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师傅，好像没事了。说明毒性不重。我没事，你呢？没事。装盒呢？还在书桌上。我去看看。哎呀，我的小姐，小心身子啊！没事，你小姐这样精神，说明真的没事。锦溪，你要做什么？小心再中毒。知道，放心吧。瑞锦溪直接将装盒收进空间，里面有隔离符。检查到有毒物质曼陀罗花、生草乌、香白芷。黑雾散去，盒子里只有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冤有头，债有主。师傅，伤您劳累了。就是迷药，只是更高级些，含有轻微的伤害神经的毒素，没大碍。那就好，师傅先走了，你们应该有事要谈。皇兄，黄渤，哎呀，免礼免礼，你今天呢可是大功臣呐，应该赏的。谢黄渤赏。想要什么，随你去库房挑。好啊。对了，朕刚才见到老叶头出去，谁病了？是锦丫头中毒了。朕看着挺好啊，怎么回事？莫云策将装盒和纸条呈上，并将他们回府后的经过一一道来。在苏王府时，我和锦溪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装盒上的雕花与锦命案中发现的一样，这装盒里只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的话与人儿咬舌前说的一样。这花儿有什么意义吗？就是普通的海棠花，不知有何意义。原来皇上也去义卖会了，难道是冲黄渤去的？锦丫头，你怎么说是冲你黄渤的？黄渤出现在苏王府是秘密吗？世子妃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你了呀。哎呦，奴才化过妆的。化妆能改变容貌，却不能根本改变。
比如改变不了骨架形状，你的头骨、眉骨、鼻梁、下巴，从侧面看更容易暴露。原来您刚才看奴才就是在确认呢。对啊，所以黄渤秘密去肃王府，可有人知道？应该有不少人知道，但是这个送装盒的人一定不知道。这人应该是为了传递一个信息，顺便警告一下，否则不会是迷药，而是毒性很强的毒药。我已经派人去查小厮说的那人，刚才也请父王通知城门关闭，封锁肃王府了。哦，你怀疑肃王府？我只是怀疑那人会藏在肃王府，肃王不一定知道。唉，瞧瞧呀，这皇家就是麻烦，一有事就会被猜疑。你仔细看过这张纸吗？还未来得及细看。真看出花来了。这纸不是贡品，但是是极品宣纸，产量应该很少，可以查一下是提供给什么人的。这个墨有种特殊气味，你闻闻。这不是墨香吗？当然是墨香，但它的香味特殊，好像是花香。敖山叔，叫香草来，他对花草很了解。香草很快跑来，身上带着一股肉香味儿。小姐，你找我？香草，闻闻这上面什么味儿？别闻出肉味来。这是海棠花的味道，没错，是海棠独有的幽香。好了，你去忙吧。等一下，你在做什么肉啊？这是现在该问的问题吗？我的爷呀，您何时变成吃货了？回皇上，奴婢在卤肉，有猪蹄、猪肚、猪肠、猪心、猪肺。朕没吃过，卤好了给朕端来尝尝。是。黄渤，香草刚说这里面是海棠花味。朕听到了，你先查吧，再有线索时朕会告诉你一些事情。现在不能说吗？瑞锦熙嘟起嘴，白做这么久没听上故事。也许朕吃舒服了会说一点。好啊好啊，保证让您吃舒服。庄盒被宣王府世子买走了，没有当场打开，刚收到消息，宣王让关闭了城门，封锁了肃王府，应该是有人中药了。真是意外，早知道就直接放毒了。宣王府，世子妃，皇上喜欢中午那个寿包，府里有吗？哦，有的，待会儿上一盘。福公公，等会儿回宫时我再给您装一盒。哎呦，多谢世子妃了，味道好鲜呐，真是太美味了。圣宣帝今儿是彻底演绎了何谓吃的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他是第一次吃卤味，卤肉香的他正在感慨，此乃天下第一美味。吃饱喝足，瑞锦熙泡了消食茶，准备听皇上讲故事。金丫头，这涮锅子太好吃了，你怎么想到的？就是好吃爱琢磨，又有个厨艺好的丫鬟，就做出来了。哎呀，真是聪明啊！朕皇伯满意就好。那天色已晚，朕该回宫了。辛苦大半天，等来的是回宫2字，真是的，连吃带拿还忽悠我。哎呀，侧儿媳妇是个好的，还知道给朕再带上2盒。那是给奴才的。说话不算话，白吃一顿故事也不讲。那是秘辛，怎么会轻易讲出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怎么好奇了？你不是说好奇害死猫？切，爱说不说，不愧是一家人，不懂得吃了人的嘴短。哼哼，还真不懂。不过看你今天辛苦，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这个庄盒应该与盗墓案是同一个幕后人主使。盗墓案，于贵催的。是的，我姨母在黄渤那里是不能触碰的禁忌，就连父王母妃都3缄其口。一定是非常严重的事。你说我问我爹，他会知道吗？会告诉我吗？岳丈对你的宠爱，很有可能会告诉你。什么岳丈？别叫那么亲，我们可是有协议的。闹了，是瑞相。你没问过其他人吗？问过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知道了几人也拒不开口。或许你的询问点不对，巡查的方向也搞错了。你说说看。我不知道具体的，你得给我详细述说案情，才能帮你分析。世子爷，我父使玉玺受重伤，性命堪忧。终于到了玄镜司，目光直接落到床上的吴永义身上。救他，快救救他！都出去，你留下。瑞锦熙动作利落迅速，将吴永义的衣裤全部剪开。莫云策的眼皮跳了一下。握住剑，我让你拔的时候动作要快要稳，能做到吗？能。还要做什么？就这样吗？他还需要输血。要怎么做？你守着就行。瑞锦熙决定还是从血库取血，省得对外面人解释。莫云策对他从药箱里拿出任何东西已经麻木了，想来就是大变活人，他也不会有太多表情了。给吴永义输上血，挂上消炎药，瑞锦熙才觉得累。今晚回不去了，明早让婉晴来替我，你守着，洗漱完了叫我。你怎么就嚣张的那么可爱？石川，将经过说来。属下奉命去查送庄盒的人，通过小厮的描述，画是画了副人像画。刚查到城门处，守城将领接到宣王命令，关闭了城门，
所幸经过一番询问，得知4个城门都未见过此人出城。所谓大隐隐于市，想来那人定是在京中有落脚处。属下准备回玄镜寺调人手，在路过竹正巷的时候，看到一鬼祟人影，追了过去。那人正与画像上的人一样，属下欲拿下，武功不敌，被那人逃脱。正好吴永义去王府路过，我们2人一起去追，从城南追到城北，快到城门的时候，那人发现城门关闭，转过身就要与我们拼杀。眼看那人不敌时，不知哪里射来的箭雨，副使被射中，又遭了那人偷袭。你在跟前没防住吗？那人使得武器能伸缩，当时突然变长，没防住。那人呢？跑了。将武器画下来。是。从盗墓案开始，京城发生了不少怪事，刑部、大理寺全都被牵扯进来，好像有人在针对什么，撒下一个大网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谁的冤谁的债，看来是有冤情，那又是何时发生的？欠债的应该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人。于贵妃失踪20多年，若活着，为何一直不露面？难道是姨母受了冤枉，回来报仇了？墓室被盗是一种宣告吗？就像今日庄河里的迷药，是在宣告他回来报仇了吗？赤玉是姨母最珍爱的饰品，盗走后没留下，反被售卖，说明他对黄渤没了感情，那就剩下恨了。黄渤一直不愿透露当年的事，是因为冤枉了姨母，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过错吗？莫云策，你混账！管子不能空，你差点害死他。真是男人靠得住，猪也会上树。是我错了。还详细问了空管会有什么后果，避免以后再犯。门外的几人听到世子被骂，世子何时变成妻奴了？世子妃连世子都凶，更何况他。我也是倒霉催的，怎么每次都让我赶上接世子妃啊？世子的4大护卫里，我可是最稳重的，可却2次干出毛躁的事，还都被世子妃遇上。为什么袁聪就因为帮了世子妃，常有好肉吃？怎么好事都让袁聪遇上了？天蒙蒙亮，你是个好上司，好主子。他没事了是吗？这家伙身体够强壮，都没发热，好现象。再观察观察吧。你怎么知道他强壮？还是看到了？你让人请婉晴来，我要回去睡觉了。换个人，她毕竟是女子。我不是吗？你有我陪着。再说当时情况紧急。不急也得我来。医馆的大夫不是都跟你学了？没有那么快掌握，还不能出师。就是婉晴也只能做简单的手术。你这个学起来很难吗？不容易啊。能让我的人跟着学吗？可以呀，大爷，能让我先回去睡觉吗？父王，肃王府可有查到什么？昨天的封锁没有惊动肃皇叔与皇婶，你齐王叔发了一通牢骚，府里上下200多个仆人，除了那个小厮，无人见过宋庄河的人。这个是那人的画像，石川和吴永义撞上了，吴永义受了重伤，这是那人用的武器，父王可认的。刀头是圆的，像是环手刀，但又好像不一样。看来父王也没见过。永义那孩子怎样了？暂时没有危险，还要观察。锦丫头救的？侧儿，若是可以的话，让锦丫头快点为你解毒。她会医术的事情，怕是藏不住了。你可真行，这样也能睡着。瑞锦熙像八爪鱼似的扒住他，扯了半天扯不开，无奈之下，莫云策抱着他挪到床上，一宿没睡。莫云策一时累极，就这样睡了过去。大白天还在睡，门也没关严。他们应该是累极了，昨晚一宿没睡。去，你个老不正经的，瞎说什么？我说他们昨晚没睡，儿子儿媳昨晚救人去了，早上才回来。宣王将莫云策说的事没有一丝隐瞒地告诉王妃。是姐姐回来了吗？她还活着，是不是？她是回来求公道的吗？那事不是已经查清了？那也不够，这些年她一定受了很多的苦。不管怎样，她也不该牵连无辜之人。京城已经死了好几人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京城死人了？对呀，京里达官贵族里并没有死人，死的都是无名小卒。若是于贵妃回来报仇，那死的就该是有声望，能撼动朝堂，结合借此重伤皇兄之人。看来侧儿是想偏了，或许是该告诉他一些于贵妃的事情，免得他查案查错方向。就是不知皇兄可愿提到往事啊？一日不早朝，怎么空手来了？皇兄是想让我们带些什么？宫里的御厨不合心，你府上那个叫香草的……皇伯，那是锦溪的陪嫁丫头。皇兄，你想吃什么呀？王府做好了，给你送一份。送进宫来，你是有口福了，王府的人就没得吃了。舍你一人，幸福我全家。有事快说，说完快滚。将他们的发现和猜测告诉皇帝。臣弟认为，于贵妃不会是幕后主谋的，况且她是否活着也不能确定。云策，你有本事就自己查，别想从朕这里得到半点消息，
你父王也不行。得不到消息，莫云策也不多待，当即告退。让锦丫头想着点，黄渤，有好吃的要先送进宫里来。锦溪说了，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，您还欠他一个故事。看看你的好儿子，是你说吃舒服了给锦丫头讲的。滚，你也滚。皇兄，有些事是藏不住的。想到要面对瑞锦熙，莫云策就头疼。昨天两人睡得香，直到天快黑了才醒。他睁眼的瞬间就挨了瑞锦熙一拳。谁准你上我床的？是你抓着我不放的。胡说！女人不讲理时真是不可理喻。莫云策发现瑞锦熙很暴力，一言不合就动手。世子爷，左边巷子里有人打斗，是大理寺的人，要帮忙吗？去看看。世子爷，此人功夫厉害，也是宋庄河的人。世子好眼力，我拿着武器打不过一个赤手空拳的残废，怎么可能？就在这时，数支羽箭飞来，黑衣人趁机逃走。多谢世子帮忙。先看看你的人怎样了？你们可有看到箭从哪里来的？几人射箭？世子爷，是从两旁的屋顶上射出的箭，大约有6人。这些人是从哪冒出来的？卢泰宁，你们怎么遇上的？我们一直在追查凶器，今日去到一处铁匠铺查询，正看到那种圆头刀，询问时蒙面人突然出现夺走刀，就这样追了过来。快去铁匠铺，别被灭了口，让人从房顶上查踪迹，再派人把伤员送去医馆。您受伤了？你是何人？玄镜司办案，不得靠近。世子，您受伤了？撵走。世子，我是胡月，让我帮您看看伤吧。走开！世子好好的，胡说什么啊？您中毒了？不能碰。那怎么办？要是瑞锦熙在就好了。让我来，我不怕，先包扎上，再去医馆医治。滚开！他可是瑞锦熙的仇敌，让他靠近，那丫头恐怕真能废了我，或是解除协议。莫云策突然发现，他不想解除协议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他就被眼前女人的无耻震惊。胡月仿佛没听到，不管不顾地将帕子往伤口处按。这是干嘛用的？这种女人也敢招惹？你伤了她，她还不得讹上你？受伤了？世子妃，世子伤了腿，还在流血。流这么多血，你不头晕吗？赶紧回府，把地上的血妥善处理。是。这刀口与吴永义的一样，你撞上凶手了。腿不利索就别逞能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有些事急不来的。知道。玄聪，你有伤口，让别人去处理车上的血迹，有毒，要多加小心。是，谢世子妃提醒。我说玄镜司真的很逊哎，正副2个大人物都受了伤。我的毒还验查不出来吗？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了，我找师傅研究一下，这2天配些药试试。你出门要多带一些人，我感觉这京城要有事发生。安了，我有父王给的4位。能帮我问一下瑞相，22年前宫里或是京城有什么大事吗？你黄渤还是没告诉你？还进了父王的口。哼，看来当年的事不简单啊。锦儿，这涮锅果然好吃啊，怪不得皇上一直念叨。还有那个寿包，爹也喜欢吃寿包，让香草交给厨房，您随时能吃。好，好。姐姐，你一回来就有新好吃的，你能天天回来吗？锦祥，原来你不是想姐姐，是想好吃的。我更想姐姐。锦祥说的对，三哥可以作证。妹妹，这辣锅真香，你有想过开个涮锅铺子吗？行啊，老三，越来越有生意头脑了。你和王妃想一块了，你俩商量一下，京城这么大，开2家涮锅铺子不会互相影响。王妃怎么又想到开铺子了？不是刚开了什么护肤的铺子吗？闲的。宣王后院简单，那个齐侧妃是个意外，翻不起浪花的。宣王妃的确无聊得很呐。爹，讲讲当年的事呗。这事儿啊，宣王当他是一生的污点，被个女人占去了便宜。宣王怎么会被占了便宜？他被人下药了。是骑士吗？不是，骑士是捡了便宜。那是谁下的药？闺女呀，是你自己好奇，还是世子让你问的？都有。宝贝闺女呀，爹只想你无忧无虑，别掺和皇家的事儿啊。那我现在就回去和离。爹，您能透露些就透露一些，免得妹妹不知情。
误惹了不该惹的人或事儿。爹那时刚入朝不久，当年的事知道的并不多，只知道宣王被人下药陷害，不得已纳了其事，而下药人真正想害的是于贵妃。那于贵妃躲过了，为什么会死啊？于贵妃躲过了这次，却没躲过后面的。她被传德行有误，皇帝当时正要御驾亲征，便让于贵妃去了皇庙，没想到就此无缘。啊，那于贵妃死在皇庙了吗？皇上是这样说的。是皇后做的？据查不是。那可有查明死因？皇上并未说明。那年前后还有什么大事吗？有，前户部尚书一家被血洗，据说无一人生还。此案未破，不久后其女陶嫔在宫中因伤心过度病逝了。那这两件事会有联系吗？妹妹，听说最近几起案件将刑部、大理寺和巡警司全牵扯上了，和你问的有关？我只知道于贵妃的墓被盗了，皇上不愿意提及于贵妃的事，可这是破案关键，因为只有于贵妃的墓被盗。当初皇上对于贵妃盛宠至极，感情深厚，大概是不想再议痛苦之事。皇帝和于贵妃感情好，还不信任她，让她去皇庙啊？错了，闺女，那是在保护呀。锦儿，世子其实不错的，你可以考虑一下假戏真做。年后，北周人要进京详谈合约。那又怎样？他们还能强娶有妇之夫？那倒不至于，就怕他们发现你仍是姑娘身，会有所图谋呀。爹，北周这么强势吗？北周比大雍强大一些，这也就是圣宣帝腰杆硬。要是换成先皇，你早就被送走了，爹也不知会在哪里呢。啊，我一直以为大雍很强大的呢。的确，在圣宣帝的努力下，强大许多，与北周也有抗衡的能力，但仍是差了一些。宝贝闺女儿，安心待在宣王府吧。别人抱金大腿，我却要抱废腿，还是麻烦很多的废腿。我得好好检测一下莫云策的毒血，尽快治好他，好让自己真的有个大粗腿抱。哎呀，这个空间要是能进来人就好了，有危险时可以躲一躲。哼，臭阎王，送的金手指大概都是旧版的，就连透视都不能常用，哪怕升个级也好呀。爷，有消息。念。英语侧交手，其武功高强，虽伤了其，但不致命，其血泛黑。武功高强，看来他能活命，是因功力压制。爷，听说侧世子妃在学医，如今又得了那本医书，会不会？不会，叶老头这么多年都没解了毒，他刚学多久啊？还没那本事。那我们暂时不理会，让人盯着就行。皇宫，臣妾有事与皇上商量。朕说过了，姚将军嫡女的婚事自主，你想让朕失信呐？皇儿这么多年孝顺懂事，从未有过过分举动，就这么一个愿望，不能满足吗？朕不是说过吗？喜欢就去争取，人家愿意，朕自当成全。这可是皇上说的，金口玉言。当然，前提是不能违背人家意愿。这就不用皇上操心了，臣妾相信皇儿一定能得偿所愿。皇后，朕再次慎重提醒你，不可以权压人。真可笑，侧世子妃都可借势欺人，本宫为何不能？因为你是皇后，是国母，要端庄大度，宽以待人。本宫若不呢？皇后，朕可以废了你。废了本宫？皇上，你好无情，竟想废了我！莫圣轩，你这辈子休想摆脱我！母后，可是有烦心的事儿？皇儿，最迟明年你必须大婚了。母后不用急，皇族兄弟们除了皇兄和侧堂弟都未婚配呢。哼，他们本宫管不着。你是太子，要尽早为皇家开枝散叶，那是你的责任。母后，本宫知道你中意姚家嫡女，可你父皇许了她婚姻自主，你若想她入东宫，就要靠自己争取，要她愿意才行。儿臣知道了，儿臣会让景家愿意的。皇儿，要想姚景家愿意，你要努力了。儿臣晓得。玉星号木匠铺，顺祥哥，你真是天才！
只是爱好。哎呀，快别谦虚了，若不是订得早，我现在都买不起了。不会的，你和妹妹关系好，我不赚你的银子。瑞三哥，会赚熟人的银钱，你才能成为商人，才有本事挣别人的银子啊。今日轮你值钱。注意火烛，还有鬼祟的人，京城最近不甚太平。多谢忠告，请姚小姐向将军和夫人带好。你不该亲自上府里拜访吗？我爹在边关，对你可是很多关照。啊，是末将的错，近日定会登门拜访。那我在将军府恭候了。景家，你怎么在此？是来定制屏风的吗？本太子特意找了好料，请瑞三公子帮你做一个。谢谢太子，臣女已经取到屏风，正要回府。取到？你早已定制了吗？是的，太子喜欢可以请任三少帮您做一件。殿下喜欢什么样式的，我帮你参谋参谋，看看你带来的料子适不适合。殿下，你的木料呢？待会儿就送来了。上等的黄花梨木，哇，这么大一棵，好难得的。三少爷，太子早就走了，一块木头你看这么久。太子没说做什么？没有，你一松手他又急忙跑出去了。太子好像喜欢景家妹子，可他明显对太子无意，反倒是对莫云阳有情。要不要告诉妹妹？妹妹，姚景家是你的好友，两家长辈还有交情，你应该去提个醒。若是无意，早做打算。三哥，你说景家喜欢我小叔子，那他是何反应？妹妹，杨少应该也是喜欢的。哦，三哥能确定吗？杨少不敢开景家妹子，应该是喜欢的。我猜啊，他是自卑。自卑？京城人都说他是不被期待、不受宣王待见的污点，就像景祥，当初你也很讨厌他。妹妹，你是个心善的，锦祥是幸运的。莫云阳想的太多了吧？王妃对他不差，世子更是对他和云烈没有两样。他那个侧妃娘可不是个拎得清的，京城人提起都很嫌弃。对了，这才是关键，没有人愿意把嫡女嫁给一个庶出的、不被待见的人。可我看赵姨和姚将军不是那般迂腐之人，而且景家妹子说，在边关杨少得了姚将军不少关照。看来景家是情根深重了。他看杨少的眼神很专注，充满情意。三哥，你这么清楚，有喜欢的人了？啊，哪有？没有，别瞎猜，我有事先走了。真是的，跑什么？此地无银300两，一定是有喜欢的了。会是谁呢？得关心一下了，不然便宜爹想不到，柳氏不好问，可不能耽误了哥哥们的婚事。其实糊涂，云阳是个好的，宣王府我母妃才是正经婆婆。你和莫云阳小时候感情很好，你能保证他离开这5年性情没变吗？能，因为我年年都去看他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不该为父辈的过错背负不幸。母妃是不想见他娘，但从没责难过他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找云阳。真有当兄长的样，操心这么多啊？难道你不关心姚景家吗？我以为你更关心我爹说了什么。晚饭后说吧。你的腿不能一直垂着。知道了。大哥，你腿上有伤，有事叫我过去就行了。这么冷，小心冻着。他对你很重要吗？这5年每当生辰时，你都有去，是吗？你是我弟弟，我是被赶走的。云阳，你想错了。父王送你走，是不想你被你娘影响，有了不好的想法。只不过他的方式没用对。父王不放先真北侯，暗中拜托姚将军照顾你。父王，你始终是他儿子，宣王府2少爷，皇上的亲侄。云阳，你我相差半岁，我母妃从未亏待你，也不会亏待你的妻子，你该娶妻了。怎么突然说这个？那个送你平安节的是姚小姐吧？大哥，我……云阳，你有足够的身份，配得上任何贵女，别让自己后悔。太子也准备大婚了，上次宫宴，皇后就在选人了，姚小姐可是最合适的。夜里，瑞锦熙将便宜爹说的事告诉莫云策。你应该去宫里查，一定有人知道于贵妃死因。于贵妃生死不明，莫棺里是空的。啊？这是秘密。那你还告诉我，想我被灭口吗？我看你命挺硬。你不怀好心。你不是一直都很好奇吗？我全告诉你，不好吗？不好，果然不能好奇。你已经知道了。为了京城的治安，为了百姓，我帮你破案。好。俩人一起将案子梳理了一下。瑞锦熙脑洞大开，指出几个点，莫云策发现都是被他忽略的可深入调查的线索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根据瑞相的话，当年最大的案子就是前户部尚书府灭门的惨案，而陶家唯一躲过的人陶平也在不久后病逝，此案一直未破，难道不是悬案？
是冤案。翌日，侧儿也真是的，莫云阳都没提，他急个什么劲儿啊？他是兄弟情深。景儿，你觉得母妃刻薄吗？不，您只是想要感情纯粹罢了。我没有苛待他们，只求避之不见，仅此也很难做到。这个是的，男人3妻4妾是正常的，像宣王和瑞老爹这样的才是异类。王妃，大嫂，希望你的来意和侧儿请我来的意思一样。多谢王妃。说是景家真对他有情，说明他还不差，再加上莫云策对他的信任，此人可嫁。至于他为什么会相信莫云策，他没有深想。哎，怎么大早上的意外帖说来就来了？还不是为了你。我三哥呀，昨个发现了某人的秘密，不巧被某个兄弟情深的人听到。瑞锦熙将事情始末一说。他来了？来了，自己跑来的，我们在府门上碰到的。冒失鬼！哎呦，你不乐意吗？我这就拦住王妃，可不能随意提亲。臭丫头，愿意吗？那就快点定下来。三哥怕宫里有异。不怕，皇上许我婚是自主，就怕皇后使坏。听说他对太子一向宠溺，太子对你，我与太子没有半丝暧昧，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并未明说过，不然我早就明确回绝了。今天这事若是谈妥，早点报出去，绝了太子的心思吧。今天就要定下吗？难道不是吗？这就对了，男子汉要有魄力，畏畏缩缩的岂能担当大人呢？大将军教训的是。哎，以后是一家人了，不要那么拘谨。宣王妃是个做事麻利的，当下就交换了庚帖，商定6礼的日子。多谢王妃。起吧，我知道你是个好的，成亲后要珍惜姚小姐。谨遵王妃教诲。你赶紧与骑士说吧，免得他多事。是。骑士听到儿子的婚事有了着落。我的儿子，凭什么他去提亲？娘，景家是我心悦的姑娘，错过她，我不会娶任何人。你好呀，翅膀硬了，不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了。娘，你要再这样闹，我就带你离开。我不。莫云策听到好消息，特意请父王去宫里帮云阳请赐婚圣旨。哎，好儿媳都跑宣王府了。环儿，你可是太子，清醒点。母后，太子有何用？连心爱的女人都得不到。住口！你可是一国储君，怎能为了个女人丧失志向？你父皇拘着你学治国之策，望你成明君，不可因儿女情长忘了自己的责任。环儿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你需要的是与情投意合、对你有注意的女子。你父皇为了强国励精图治，20年不进后宫，你也学着冷心冷性吧。这么多相克的药草融在一起，不但没有抵消药性，还成了剧毒。再喝3天，再去血验一下。你这什么眼神？好吓人啊！你到底有什么奇遇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刚才……我刚才睡着了吗？不是，你这身体好像有问题。有啥问题？刚才你这身体突然透明了一会儿。莫云策，你眼花了吧？你说真的？你在练隐身术？没有啊。多留意一下，以后睡觉时别让人随意进来。哦。你提醒一下姚小姐，近日注意安全。有人要害景家。我担心皇后会因为太子为难她。谢谢，你的顾虑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我去趟将军府。也不看时辰，明早去吧。若是皇后行恶毒之事，你会保庇吗？不会，母妃与皇后因为姨母的事也不对付，这回又抢先定了姚小姐，皇后说不定会针对王府的，你也要小心。多谢提醒，我和皇后好像也不对付。不要怕，宣王府会是你的后盾。哇塞，这话说的不令人感动是假的。我不怕，我可最会借势的。皇伯让你多想着他一些，有好吃的先给宫里送一份。说话不算数，还想让我孝敬？还是孝敬着一些好。第2日，皇后一早派人去将军府，要召赵氏母女进宫相叙。公公，卓祺和小女昨日外出染了恶疾，不宜进宫，病了。这么巧？是天花。太监吓得连滚带爬的回宫禀报。不到半日，将军府出现天花的事传得沸沸扬扬。景儿，姚家好好的传出天花，你这2日可有去过？母妃莫急，我与你自那日后还未见过景家。那就好。他们母女怎么就染上这病了？很凶险的。母妃，是这样的。啊，还可以这样，干得好。半个月后，京城传出姚将军的嫡女病好了，
却因天花毁了容。报应，报应啊！让你们伤我环儿，老天都看不过去。退婚，我不要楚八怪做儿媳。不管她变成什么样子，孩儿娶定了。这日，瑞锦西去医馆。叶姑娘，我是真心的。快滚，别再来医馆，来一次赶一次。这不是林大人吗？原来是世子妃，在下有礼了。林大人，镖师案破了吗？未曾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今日休沐，来看看永义，你的伤好了？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有话就说。云策，凭咱俩的交情，帮个忙呗。痛快说。我心愿叶老孙女，帮我说说啊。喜欢就让林夫人上门求娶。哎呀，我娘嫌叶家不是官绅。哼，叶老可称是神医。哎，云策，能让宣王妃与我娘说说吗？叶婉晴愿意嫁你吗？云策，京城花。哎，世子妃与叶姑娘关系好，能帮我说说好话吗？不能，锦溪瞧不上你。锦溪，你们好上了？你真喜欢上了？